插播一条紧急新闻：近日，也是在经历一场小雨过后，我正在医院里疯狂地往嘴里塞各种药品，不管是蟑螂药还是老鼠药，都一股脑地往嘴里胡吃海塞了。只因我被校花柳如烟联手奸人陷害，感染丧尸病毒，即将变异。该死的柳如烟，老子是喜欢你的容貌身材，但老子也花了大代价了，好不？和物质的人，老子只谈钱有错吗？你非要和老子谈感情？操！还有那个李玉凤，不就是老子家世比你好，比你有钱，是你青梅竹马，自己要送上来，你特么就带头针对我啊！我还不想嘎掉啊！如果有来世的话，我一定低调做人，要苟起来，要长800个心眼子。还是变成丧尸了，腿好动了，也僵硬了许多。不对，我居然还有人的意识，1+1等于2，50加50等于100。哈哈哈，我还活着，老子还活着。等下是不是丧尸还要验证一下？万一丧尸还是要攻击我，又回不了人类阵营，那还不如直接嘎掉算了。这是有病吧？都变成丧尸了还不老实，溜了溜了。不咬我，哈哈哈！天不绝我啊！虽然变成丧尸力量有所增加，但速度和灵活性变差了。这次我一定要吸取教训，苟到最后。现在的问题是，我既非重生，熟知末世走向，也没有小说主角的那种系统外挂，只有不怕丧尸这一个优点了。虽然我可以控制身体走得快一点，但这才是一个丧尸正确的行走方式。就算有人看到，也不会察觉出我有什么异样。鬼知道这周围的房屋里有多少幸存者。不远处传来几声人类的嘶叫声，大脑不断地朝他发着指令。前方就有美味的食物，令他感觉心脏都跳动了一下。他生生的想要止住继续前进的步伐。不行，我不能吃人。吃吧，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丧尸了，丧尸吃人，天经地义。对哦，我现在已经是丧尸了，那就吃吧。不行，我有以前的思维，我不能吃人。对，我要真吃了人，那不就真成丧尸了吗？吃，不能吃，能吃，不能吃。哎呀呀呀，你俩好烦呐！不要啊，快回来！哈哈哈，吃就对了。当逍遥走到面前时，一具骷髅躺在地上，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完整的血肉，都被丧尸分食了。而大脑由于被头骨保护，只被撕了皮肉，但脑组织完全，此刻已然尸变，只剩上下颌骨不断张合着。望着这一幕，逍遥心有余悸，有些庆幸他敢保证，此刻如果面前是一具活人，他肯定会扑上去，因为现在他的大脑中有着一股强烈的遗憾。看吧，让你不果断点来，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去你丫的！看来在没有解决对活人血肉欲望之前，还是要离活人远一点。随后，逍遥再次回到医院，关上了门。经过2天的验证，发现丧尸平常是没有饥饿感的，一旦有活人气息出现时，大脑便会发出饥饿的指令，变得嗜血无比，就连他这个智慧丧尸也无法控制。经过这1个星期的观察，我发现丧尸只吃不拉，毕竟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丧尸蹲在街边拉过屎。也许丧尸将吃的都消化了，具体怎么消化的还有待考证。如果自己找到了能够代替的食物，吃饱后应该就能抵挡活人的诱惑了吧？总不能吃的撑死吧？反正我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被撑破肚皮的丧尸。随后，逍遥便来到了附近各大超市寻找生鲜牛羊猪肉。运气不错，还有电，不过可惜外面这些肉都已经被吃得干干净净，只能希望里面还有点存货了。哦，居然真的有！好，失算了，应该先把附近丧尸解决了的。不管了，先吃一顿再说。Later， 别体了喂，已经没有了呀。还好我不用呼吸，不然肯定得被挤死在这儿。这个音乐应该是某些幸存者为了达到某些目的放的吧？现在出去，万一遇到幸存者，可就不妙了。老公，你慢点，别把丧尸大脑都破坏了。万一里面有尸囊，那不是浪费了吗？再凑3个，我也能变成进化者了。好了好了，知道了。进化者，尸囊那是什么东西？难道就和小说里一样，丧尸的脑袋里会长出一颗蕴含能量的结晶？我干了！
我自己都还没搞清楚自己的身体呢，你们就已经开始进化了。帅哥主角看多了，那这么丑陋的主角你们有见过吗？本来变成丧尸已经够可怜了，怎么进化之后离人的道路越来越远了？我头发呢？我先去找点吃的，你们先去把那边那些丧尸都解决掉。是老大。我说你们倒是反抗啊！难道丧尸吃成了真就这么迟钝啊？我吃饱了，你们去吃吧，我来找食囊。是老大。运气这么好，第一个就有食囊。镇定，我要镇定，我还有机会的。就是现在！老公，你在哪？你哪去了？老公，老公，你怎么了？你快起来啊！你怎么了？谁？是谁？小六，去看看周围有没有遗漏的丧尸，我要为你陈哥报仇。嫂子，老大他已经是一阶进化者了，我觉得能够杀害他的肯定比老大要强。我觉得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吧。怎么？陈栋刚死，我就是还不动你们了。好吧。我也不想的，但是只能死到有不死频道。嫂子，整个超市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嫂子，六哥，此地太过诡异，我们得赶快离开。没错，咱赶紧走。反正我们已经知道了怎么成为进化者，留得青山在。丧尸脑袋里的尸囊吗？突然一阵莫名的异香从手心传来，散发着极度的诱惑，让逍遥有了强烈的进食感。他张开手，发现是尸囊被他捏破，液体沾了一手。不知什么时候，他的手已经不自觉地将尸囊放入口中，大脑传来极度舒爽的感觉，这股舒爽感传达到了全身。可以确定，我的身体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只是太过细微。不过这肯定是好东西。想到这里，逍遥便开始对附近的丧尸脑袋下起了手。在一连撬开好几个丧尸脑袋后，都没有发现尸囊。逍遥得出一个结论：看来拥有尸囊的丧尸并不多，概率应该只有1/10吧。或许是要进化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尸囊。哎，对了，刚才他说还差3个就可以进化，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身上有好几个？哦，居然有7个，全部吃了应该会有些变化吧。我肝不会吸食过了吧？活过来了，感觉身轻如燕。果然，丧尸也可以进化，可以变强。现在我的力气估计比正常人类大了2-3倍，速度也要快一点点。我的皮肤怎么都裂开了，整个肌肉组织暴露了出来，就像被剥了皮一样。怎么进化之后离人的道路越来越远了？我头发呢？卧槽！怎么连那里的毛也没了？为了毁灭吧。李哥，明天我想要洗个澡，可以吗？那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真的吗？当然了，我也希望你每天都可以洗得香喷喷的。李哥，你真好。嘿嘿。炸弹！经过了半个月的努力，酒店包厢所在楼层的丧尸都被他们清理干净了。这对于拥有智慧的人类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而在经过了一些难忘的经历后，一干女同学也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想要吃饱肚子，就必须有所付出。而在清理了整个楼层后，几个男生都分到了独立的房间。这些男生末日前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对于男女之事充满了向往。以前不敢，但现在没有了约束，有了第一次后，便仿若上了瘾一般。不过好在男生们外出拼命，肯定会有所减员，倒没有出现为女生大打出手的局面。我和逍遥比，谁强了？当然是你强了，逍遥他短小无力，哪能跟你比啊？嘿嘿。曾几何时，我需要对这么一个穷学生百般讨好，说着违心的话，仅仅是为了活着，为了洗一个澡。哈哈，睡吧。哪来的手机铃声？
停了，估计是哪个丧尸身上的吧。你干嘛？哎呦！外面有动静。哪个沙比都说了要安静。我叫肖大力，我以为变成一颗红焖卤蛋也会有人喜欢看，要不是这集我戴上了头盔、面罩和手套，我差点就陷死。怎么了？外面全是丧尸，全是。那就再清理一遍啊，跟以前一样。你懂什么？楼道里面密密麻麻的丧尸是以前的10倍，10倍怎么清理？那怎么办？靠！我他妈怎么知道？明明酒店里的丧尸几乎已经清理干净了，能够进出酒店的门也全被我亲手锁上了。这么多丧尸是哪来的？酒店远处，逍遥望着前方密密麻麻的丧尸，心里冷笑着。当晚就有人在猝不及防下打开房门，被丧尸冲进屋下，惨叫声响彻全屋。逍遥听出来，其中就有班主任的声音，为人师表，却在末日后带头欺辱女同学，甚至任由李玉峰他们祸害自己。哼，已有取死之道。后面的几天里还算平静，此刻的逍遥已经坐在了一辆废弃的车内。忽然一声闷气传来，逍遥听出来那是有人跳楼，身体砸向地面发出的声音。逍遥的目光看过去，发现正是柳如烟。抬头望去，柳玉峰正从窗户里朝外看着，脸上充满了懊恼和绝望的神色。自柳如烟选择跳楼后，整个包厢就只有他一个人。外面是无尽的丧尸，里面没有任何物资，饥饿、孤独无时无刻冲击着他的内心。最终，他学着柳如烟的样子一跃而下。弥留之际，他看到一个面目可怖的人，低头居高临下的望着他。随着李玉峰的身死，逍遥心里的仇恨便随之烟消云散。酒店里虽然还有幸存者，但这对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他现在想要回家，回到那个有亲人味道的家。这几天击杀那么多丧尸，但在吃下最初几个尸囊后，再也没有那种极度舒爽的感觉了。估计尸囊对我没作用了吧？不过好在吃下那几个尸囊后，我感觉自己又强大了很多，而且身上的皮肤都已经全部退掉了，甚至发现我已经可以使肺部轻微变形，挤出空气来发出怒吼。这对于普通的丧尸具有一定的威慑，可以使周围的丧尸感到恐惧或是直接逃离。而且我还可以控制10米内丧尸做出简单的动作，或许以后自己变得更强的时候，范围还能扩大。随后，逍遥来到了附近公安局内找枪。而自从有控制丧尸的能力后，他便一直在周围控制着7、8只丧尸环绕自己。大门都大开着，丧尸自由穿梭，这就意味着这儿已经被丧尸攻占了。10多天前，我还依稀听到过这有传出枪声，估计就是因为枪响，所以才吸引了更多的丧尸向这里聚集。还以为这会戒备很森严，没想到这么顺利，估计是因为没人会蠢到来公安局犯罪吧。这么多武器，这下花了，还有一把狙击步枪。不过我一个人带不了多少点走啊。都末世了，还背着这么大一个包，就你了，替我背子弹吧。随后待逍遥再次踏出武器库时，已是全副武装了，老远看起来更像个特种兵。随后在回去的路上，发现了一只进阶过了的丧尸群。真不愧是我啊，一枪就中。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能量结晶？又是那久违的舒爽感，看来这种结晶只要吸收够多，就可以迈进更高一阶了。随后逍遥继续赶路，终于在接近凌晨的时候，看到了小区那几个熟悉的大字。在回到自家的独栋别墅后，又把所有武器都整理放在了地下室内。接下来又花了整整1下午的时间，外出寻找汽油发电机、电瓶等必需物资。入夜后，逍遥一个人蜷缩在客厅沙发上，手里捧着卫星电话发呆。在末日爆发前2天，他的父母便去往了 M 国谈生意，没有回家前，他想回家，而此时此刻，他又不敢去拨通那个熟悉的卫星电话。父亲比自己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这偌大的家业可都是父母一手打拼出来的。虽然父亲已经年过40，但说起各种本事来，我肯定是拍马也赶不上。只要他们不是很倒霉，一开始就被感染，那么活下来的几率还是很大的。再打一遍，末日啊！他们电话肯定调了静音，没人接吗？是啊，末日啊，哪有那么好的运气？或许自己一家人的运气都让我一个人用光了。经久之后，电话突然响了一声，逍遥激动地接起来，里面传出一道轻柔的女声：“喂，儿子，是你吗？”我妈还活着。逍遥很激动，但却只能发出一声：“
小飞，你说话是你吗？我是妈妈。哎呀，你这婆娘，能打过来的肯定只有小飞了，她不能说话，肯定有不得已的苦衷。电话给我，我来说。哈哈，是老爹肖大力，感谢老天，让我爸妈还活着。你应该感谢的是导演逍遥动画君，感谢作者砥砺风。喂，臭小子，我知道是你，要真的是你的话，你就叫2声。哈哈哈，看，我就说是儿子。会不会是巧合啊？简单，我再问问，臭小子，你老爸我今年多少岁，你就吼多少声？谁说这主角丑？这主角可太帅了。光头。臭小子，我和你妈在这很好，这儿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并不大，所以相对来说还要安全一点。法克，肖，还在磨蹭什么？首领通知要出发了，赶紧的。OK， 这就来。臭小子，你老爸又要去拼命了，你一定要努力活下去，我相信你可以的。有空我再联系你。父亲在末日前那是何等威风，见再大的官员富商都有足够的底气。但是现在，父亲却在讨好那个外国佬。看来父母在安国过得也并不容易。要想在这末日中好好活着，就必须要有实力，必须要成为进化者。可是我该如何向父母传达成为进化者的秘密呢？看来现在只能寻找幸存者来帮我传递信息了。次日，逍遥带上各种工具、枪械与食物，便离开了别墅。这些对他而言唾手可得的食物，对于其他幸存者来说，可谓是人间美味、救命的食物。他相信，仅凭这几瓶罐头，就足以让一些人臣服了。逍遥在小区内观察了几个小时，并没有看到令他心仪的幸存者。既然要收追随者，那必须得是个美女啊，而且年龄还得和自己差不多。我去，这要不就选她了。这是啥情况？卧槽，我都还没吃过人呢。还好我现在已经进阶过了，虽然眼馋，但还能控制住。既然这么一天，那就拿你来练枪吧。看看周围还有没有幸存者。哎，还真有一个。这么精致的妹子，居然还和自己同一个小区，以前咋没注意过呢？就你了，妹子，别跳，哥来救你。哎，那居然有个人，是军人吗？刚刚在楼下，那些丧尸为何不攻击你？干，刚刚有点兴奋，忘了去伪装了。你能把头盔摘下来吗？那你有吃的喝的吗？求求你，给我！你想做什么？等我吃饱好吗？你想要做什么都行，让我吃饱，求你，求你！这个人不知道饿太久的人不能吃太饱吗？做什么？我倒是想，只是现在，还好我还带了点容易消化的八宝粥。一罐八宝粥很快就被女孩吃喝干净，她丢掉了手里的空罐，目光继续在路飞脸上和他手里的食物间游离。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人会在末日里带着自己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无非就是看上了自己的容貌身材。父亲尸变前让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与其让他恼羞成怒，还不如自己大方一点。听说那个很舒服，不过可能会有一点点疼。你想要做什么，我不会反抗的。难不成要让我主动？别比我想的那么龌龊，就你只是想让你帮我个忙。你不能说话。什么忙？我并不认为我有能力帮你。你也看到了，再过个1-2天，我就会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也不敢出去寻找食物，因为我知道出去就是必死的局面。先前若不是你，估计现在我已经解脱了。你已经看到了，我不能说话，所以我想让你给我父母传话。就这么简单？因为传话的内容涉及一些隐秘，暂时我还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现在你有2个选择。第一，我可以选择个方法，不将秘密泄露于你，我箱子里的食物就等给你的报酬，完事后我俩两不相欠。第二，你可以选择依附于我。其实说实话，以你现在的状态，只要我离开了，绝对活不过1周。不过若你选择依附我，就得保证绝对忠诚。若是有一天你背叛了，我定让你生不如死。其实你还有一个办法，用完我后直接灭口。这的确是个好方法，但我不想用。为什么选择我？你看起来养眼啊，每个男人都喜欢年轻貌美的女人，我当然也不例外。那你刚才为何拒绝？难道我还要跟你说我是丧尸，根本控制不了那里吗？既然做不了禽兽，那就做个君子。君子不趁人之危，你选哪个？或许他真的是个正人君子吧。
如你所说，没有这顿饭，我肯定就饿死了。你已经救了我一命，跟着你是我最好的选择，所以我还能再吃点东西吗？你饿太久了，一次不能吃太多，胃受不了可能会致命的。原来他不是在用食物要挟我啊！接着，二人交流了一阵。逍遥得知女孩名叫林巧妮，末日爆发时家里只有她和父亲，有着父亲的呵护，在末日爆发后也不至于饿肚子。但5天前，父亲被几人用带病毒的武器给伤到，父亲含着泪将自己反锁进卧室。至此，林巧妮的噩梦便开始了。在二人沟通好细节之后，逍遥便拨通了卫星电话。儿子，是你吗？妈，我是逍遥。儿子，你怎么变成女儿了？不是，阿姨，我是他朋友，他就在我旁边，因为遭遇火灾被呛坏了嗓子，所以让我代为转告。阿姨，逍遥说让叔叔说话。臭小子，找老子我干嘛？叔叔，您那边说话方便吗？就我跟你吗？叔叔，他说接下来的话非常非常重要，您一定要重视。好，你说，我听着呢。叔叔，逍遥说丧尸的脑袋中会有几率产生一种叫尸囊的东西，凑齐10个后吞服，再感染丧尸病毒，将会有大概率成为进化者。进化者，顾名思义，就是那种电视小说中的能力者。具体的数据他这边还来不及去深究，但肯定会比普通人强很多。原来他是进化者，怪不得能从对面过来还安然无恙。若是我也成了进化者，那就不用依靠别人了，还能为爸爸报仇。他还说您那边可以准备好尸囊，万一受伤就可以直接使用了。知道了，臭小子，你就是胆小。对了，你妈让我问问你到底怎么回事，严重吗？没事的，阿姨。逍遥他现在已经是进化者了。随后双方又聊了一会儿，便挂断了电话。将信息传递给父母后，逍遥的心情也舒畅很多。哥，那个，我能成为进化者吗？就你这渣渣的意志力，还有弱不禁风的体格，我估计变成丧尸的概率得有90%。那怎么办啊？简单，锻炼啊，磨练意志力，等到合格了再用尸囊。当然，最大的原因还是怕你成为进化者，脱离我的控制，所以最好等我达到下一个层次，你再进化。来，小亮，给他整个活。光头，还不错嘛，居然忍住了。哥，这是什么？你等会多穿2件衣服，然后套上这个，我们离开这儿。哥，我爸爸就在里面，您能帮帮我，让我再看他一眼吗？随后逍遥暴力踢开了门，却发现卧室里空空如也，根本没有什么丧尸。林巧妮瞪着双眼，再次跪在地上，脑海中浮现出5天前的画面。巧妮，别怕，爸爸会一直在身边陪着你。几个日夜，每当他害怕时，便会想到父亲在隔壁卧室陪着他，把他在几度崩溃的边缘拉扯回来，却没有想到父亲为了不伤害到自己，在尸变前就已经跳楼了。哥，你确定在衣服上弄上丧尸的污血就不会被咬了吗？现在就是锻炼你胆量的时候了，跟着我在丧尸群中穿梭，不要出声，更不要大口呼吸。随后二人有惊无险地回到了逍遥家中。哥，原来你就是逍遥啊，怪不得我听起来这么耳熟呢。早就听说过市一中那个风流少爷了，最喜欢用钱来俘获女生芳心。您的大名真是如雷贯耳啊！不过倒是奇了怪了，你现在怎么转性了？原来我这么有名吗？那为什么我没在学校见过你？因为父亲在这里买房子的时候特意做了调查，重点嘱咐我这个小区最不能招惹的几家混小子，说我要是被你们这些大少给霍霍了，他也无可奈何。而且我家才搬来1年，我就还没转学。原来如此，我就说怎么可能漏了你？至于为何转性，实属无奈啊。你先去洗个澡吧，别把我家弄脏了。好。哇，逍遥哥哥用纯净水洗澡，这也太奢侈了吧！就在早上，哪怕就是这么一口纯净水，我也不会想着跳楼了。那明明是你太废了好不好？你老子都给你把整个楼的丧尸清理干净了，你还不敢出去？现在我要先想办法把地下室内的枪支弹药藏起来。还好父亲当初在装修别墅时，便在地下室的基础上又修建了一个储藏室，用来存放一些机密文件和贵重物品。不过那个门采用的是电子密码锁，现在只能趁他晚上睡着了，再去用发电机改条电路。哥，我好困，能先去睡一觉吗？谢谢哥。随后的10多天里，逍遥每天都在外出猎杀一阶丧尸。然而，拥有尸囊的丧尸本就非常少，因此一阶丧尸出现的概率也就更加低的可怜。
都快1整天了，就找到这2个，看来小区内的一阶丧尸已经非常少了。明天要去远一点的地方收集晶核了。哥，您回来了，累坏了吧？快来吃饭。哥，你不吃吗？自从我见到你，就没见你吃过东西，连水都没喝过一口，你不饿吗？我已经吃过了，你吃吧。虽然逍遥每次外出都有在刻意的隐藏自己，但回到别墅他还是有些放松了警惕，而且林巧妮也在别墅的院子中留下了身影，更加避免不了有心之人的觊觎。计划昨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要理会别墅周围的丧尸，直接潜入别墅，控制别墅里的那个女人。次日天还没亮，逍遥便出去了。林巧妮起后吃了些东西，便又开始了一天的锻炼。虽然不知道他每天在外面干什么，但回到别墅身上总是沾满丧尸的血肉，我一定要尽快成为进化者，帮助他，并且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你们是谁？不想死就给老子闭嘴！迅速检查别墅，若有危险及时发出预警。敢喊叫我就杀了你！别墅里平常都有几个人？7、8个吧，都是我男朋友的家人，他父亲、大舅哥什么的。闭嘴！我早就了解清楚了，别墅里就你们2个，再说一句胡话，老子杀了你！知道你还问我？他去哪了？找吃的啊，不然我们吃什么？他的枪是哪来的？捡的。真的是捡的，不然还能从哪来？反正他是这么给我说的。别墅里的枪械藏在哪？不是大哥，那是枪啊，不是大街上的树叶，说捡就捡，当然被他带出去了，哪还能藏在别墅里啊？那他什么时候回来？不是哥吗？你上班都做不到准时下班，你还指望在末世能有个准时准点什么的啊？好像好有道理哦。哥，还有些时间，你看。哥，还是你先来，我们兄弟排后面。你们不要乱来，我男朋友很爱我的，他有枪。说实话，就你们拿的这几张破弩，他一梭子下去，你们体重都得长半斤。小姑娘怎么说话呢？我哥可是进化者。进化者？要是你哥真那么厉害，为何还要缠我家的枪？你这妮子攻击性怎么这么强？你们如果伤害了我，他肯定会恼羞成怒的朝你们发泄怒火。我没事，他还会顾及一下我感受。我若被你们糟蹋了，他便毫无顾忌。说实话，在他的眼里，你们就是渣渣。确实，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不会在乎一个被3个男人糟蹋过的女人。而且，万一在做那事的时候，他回来了，那就糟了。另一边，逍遥因为小区附近的一阶丧尸已经很少了，便来到了更远的地方探索。此时已收获3枚能量结晶，正站在街头寻找下一个目标。运气真不错，第4个晶核。等等，那是什么？这个家伙估计已经有2阶实力了吧？惹不起，先溜。好了，你不是要咬我吗？咬！还好这次出门还带了这把伞，不过这下也不能用了。爬行者的头骨异常坚硬，随后逍遥费了好大的劲，才撬开了脑袋。一番捯饬后，一颗1阶能量结晶出现在手上。这颗能量结晶颜色都快不一样了，看来已经无限接近2阶了。先找个地方把今天的成果都吸收了。散弹枪也坏了，若再遇到类似爬行者的生物，可就真的完犊子了。还是先回家压压惊吧。你们的计划有问题。屁！难道我们3个男的在偷袭的情况下还搞不定你男朋友？计划再好，鱼儿不上钩怎么办？你什么意思？每天他回来时，我都会在别墅门口迎接。今日若是我不在，你们觉得他不会心生警惕吗？能在末世里活下来的，每天都在和死神抗争，所以一定会非常谨慎。真如他所说，那确实有可能。我很好奇，你为何会提出来？他可是你男朋友。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更别说是在末世了。只要有本事，能活着还会缺女人吗？再说了，我和他认识的时间也不长，你觉得他在警觉后冲进来救我概率有多大？没错，如果换作是我，估计也不会冒这个险。所以说，我是在为自己着想，跟着他或是跟着你也没什么区别。不过，我觉得大哥你是进化者，若再加上枪械，那便是如虎添翼，所以我感觉跟着您更有前途。如虎添翼，哈哈哈！好，这个词用得好。
良禽择木而栖，我也想攀个高枝，但我这样做也不是没有要求。什么要求？我只求大哥不要让他们染指我。哥，不要听他的，万一他耍诈怎么办？对了，大哥，我其实还是个厨哦。哥，你听，这怎么可能？二人每天朝夕相处，我就不信那人忍得住。是吧？我自己都不敢信，他救下我已经10多天了，愣是一下都没有碰我，说什么温柔乡就是英雄种，在末日要时刻保持最佳的状态来面对危机，还说什么他自己是正人君子什么的。依我看啊，他估计就是个性无能，不过这倒是便宜大哥了。嘿嘿，此话当真？哥，不能信啊，万一他骗我们怎么办？是不是真的？大哥，你以后试试不就知道了。少废话，我自有定夺，给他松绑。哥，松绑。希望你不要耍什么花样，否则我让你生不如死。放心啦，大哥，我不会拿我的生命去开玩笑的。你们就喂吧，他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回来了。顶级一阶的晶核吸收起来虽然较慢，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还不足以令我进入2阶，不过我现在已经能明显感觉到力量和速度都有所增加。如果有戏份的话，那么现在我应该已经踏入了1阶后期的程度了。他来了。如果不是你，那我也活不到现在了。父亲时常教导我知恩图报，今天我就把这条命还你了。逍遥，快跑！有人想要杀你！臭婊子，你敢骗我？快跑！有人要杀你！他们3个人手持铁弩，还有一个是进化者，快走！你这个样子，叫我怎么走？我逍遥虽不是什么好人，但也有自己的原则，好吧？逍遥哥，你走啊！你快走！他们有3个人。这人怎么回事？脖子上插根线，还生龙活虎。那小牛将你说的那么厉害，我看也就一般般嘛。该死，为何以前不和父亲学些格斗术呢？这家伙战斗技巧看起来像是当过兵的。如果我有那只爬行者那样的战斗本能就好了。逍遥哥，怎么样，小牛，你的依靠不行哎，就这样被我踩在脚下。哥，你逍遥哥。哎，是你吗？不是大哥，你血都变成黑色了，马上就要尸变了喂，就连纹路都出来了，他们的剑上有尸毒的。我不是跟你说过地下室有给你准备的尸囊吗？本来想提醒你，但是你闭眼是几个意思啊？现在这个样子打个字都费劲，还能变回去吗？林小妮，生死攸关的时刻来了，挺住了，你就能获得新生；挺不住，我就会抛弃你，然后再找一个能陪我说话的人，一切看你的了。哥，这次若是我能挺过来，不论你是什么，我都做你的女人。若是我变成了丧尸，那拜托你杀了我，然后将我送回家。我想我的床了。你一定要挺过去，要知道自己的人生活条件可是相当优渥的。但你若是没挺过去，抱歉，一个没有任何作用的丧尸，我也只能丢了。我是没有时间送你回去的。哥，谢谢你。去你！丧尸可不咬我。哥，你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哥，我这是成功了吗？我现在算是进化者了吧？来吧，展示。哥，你看，比以前高了这么多，看来我已经是进化者了，哼哼。进化者之间亦有差距，再好好练练吧。可恶，让你小子给装到了。哥，能给我说说你的情况吗？我想多了解你一点。准确来说，其实我是一只丧尸，一只拥有人类思维的丧尸。丧尸？后悔了，我记得某人说过要做我女人的。怎么可能？离肉不弃，我便不离。停！你俩给我玩尬的是吧？重新来一遍。
随后逍遥出去清理那3人的尸体。此时卫星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哎，喂，叔叔吗？我是巧妮。哈哈，小妮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叔叔现在也是个进化者了，老牛逼了。真的吗？那恭喜叔叔了。逍遥呢？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告诉他这个消息了。您稍等，我去找他。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叔叔他也成进化者了。叔叔，逍遥说他很高兴，恭喜您呢。还有个好消息，我已经解决了原来的首领，取而代之了。等这2天攻破小镇警局，就能完全控制小镇了。然后以小镇为基础壮大势力。总有一天，我要让这 M 国的天性小儿子，等我把丧尸王头颅打碎的那一刻，就是我们父子团圆的时候。打碎谁的头？我的吗？没想到末世了，我爸的野心比以前更大。不行，命只有一条，得劝他低调些为好。叔叔，逍遥说还是低调一些好，末世路上举世皆敌啊，稍有不慎，满盘皆输。低调个屁！没有实力才低调，有实力还低调那叫装逼。儿子，小心没有错，但不能因为谨慎而失了野心。一个人武力再高，也敌不过一方势力的运作。以前你没有野心没关系，但现在爸不在你身边，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现在多好的机会啊！你知道病毒为何会让人变成丧尸吗？你知道使人进化的原理吗？你知道这1个月来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有多少势力在悄然崛起吗？别想了，你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但若你掌握一个大势力，其中各种人才就会为你所用，替你去探究各个领域的奥秘。偏安一隅终会使你落后于世界，人类不会灭亡。若你老子我不死，终究会站在世界的金字塔尖。死鬼，你又在给你儿子灌输你的野心论了。我说肖大力，你飘了啊！小飞，别听你爸的，你好好活着就行。好了，不说了，你老子我要睡觉了，明天还要去清理警局的丧尸，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叔叔的想法还真是惊世骇俗啊！不过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个理。一个人的力量终是有限的，就像现在收拾个尸体还要哥你亲自动手，若是咱有许多下属，这些琐事还用得着自己来吗？那还不是因为你太废了。哥，今天叔叔和我都成了进化者，算不算双喜临门啊？咱得好好庆祝一下。还双喜临门呢，老子今天差点死2次。哥，你还是不吃吗？那你吃什么啊？不会每天出去都是在吃人吧？那不吃东西，你不会饿死吗？要是丧尸能饿死，那过个1、2年，人类被吃光，丧尸也饿死了，你觉得可能吗？好像确实不可能哦。随后林巧妮继续吃东西了，逍遥则陷入了沉思。父亲的话给了他极大的震撼，颠覆了他近1个月以来既定的战略方向。我想好了，我也要组建自己的势力。哥，你决定了？只是让我一个丧尸领导人类，听着有些扯淡啊。他们会服从一个丧尸的命令吗？而且我还不能说话，怎么去建立势力啊？真是伤脑筋。只要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你是丧尸啊？这件事以后就是咱俩之间的秘密了。市面上有那种真人面皮，戴上后就和真人的皮肤差不多，我觉得你可以找个来试试。至于不能说话，那也简单啊。如果哥你信得过我，我当你的代言人，你时刻保持着神秘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带来足够的压迫感，更好的控制人心。果然父亲才是正确的，很多细节一个人根本无法面面俱到，但多个人思考就能多出更多的解决方式。还有什么想法可以说说看？想法当然有啦。哥，你还能变成早上的那种怪物吗？这是什么能力啊？说起能力，逍遥在心里审视了一番。随着最近吸收不少的能量结晶后，除了力量和速度有所增加外，还有威慑与控制能力的范围和效果也明显有所增强。至于变身爬行者这个能力，难道说自己想变什么就能变什么？让我把左手变成一块能够抵挡子弹的盾牌，岂不是就无敌了？看来不行啊，估计是和我吸收了爬行者的晶核有关吧。应该还能变成那个样子，要不我再试试。哥，以后这个能力能不用就不要用，有暴露的风险不说，还很吓人的，万一暴走了怎么办？确实，变身那一刻，我就只想撕碎面前的人，吃了他的脑子，感觉大脑真的很美味呢，仿佛自己又拥有了味觉一样。不过估计是因为进化者缘故吧，仅仅一个脑子就补充了我变身所消耗的能量，让我可以忍住不对林巧妮下手。夜晚，逍遥再次外出，搜寻了些林巧妮提到的物资，还寻到了一副合适的真人面皮。戴上后，虽然看起来有些僵硬，但至少像个人。
2天里，林巧妮一边休养恢复腿伤，一边和逍遥制定了各种含有某些特殊意义的动作。第3日，2人则穿戴好了装备武器，在身上涂抹了丧尸血液，开始了对小区周围丧尸的清理。现在离别墅已经有一段距离，可以开始了。10米的距离，说远也不远，但逍遥还是打偏了。孩子，这并不好笑。尽管有消音器，但还是发出了轻微的声音。周围的丧尸纷纷转过身，朝着2人走来。随后，逍遥发出一声轻微的怒吼，半径15米内的丧尸纷纷停下了脚步。丧尸受到伤害，威慑技能失效，朝着林巧妮奔来，让她心生警惕，慌忙连开2枪。第1枪击中了丧尸的胸部，第2枪直接飞到天上去了。他大惊失色，要不是逍遥再三叮嘱不能发出声音，他早就喊出来了，转身欲逃。这时一声枪声传来，一颗子弹飞进了丧尸的侧脑。林巧妮见状也不甘示弱，不管能不能打中丧尸的脑袋，开枪就是了。接下来的时间里，2人逐渐的向远处推进。推进一段距离后，逍遥带着林巧妮躲进了道路旁的草丛中，等待周围的丧尸群平静后，折返回去收集尸囊。哥，我表现还不错吧？你都是进化者，要还是双腿发软，都对不起我对你各方面的锻炼。而如此大的动作，当然瞒不过躲藏在小区各处的幸存者。不过思想已然转变的逍遥并不在意，若是有人求救，他也不介意做回英雄，毕竟想要建立势力，也有人啊。喂，救救我，求你们了！终于来了。这就是末世吗？除了丧尸，还有来自各种形形色色生物的威胁。巨鹰越飞越高，女子害怕极了，却又不敢挣扎。如此高度掉下去，肯定摔成一滩肉泥了。而肩胛骨被锁，双臂又动不了。慢慢的，女人认命了。巨鹰带着她飞到了大山里，这是块天然形成的岩石平台。女人瞪着眼睛，瞬间明白了将要面对什么。平台上几只篮球大小的雏鹰嗷嗷待哺了。女人的嘶叫声回荡在整个山谷。小区另一栋复式楼内，7、8个人望着一个50多岁、有点谢顶的人，心有余悸。尤其是李霞，先前他们也想打开窗户呼救，但被王教授制止了。虽然不知道那个女人会面对什么，但下场绝对很惨。教授，谢谢。没事，大家肯服从我的安排，我肯定会为你们负责的。教授，您看那2人会不会就是您说的军区安排救援您的人啊？应该不是，他们的枪械看起来是出自公安系统。没关系，他们是警察就有义务保护我们，更别说还有您这个院士级别的生物学教授了。没错，王教授，您可是人类的希望，末日病毒的研究还得指望您呢。哼哼，小张，去找张白纸来，写上求救信息，贴在窗户上。是，教授。只要听我的话，你们会活下去的。假面骑尸手亮相，一举爆头2阶变异丧尸，拯救幸存者们于水火之中。末日爆发后，王教授利用各种方法击退丧尸，例如将门掏个洞，让丧尸只能钻进脑袋来，又或者将楼板砸通，连接上下楼等。他利用聪慧的头脑和能够让军队救援的身份，使大楼内的10多号幸存者以他为尊。因为掌握着物资分配的权利，幸存者里的女人都想要分得更多一些，总会在夜深人静之时走进他的房间。以前有身份和家庭羁绊的他，根本不敢做一点出格的事情，但现在就算作风有问题，也没有纪委来查了。此时，另一栋复式楼里，一个男子愤怒地朝着脚下的女人咆哮着：“臭娘们，你要干什么？”刘凯军，外面已经有警察在清理丧尸了，你做的好事就要曝光了。都是汪龙他们做的，和我没关系。我告诉你们，别用这副眼神看老子。那小海呢？他还只是个5岁的孩子啊。我都说了，是他精神出了问题，跳楼了。是吗？整个大楼和地下车库的物资几天前就被汪龙他们搜刮干净了，我们都饿了好几天了。但我看你还挺有力气啊。没错，自从他们走后，你一块面包都没有给过我们，凭什么让我们听你的？凭什么让我们伺候你？等警察来了，我们就要举报你这个食人魔！你终于不装了吗？姐妹们，快逃！你们都死了，就没人知道我的秘密了。就算外面的警察不救我，你们也足够我生活一阵子了，哈哈哈！
别杀我，我不会说的，我不会说的，我不信。真的，我发誓。若是你能在他身上咬下几块肉来吃，我就不杀你，这样我们就是一类人了。不行！吴梦娇，你不是很饿吗？吃吧，只要一口就能让你胃里舒服一些，只要一口你就不用死了。对，就是这样。你很渴，喝吧。对，你还很饿，快咬吧，快吃一口。哥，我们为什么要来超市啊？咱也不缺物资啊。咱俩辛辛苦苦清理了小区里的丧尸，难道让他们下来占领超市啊？有吃有喝，他们凭什么听我们的？我们是要组建势力，又不是建福利战。教授，他们怎么可以对我们的求救视而不见呢？是啊，教授，怎么可以这样啊？他们可是警察。有可能是他们累了吧？外面的丧尸已经很少了，我们也可以离开这里去超市。末日了，这些物资是属于全幸存者的。教授，这样出去是不是太冒险了？外面可不像大楼里有各种掩体可以利用啊。不出去，我们还能饿几天？那我们还有力气出去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可是今天我观察过，他们衣服上沾了丧尸血，我才可以骗过丧尸。我们也可以学他们，今晚休息一下，明天离开这里。有谁不想走的，我不勉强，但留在大楼里肯定是死路一条，你们自己考虑清楚。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没有人还能保持最后的人性。你不必自责。明天我们要出去，我希望你在这期间调整好心态。若明天你还是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老子不介意弄死你自己去。次日，超市内，逍遥正在擦拭着枪支。昨晚他连夜回了趟别墅，又取了些枪支弹药过来。幸存者等会可能要来，所以我必须要保持绝对的武器优势，才能让他们难生诡异。首领，目标出现。林巧妮，你在搞什么飞机啊？这是我昨晚在书上学的。要想在幸存者中确定您的地位，就必须要我这个最亲近的人以身作则，树立个您高高在上的形象。门外几个健壮男子负责开路和殿后，将其余人护在中间。哥，你看那边，这铁弩和前些天那些闯进别墅的人所持的一样矮，是同一拨人吗？哥，快看，那边那只丧尸有点奇怪。二阶丧尸，而且也是和爬行者一样变异过的，另一只手臂还化成了古人类似的东西。那是什么？就是两个跟我们一样的普通幸存者，能不能不要一惊一乍的？你见过哪个丧尸会使用工具？又咋了？你们快看那边！哥，一定要击中了，不然就只能带着林巧妮逃了。死了吗？先进超市再说。随后众人很快就来到了逍遥面前，林巧妮则默默地站在了他身后。谢谢你们，能让我们进去躲一阵子吗？如果可以的话，还请给我们一点吃的喝的，我们将不胜感激。谢谢您，非常感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鲜血与血肉的味道，难道这两人？你先进去吧，记住枪不离身。诸位，超市里的吃的随便取用，但不能浪费，不能私藏，吃多少取多少。小姑娘，这危险都解除了，干嘛还端着个枪啊？对了，你会用枪吗？怎么，你想试试我会不会用？嘿嘿嘿，不敢不敢。昨日这小姑娘杀起丧尸来，可没个心软。小姑娘，你们是警察吗？别叫我小姑娘，要叫我二当家的。所有人就按二当家的说的去做，不要浪费，不做私藏。不能随地扔垃圾。那个谁，把你扔的食品袋收起来，等会统一处理。还有，因为现在停水了，以后只能出去大小便。让我们去外面上厕所，那怎么行？万一遇到丧尸怎么办？外面丧尸已经不多了，只要小心一点就是安全的。难道你一定要弄得这里臭气熏天？大哥，我觉得现在能够活着才是最重要，还计较其他的干什么？
佳明，反正你们想要待在这里，就得按我说的做。呵呵，小妹妹，要不我每次想要方便的时候，你和我一起去保护我怎么样？我是不会介意的。对了，你们介意吗？哈哈，不介意，当然不介意了。哈哈，果然还是有人跳出来反对呢，还敢调戏我。你们怎么这样？我只是想让你们在末日里生活的好一点，难道你们想合着屎尿味道吃喝吗？各位，我觉得这位小妹妹说的没错，在不威胁生命安全的情况下，我赞成她的意见。刚刚这小姑娘脸上看似生气慌乱，但神态中总有点充斥着自信的味道，是错觉吗？首领，这位兄弟，大家都是幸存者，他也只是一时口快顶撞了二当家，但罪不至死啊！他说着，心里又一阵忐忑，真怕面前男子给他也来一枪。但作为外来幸存者中的核心人物，他又不得不说话。逍遥看了眼林巧音，意思是让他继续表演。刚刚超市里的对话已经通过对讲机完整的传到了他的耳中，这也是他直接以雷霆手段击杀那男子。罪不至死，这位大爷怎么称呼？大爷。老师是全国著名的医药专家，生物学教授，授院士称号。王祥之院士，你们没听过？王教授是吧？如果他以人为食，那该不该死呢？吃人。本来以为是他太爱逼逼了，才引来杀身之祸，甚至还庆幸他死了，就没人知道我也是吃过人的。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末日中想要活下去，采取各种手段，甚至杀人都能理解。但队伍中若混进一个食人魔，那谁也不能保证某一天会不会成为他的食物。就是吃人，太可怕了。若他真是食人魔，那的确死有余辜。别杀我，是他逼我的。我要是不吃他，就会杀了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他还吃了队伍里的小孩，害怕我们将他的事情说出去。还杀了几个姐妹，是他，真的是他逼我的呀！整整一天，他都在向我灌输着食人思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真的很痛苦。他还说什么杀丧尸有可能会死，但偷袭幸存者就很容易了。若再出现食物危机，他绝对还会杀人食之的。既然你是被逼的，那暂且放过你。若让我发现你还有食人念头或其他不轨举动，哼！是。你们都吃的差不多了吧？你还有你，把他的尸体扔出去。你们几个女的把这里的血清理一下。这年头有枪便是老大，几个被点到名的人没有片刻迟疑，就按照林巧妮说的去做了。王祥之暗自皱了皱眉，自己的领导地位似乎就这样被剥夺了。接下来的2天里，逍遥还是一如既往的外出猎杀一阶丧尸，漫漫进化路，不进则退。而他在吸收那颗银白色的2阶能量结晶后，除开为他提供了相当于10颗1阶晶核的能量外，并没有攫取到那只变异丧尸的骨刃能力。能力攫取究竟是巧合还是有其他限制，现在倒是不得而知。不过我能够隐隐感觉到，现在大概还差20-30个晶核就能晋级2阶。而这几天，超市又陆续来了几名幸存者。现在每次逍遥回来，幸存者们都会默默点头，并轻声称呼一声首领，算是默认了他2人的身份地位。要下雨了。幸存者中不知谁喊了一声，正是因为一场雨，世界变了。或许是经历过那次下雨事件，所有人都对下雨保持着敬意，就连逍遥都没敢出门。对于这位神秘而强大的首领，众人的心里都保持着敬畏和好奇，好奇他的神秘为何会如此强大，为何能在满是丧尸的世界中一次又一次的安全归来。再等几天吧，等出现食物危机的时候，再由你提议外出，才能顺理成章，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抵触心理。你问问那个王教授，对于这场灾难，他可有头绪？王教授，您是医药生物学教授，对于这场灾难有过什么想法没啊？有想法又能怎么样？根本就得不到证实。没有试验仪器，就无法从微观角度去分析人类尸变的原因。科学是严谨的，没有系统检测，我就不能妄下结论。那依你之见，人类会在这场灾难中灭绝吗？或者人类能够杀光丧尸，重返文明吗？我觉得人类是一种很神奇的生物，虽然脆弱，但整个人类种群却又充满生机。生存条件越艰难，便越是顽强。而丧尸的数量庞大，从前几日那只强大的丧尸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怎么说呢？就是丧尸能够升级，并且还能朝有利于生存的方向变异。所以我觉得丧尸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灭绝，人类和丧尸估计会共存于这个世界很长一段时间。教授，
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样，丧尸逐渐变强，那人类还有活路吗？优胜劣汰是自古不变的生存法则，活下来的人类也会在这场末日里变得更加强大。你们看看首领和二当家就明白了。教授，你看，这都快2个月了，也不是每个丧尸经常都能吃到活人血肉，但是为什么他们却并没有饿死呢？这个问题以前科学界还真有过探讨，源自科学界对当前科幻电影中一些不合理的地方的批判，最后讨论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暗物质理论。大概就是丧尸能够吸收宇宙中的暗物质，将它们当作能源，就像植物吸收太阳光作为能源一样。那就是说，即使丧尸不吃不喝几百年也不会饿死，对吧？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只是要确定是否如此，过程非常复杂，以目前幸存者们的条件会很难。王教授，你说如果我和首领想要建个幸存者基地，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不知是什么性质的幸存者基地？这个问题很重要吗？当然，基地的性质决定未来的方向，比如权力性质是独裁还是民主之类的。基地成立的目的是为造福幸存者，或是满足掌权者私欲。林巧妮望向逍遥，说实话，他们还没讨论过这些。二人也只是个高中生，还未达到如此高度，不过只是因为父亲陆大力而升起了建立势力的想法。人老了，想法总是那么不切实际。其实总结起来就3个字：地、人、枪。一个相对安全的基地需要足够多的人口、犀利的武器，比如说原 LC 军区。我说王教授，原来你还没有忘掉军方承诺的救援啊！你说的对，人老了，想法就总是过于理想化。不过说实话，我并不是很看好 LC 军方。现在的军营和以前不一样了，没有高大的城墙，分散式管理无法有效阻挡丧尸。末日爆发的太过突然，军方也有很大概率会从内部瓦解。王教授你，虽然我知道可能性小，但在末世中终归要有希望。纵观整个小区的幸存者，也只有我们所在的大楼幸存的人数最多，其他大楼都只有猫狗2、3只。是我给了你们希望，让你们活到了现在。若是二位真的能带领我们活下去，我王祥之第一个臣服。和丧尸搏斗我可能不行，但出些主意还是可以的。没错，就是只要能活下去。那就要看各位的了。超市的物资也就这么多，吃完以后呢？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要出去和丧尸搏斗，攫取资源，从城市杀出去，建立幸存者基地？这不太可能吧？我们还能活着走出去吗？实不相瞒，首领已经初步掌握了人类变强的方法，只是概率还未知。不过以后就算被丧尸伤到了，也很有可能不会死，并且还会成为进化者。概率未知，那活下来后还会被病毒感染吗？这把匕首就在昨夜杀过一只丧尸，之后便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们瞪着眼睛望着林巧妮的手，过了一阵，他们想象中的鲜血变黑的状态并没有出现，反而开始结痂了。太好了，这样我们杀起丧尸来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切，就你那天遇到那这厉害的丧尸，不知道是谁被吓得尿裤子。首领二当家，我有个事要说。我看首领不能说话，估计他也难受得紧。我老公他们公司在研究能够将脑电波和声音信息相互转换的高科技产物，用来服务于聋哑人。虽然现在是个半成品，只能将脑电波转换为声音信息，但首领应该用得上。公司名字叫什么？位置在哪里？随后逍遥得到具体信息后，就立刻出发了。能够说话对他的诱惑还是极大的呢。二当家，首领这就走了吗？会不会有危险？放心吧，首领的强大不是你们可以想象的。明天你带领这群幸存者开始清理小区里的所有丧尸，还有就是保护王教授的安全。但如果真的遇到危险，这些人都可以放弃。别墅的地下室里还有武器和物资，足够你躲到我回来。逍遥望着面前的大桥，陷入了沉思。按理说，末日爆发的时候，上面绝对人满为患，但现在却空空如也，一只丧尸也没有。事出反常必有妖，他先控制了周围3、4只丧尸，朝着桥中间走去。观察了一阵后，却没有任何动静。难道是自己想多了？就在他正准备过桥的时候，原本平静的河面突然跃出一个庞然大物。变异黄河里，而且还不止一条。算了，拼一把，能够获取的能量肯定是有限的，能进化出这几条就很不可思议了。毕竟绕路的话要走好远，而且说不定其他桥也是这种情况。随后，逍遥在附近聚集了大量丧尸，用声音吸引到桥上去后，便疯狂往对岸跑去。
没想到有一天居然会被几条鱼堵住。虽然这些鱼已然达到2阶，但就算我用这把美式超网击杀，也没办法攫取精华。给我等着啊！等老子到了2阶，就去隔壁找根螺纹钢钓竿来排你们。就是连河里的生物都如此强悍，那些被大海环绕的岛国，会不会直接灭绝在那些进化生物手中呢？2个半小时后，逍遥便来到了李霞所给的地址。开发区写字 C 座16楼，就是这里了。在进入公司后，一个丧尸恰好从逍遥身边经过，而胸牌上的名字却引起了逍遥的注意，这使他回想起出来时，李霞用恳求的神色请逍遥留意一下她老公的情况，而此人正是魏远文。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好的运气。稍作停留，逍遥便继续搜寻起来，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脑波传声器的样机。进入会议室后，他的目光便被桌下已经碎裂的塑料设备吸引了。这不就是个蓝牙耳机吗？唯一的区别就是突出部分有3厘米长，这插进去会难受的吧？这个应该就是发声的喇叭吧？先戴上试试。说些什么呢？都1个多月没有说话了。嘿嘿，我能说话了。怎么是个女生？能不能换一个呀？只要是个男的都行。你好，你好，我是丁真。全民制作人们，大家好，我是练习时长2年半的。能不能来个正常点的？很高兴为您服务。哦，滚！哈哈，这玩意居然还这么先进，能分辨出哪些是想要，哪些是我想说的。这还有一箱样机，全部带走，以免以后损坏了没法用。小区内，一行人全副武装，所有人都望着天花板上一个小洞。他们花了1个小时将超市顶板的混凝土砸掉，下面的活人气息使得楼上的丧尸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想要钻下来，但却无法通过。而下面的人便可以拿武器去招呼这些露出脑袋的丧尸。为何我们几个女的也要杀丧尸啊？交给他们几个男的不就好了吗？这个世界对女人非常不友好，若你们克服不了恐惧，那就会被这个世界抛弃。再说了，首领也不需要废物。好吧。李霞把他想象成你最恨的仇人。仇人？小黑子时不时有笔啊。哈哈，我做到了，我杀了1只丧尸。吴梦教，到你了。在林巧妮的威逼下，所有没杀过丧尸的人都开了张，就连王教授都被他逼得将一把水果刀扎进了丧尸的脑袋当中。没有动静了，上面应该没丧尸了。张家明，你们把尸体顶上去，然后我们再上去。随后，众人来到了2楼，开始以王教授的方案清理各个房间的丧尸。邱志虎来，将这个门劈到缝隙，劈大一点，太小杀起来太慢。李霞，你带几个女的开这些丧尸的脑袋，看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如果有就收集起来，以后你们受伤能不能活下来就要靠它了。收起来后必须交给我，1、2个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只有凑足10个才能搏一搏。仅仅1个早上，他们便清理了1个楼层出来，除了收获的几个尸囊，还找到了许多物资。这是我在末世爆发后吃的最舒服的一次了。就是，大家休息半小时，等会我们继续。王大福，以后大家的伙食就交给你来负责了。是，能在后方待着，谁又愿意去和丧尸拼命呢？而且不论到什么时候，管伙食的都是一名肥差，再怎么也不会饿着。至此，队伍中第1个特权阶级产生了。众人望着王大福，眼中充满羡慕的神色。若以后还想吃到这样的美食，那就加油吧。此时突然传来一声猫叫，一个黑影突然闪了出来，速度非常快。当有人发出惨叫时，众人才看清这个黑影的全貌。进化兽，多趴下。没能一击必杀，1人1兽进入对峙状态。这将再空，恐怕就会被近身了。看来今天的动作有点大了，吸引了2只变异兽过来，还好自己能应付，只是受了点伤。你们谁来给我包扎伤口？佳明，快将窗帘撕开。哦，还是我来吧。哎，二当家，窗外。哎，这是引了一群过来，3只进化兽足以要了我的小命了。现在没跳进来，估计只是同伴生死心生忌惮而已。时间一长，他们肯定会扑上来。此时，他想起了逍遥临走时的吩咐，他的目光悄悄眯了眼房门。
逍遥哥说过，无论是进化丧尸还是其他生物，都会优先盯上最活跃的。我得先让房间里的众人乱起来，快逃！距离房门最近的两人心里同时暗自高兴，以为只要跑出这道门就安全了。可现实总是残酷的。在几只进化兽被鲜血吸引的时候，林巧妮带着众人进入了卧室。快把窗户关上，拉上窗帘。邱志虎，你把床立起来堵住窗户。汪教授，麻烦你和他们用这个柜子把门也堵上。在众人紧张搬动床和柜子之时，林巧妮悄悄往嘴里塞了几颗尸囊，用于快速恢复伤势。进化猫兽的智商可比丧尸高很多，估计不可能自行散去了。都安静点吧，我们等首领回来。此时取了脑波传声器的逍遥心情极好，除了还是和那群变异黄河里兽周旋了一番外，便再无其他波澜。就在靠近超市的时候，他便先后听到了2声枪响。巧妮他们遇到危险了，按理说小区内的丧尸应该没法对他造成威胁了呀。进化兽。逍遥通过高倍镜中望去，看到几只进化兽机警地望着对面窗户。先解决一个再说。随着一声特有的狙击消音器的声音，只见这只进化猫兽被击中脑袋，从树上掉了下去。剩余2只猫兽同时向四周望了望，又瞧了瞧地上的头发，不知发生了什么。此时逍遥再次开枪，又解决掉1只，最后1只猫兽开始急躁起来，嘶叫一声后直接逃窜去了。太好了，是首领回来了，我们有救了！出来吧，现在安全了。你受伤了，首领，是我的错，我没保护好他们，死了2个人。当然我也就这么一说，反正死多少估计你都不会心疼，但我还是要演一下。死就死了呗，我又不在意，只要你没事就行。这不是你的错，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尽快适应这个吃人的世界，没有人是你们的保姆，想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没错，我们得靠自己。今日若不是首领和2当家，我们都成了猫爪下的亡魂。但首领他们庇护不了我们一世，我们也必须跟上他们的步伐。我听教授的。说白了，我说了那么多白说了，不是听我的，而是听2位首领的。是，听2位首领的。先散了吧，休息一晚，明日继续。是，首领。不错嘛，成长这么快。哼，那当然。我先收着，等我到达2阶后，就全力养你到2阶。哥，你说的啊？你养我，我当真了。晚上跟我回趟别墅，好多天都没联系爸妈了，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然后还可以取些武器来作为奖励装备给幸存者。等咱们升到2阶，就可以大规模给他们装备枪械了。没问题。首领，这是您的那份，能请用。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可惜我味蕾都死完了，就连熟肉吃起来都很乏味。来时吃过了，你给他吧。谢谢首领赏饭。 2当家的那盘也是一样的，好吧，我自己吃。没达到讨好首领的目的，可不能让2当家也误会了。早知道就2盘一起端过来了。你是想问你老公吧？很遗憾，他可能运气差了点。谢谢首领，以前老说你去死吧，但现在你真死了。唉。夜晚，逍遥带着林巧妮悄悄离开了超市。小飞、巧妮，是你们吗？这几天你们都没接过电话，是出什么事了吗？这2天我们出去了，哥他怕打斗弄坏卫星电话，所以没敢带。放心吧，阿姨，我们很好。那就好，可担心死我们了。对了，阿姨，我哥他现在能说话了，不过声音可能和以前不太一样，您不要惊讶啊。真的吗？那你快让他说话，我都好久没听他叫过妈了。接下来是一段煽情的戏嘛，我们直接跳过。对了妈，我爸呢？你爸去跟人火拼了。啊，火拼？是啊，镇上还有1伙幸存者，他们来挑衅，说什么一山难容2虎。那会有危险吗？那应该不至于。你爸搞掉了镇上的警局，弄了10多把枪，估计对面还不知道呢。那你也得告诉我爸小心一点，毕竟 M 国那地方到处都是枪。我会嘱咐他的，你也是得小心一些。哥，叔可真猛。那是当然，商场如战场，某些时候资本吃人，可比末世里的丧尸更可怕。那我们接下来干嘛？你去储藏室取2把手枪和以前我收集的消防斧，斧头全分给他们，手枪就作为表现优异的奖励。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开会，昨天死了2个人，我和首领都很心痛，但我们这些人还要继续活下去。二当家，您就吩咐吧，我们不怕和丧尸搏斗。开玩笑，昨晚我值岗的时候，可听到了首领的一点点计划，说不定等会能当个小队长，分把手枪呢。
对，我们跟着2位首领干。嘿嘿，我也是，我的菜刀不仅能切菜，也能杀丧尸。滚滚滚，做你的饭去，等会给大伙都整尸遍了。虽然大家很愿意跟着首领，但我还是要问一次，有不愿跟着我们的，我们不会为难你，超市里的物资也任你取用，但后续搜到的物资便没你的份了。可若选择留下来，就得服从首领的命令，按照组织的规矩办事。哥，够了。不用说了，我愿意跟着首领。对对对，50几岁正是拼搏的好年纪。这人是巧妮请的狗托吗？看来没人有异议了。那么王教授，我们这里你学识最高，最近几天你就不用出去了，替组织想个好听点的名字，还有组织纪律等一些章程。好的，看来二当家还是很照顾我的。二当家，我还是想问问，咱组织是什么性质的？组织第1条准则，绝对服从首领的命令。好，独裁就独裁吧，能活着就好。现在除了首领，我还有教授和王大夫，刚好可以组成3个4人队伍。你们可以自行组队，但我建议3个女生尽量做到人员平衡。既然我们同属一个组织了，就应该互相照应。我毛遂自荐，我要当队长。你们谁来我队伍？我要求不高，当然女生暂时只要1个哦。你这个傻大个都能当队长，那我也可以。谁来我队伍？张家明，你是说我没有脑子？我可没说哦，你急了。瘦猴，你机灵，你跟我组队，咱们一文一武，绝对干翻这个书呆子。过来，霞姐，来我队伍吧。干嘛跟着你？我要自己当队长。霞姐，你是在开玩笑吗？昨天你杀个固定的丧尸都手抖。面对那些比老鼠、蟑螂还恶心的丧尸，手抖不是正常反应吗？以前我以为只有依附男人才能活下去，但直到我昨天看见二当家英勇击杀进化猫兽，让我明白了，女人也可以在末世里撑起一片天。可是，好了，就这么定了。3个小队长：邱志虎、张家明、李霞。邱队长，我来你队伍吧。原来是宋英灵啊！我记得之前我们第1次杀丧尸，你还尿裤子了，后面你也怕得要死。不行，不能要你。我也不能让你拉低我们队伍的实力。你们之前明明说来者不拒。英灵过来吧，他们不要你姐要你。我和首领会先帮你们把美东安全通道里的丧尸清理干净，但剩下的就交给你们自己。这群人拿着消防斧冲进楼里，就是一阵乱砍，砍完还要劈开脑子，在里面搅拌搅拌。只因丧尸病毒爆发，而有人发现丧尸脑子里会长出一种叫尸囊的物品，可以使人进化变得更强。光头，诸位，这第4层我们承包了，你们2个小队去上面吧。凭什么你们选第4层啊？就是凭什么？算了，剑锋，与其在这和他们争，还不如抓紧去下一层。霞姐，这层就归我们第2小队了吧？你们去上面1层。你们算了，走吧。夏姐，他们太欺负人了。夏姐，您怎么了？夏姐，您说句话呀。小宋，你看这些丧尸，首领们击杀后，但没有去取尸囊。肯定啊，以前他们某人只能自己动手，但现在有我们一众手下了，这种苦力活自然是交给我们了。尸囊的数量是最后取胜的关键，你说我们可不可以？高，夏姐，您真高。首领们也没说不能取他们击杀的丧尸尸囊，大家快行动吧。至于下面几层，等他们去其他楼层了，我们再去。这时，第1小队已经将通道大门劈了条缝隙，通过这条缝隙能击杀探出脑袋的丧尸，但击杀3个后，就没有丧尸从缝隙里出来了。队长，没有首领说的尸囊啊。尸囊是概率出现的，把门打开吧，我们可以进去清理了。队长，第3个。小宋，快将你们收集到的尸囊献给首领。首领二当家，我们是看你们2位杀丧尸已经够累了，队伍名次倒是其次，就是想着能不能替2位首领分忧。对，首领，这是我们收集到的3颗尸囊。我们确实没工夫干这些活了，你们收集到的那就是你们的了。再说了，你们二当家确实没交代不能捡漏，是吧？谢谢2位首领，那我们继续了。小宋，你和童剑锋继续向上挖尸囊，我和怀玉就从6层开始清理丧尸。队长，为什么我们不一起上去，搜完再从顶楼清理下来呢？如果那2小队够傻，那这个方法我们在下栋楼还能用呢。哥，这个李霞不简单啊。是啊，我们也得尽快提升，不然还真玩不转。不知道等结果出来的时候，那2个小队是什么表情？
哇，金色传说！听说这个尸囊产生的概率是1/10，我们这层楼只击杀了8个丧尸，就找到了1粒尸囊。走，我们去楼上看看。小姐，要我们帮忙吗？滚，不要打扰我们。嘿嘿，看来都没我们快。走，继续。半小时后，3个小队同时出现在了6号楼的门口。先休整半个小时，然后进入6号楼。收到。我说这次该让我们小队先了吧，你们去2、3楼。哎，我就不。随后一笑，邱志虎所领导的第1小队异常勇猛，手起刀落，手起刀落，一路砍瓜切菜。而张家明所的小队相对保守一点，还是会利用每道门去击杀丧尸，不过分成2组，效率也是快了很多。李霞的小队就更比较轻易，基本是4人一起行动，比起其他2个小队来，效率低很多。但是太阳落山后，所有人都回到了超市，晚饭后便开始聊起了一天的收获。哎，张家明，你们今天收集了多少尸囊啊？也不怕告诉你们，我们收集了11枚尸囊，但是你们也不用气馁，毕竟还有2天呢，而且不是还有霞姐的小队吗？虽然我们已经收集了20多枚尸囊，但是谁又会跟一群傻子较劲呢？今天清理了4栋大楼，居然都没有发现一阶丧尸，这样下去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到2阶呀？哥，我要去休息了，您去你房间。这一天真的要来了吗？可是我都好几天没洗澡了，哥也真是的，不早点说，而且没有措施，万一那啥怎么办？对了，哥是丧尸，应该有种族隔离吧？哥，我真的准备好了，万一哪天被丧尸咬死了，我也无憾了。可我是丧尸，不论你是什么，我都愿意。就在林巧妮满怀期待逍遥下一步动作时，她却抽回了手。可是，你笑什么？哥，你听我给你分析一下。首先，你今晚来我房间就是想宣示你的主权，或许是你不想倾注在我身上的心血白费，又或许是你的占有欲作祟，也可能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说有那么一丢丢喜欢我啦。但不管怎样，你都不想我身边出现其他人，你说对吧，哥？或许吧。还有，刚刚我都有反应了，可是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哦。所以说，不是咱萧大少转性了，而是身为丧尸的你没法控制自己的小弟弟啦，哈哈哈哈！靠，你是在嘲笑我吗？我要让你知道，就算我有隐疾，但还是能让你欲仙欲死。哥，不要，我错了。道歉的话，你还是等会再说吧。讨厌死了！哎，你们看，二当家的眼睛红红的，昨晚肯定没睡好，估计是折腾了一晚。就是首领杀起丧尸来很是生猛，估计那方面也相当厉害吧。霞姐，怎么感觉你有点想法呢？虽然他们谈论的声音非常小，但2人都是进化者，这些对话皆听在耳里。逍遥带的脸皮很厚，倒是没什么异样，只是听着李霞的话有些刺耳，因为事实正好恰恰相反。而林巧妮脸红的根本不敢转身，让逍遥和一众幸存者看到。吃过了早餐后，清理任务继续。因为昨日抢楼层耽误太多时间，所以今天变成了每个小队分别清理1栋楼。在逍遥他们休息的时候，王教授默默地来到了他们身边。2位首领，这2天我绞尽脑汁想了几个组织名字。哎，说实话，这起名字不是我的强项，搞研究才是。放心吧，以后有你研究的东西呢。这第一个是济世会，这个名字能够让幸存者们知晓，我们组织的初衷就是救济。天，什么破名字，一听就是忽悠人的。第2个叫埃困，是为了令他们感受到。停，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都是小黑子是吧？再下一个。好吧，还有一个曙光，意寓着希望，可和我们组织匹配。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称为曙光1、2、3小队，以后规模扩大了，可以叫曙光营地、曙光基地等。起码比起前2个来好多了。那以后组织名字就叫曙光吧。对了，王教授，这2天你们在收音机里有收到其他幸存者的信息吗？还没有。奇了怪了，小说里不是说末日关注收音机总能收到信息吗？首领，无线电波的发射其实没那么简单的。就像我想研究丧尸病毒，但根本就没有设备供我研究，哪有那么好的运气？专业的人正巧遇到专业的设备。放心吧，王教授，等以后我一定给你搬个实验室来。你可是我们曙光组织第1个院士，以后一个研究所首席是少不了的。谢谢首领，谢谢首领。张家明呼叫首领，呼叫2当家。我是林巧妮，请讲。
二当家，9号楼1104有一阶丧尸，请求指示。你们注意安全，不要轻举妄动，等我们过来。现在什么情况？首领，这只丧尸有点特殊。哦，是吗？逍遥透过门上一道缝隙望去，发现是一名婴儿丧尸。门外的对话让原本平静的婴儿丧尸又毕竟是个婴儿，即使进阶过后各方面属性有所加强，但也很有限。拿给巧妮练练手好了。你们退出客厅吧，巧妮，这只就交给你了。愣着干嘛？难道要我和首领去挖脑袋啊？这只丧尸大囊里的可是能量结晶窝，一颗能抵10枚尸囊。这虽然是只1阶丧尸，但感觉比普通丧尸也强不了多少吗？废话，不然我能给你练手用啊。二当家，您的战利品。不是你们的，也是组织的。我们走了，你们继续吧。哎，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二当家那样的实力啊？首领不是说了吗？丧尸病毒配合尸囊就可以成为进化者，你可以去试试啊！首领一定很欢迎你们大胆尝试呢。那算了吧，还是等我哪天真的受伤了再试。就算尸变了，也只能说是运气不好了。原 LZ 军区整整4架武装直升机停在教场上，飞机上原有的重机枪都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火焰发射器。因为多次尝试后发现，空中飞行最大的威胁不是丧尸，而是各种变异鸟类、昆虫群，而对付这些变异生物最有效。武装直升机全部改装完毕，明日一早展开营救行动。具体的营救名单和信息，稍后会由杨副官分发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凯旋而归。每个小队的营救信息需要你们牢记于心，具体的营救细节我就不再阐述了。我要强调的是，名单上的每个人务必成功营救。哎，我就搞不懂了，我们小队要救的是个叫刘明的年轻人，这人有什么值得我们花如此大的代价去冒险呢？老李，你可长点心吧！那刘明是刘长官的儿子，刘军官的孙子。经过一番交流后，所有的士兵都发现，此次他们营救的都是些无用之物。杨少校，营救行动会持续一阵子，人员、飞机肯定会有所损耗，得想办法补充。报告将军，这个工作一直在进行，只是飞行员这种特殊人才本来就少，虽然我们有配套的训练设备，但也需要大量时间来培养。慢慢来吧。广播系统筹备的怎么样了？最近基地接纳的幸存者有些少了。专业人才倒是有几个，就是没有设备，而市里的那些广播设备又没法搬运过来。既然运不出来，就送那些人才进去。他们好不容易逃出来，谁还愿意返回那接近200万丧尸的城市？怎么有困难？估计没人愿意再进去了。哼哼，在这里我们军方说了算，我派个进化兵王给你，1个月，我和司令必须得听到宣传我们基地的广播。是。还有什么事吗？那个将军，我的外甥女也在 L 市，您看能不能？呵呵，当然可以，就安排在下一批营救名单里吧。这一批名单你是知道的。明白。如果这次营救失败，那我可就真的举目无亲了。好了，现在开始汇报你们的战果吧。我们第1小队击杀的丧尸我没数，但收集到了42枚尸囊。昨天你不还说52枚，怎么今天还变少了？你们不也吹牛了吗？报告首领，我们第2小队收集到了46枚尸囊。这怎么可能？我们小队收集到了54枚尸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如此，这般。我去，还可以这样。可恶，到最后只有我们是小丑吗？要是我们稍微细心一点，一定能发现通道里丧尸尸体变化的。现在我宣布，曙光第3、第2小队获得肖英的手枪1把，子弹若干。这次比拼只是很小的一次竞赛，万里长征才刚刚开始，为组织卖力也是为你们自己生存。3天里，我们击杀了超过1000只丧尸，现在整个小区都是我们的。以前的你们敢想，敢去做吗？2把手枪不是终点，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先进的武器。是，首领。在末日中，你们要更注重细节。不过你们的努力我也看在眼里，我这把手枪就送给你们了。谢谢首领，我们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的。2天后，曙光组织便开始了一场针对小区外围丧尸的杀戮盛宴。各位师兄们，让我来为你们解脱吧。如此大规模的清理丧尸，估计会吸引一些强大的生物过来。不过还好，我早有准备。1阶丧尸，
哈哈，我也击杀了一只进阶丧尸了。按这个速度，估计最多2、3天，我就能凑够进化到2阶的金核了。此时，另一栋住宅楼内，一众幸存者被直升机的声音所吸引。那是武装直升机，是军队的人。是军队来救我们了，我们得救了。这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墙角落里一个神情没落的年轻人的眼中重新焕发了光彩。从他的衣着和脸上一些淤青，不难看出来，他在一干幸存者中地位低下。就你们，呵呵。其他人警戒，田磊去看看哪些楼层可能有幸存者。是，队长。负责营救刘明的第1小队队长戴辉是个进化者。末世爆发那日，他所在的尖刀连正在校场训练。对于军人，别说下雨，就算下刀子也得训练。而那天受训的25人中，居然有8位没有在淋雨后变成丧尸，而是成为了进化者。虽然之后在面对丧尸的疯狂进攻中牺牲了3位。报告队长，10号楼有幸存者的概率为90%，6号楼40%，其他基本为0。好，原地休息半个小时补充体力，一会我们去10号楼。大佬的孙子还在不在就看这里的幸存者了，若没有的话，那活着的希望就很渺茫。老大，一帮军人应该就是从飞机上下来的。那出去吧，应该就是军方营救幸存者的队伍。那个人呢？弄死吧，反正最后他还是要死的。现在倒是便宜他了。人呢？叫你们看的人呢？老大，他应该是从那个窗户翻出去了。你们这帮傻逼，我离开时是怎么说的？看好的，看好的。不就是跑了个乐子吗？偷您何必发这么大火？乐子，他会告诉那帮军人，我们杀过人。不是嘛？这都末日了，杀个人怎么了？大不了抓老子走。这破地方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就是法不责众，这么多人，他们还能拿我们怎样？拿上武器，我们也去找那帮人。你们是在找我吗？杜刚、李健，我可曾得罪过你们？你们折磨了我2个月，这2个月我仿若生在噩梦当中。我知道你们这是仇富，看到比你们帅、比你们有钱又有权的人，就都想着上前踩2脚，以为末日来临，金钱权力都失去了往日的作用，对吧？戴队长，把他们都控制住，我要把我这2个月来受到的屈辱一一还给他们。刘少，时间紧迫，迟则生变，我建议我们尽快回去。不行，如果我就这样离开，以后我一定会做噩梦的。我要如法炮制。杜刚、李健，你们不仅毒打我，还逼我吃屎。杜刚，你如果不想死，就现场拉一炮屎来让李健吃。妈的，拿个枪就牛逼了是不？有本事打死我！我们没仇吗？你可记得我妹妹那个跳楼的李佳琦，还有我女朋友孙琳琳，还有被你追加撞死的小男孩君君，还有难怪会折磨他，可笑刘明还认为这些人是仇富呢。他们可能还会拼死一搏。刘明不能死，至少不能死在我面前。刘明回过神来，想想一阵后怕，但感受到手中步枪传来的质感，逐渐淡定了下来。自己还真是好意，和这么多仇家相处2个月，居然还能活下来。没有杀死我，你们是不是很后悔？现在是不是很绝望？杜刚赶紧了，他要是能吃光，老子就放了你俩。刘公子，我们走吧，何必跟一群将死之人计较呢？杀了刘明，报仇雪恨。杀！妈的，都疯了！刘少，快停手！在狭小的空间里会被反弹的榴弹伤。老铁，你怎么了？此时，铁志军倒在地上抽搐了1、2下，就再也没反应了。没死在丧尸手下，却死在了他们营救人员的手中。他双目瞪得贼圆，死不瞑目。戴辉突觉心口一塞，一股戾气升起，他想要杀光这里的所有人，杀了刘明，为老铁报仇。操！刀上有丧尸病毒，我不想死啊！我要去我爷爷那，我还有那么多的福没享。那个，队长，你一定有办法的是吧？救救我！闻言，几人脸色都难看了起来，这就意味着行动失败了。几人对视一眼，却又从彼此的眼中瞧出了些许轻松。或许是因为老铁可以瞑目了，也可能是众人本身也抗拒营救刘明。我不想死，我不能死，我不想死。戴辉几人望着刘明，后者神情惶恐，嘴里喃喃几句话，有些魔怔了。几人同时想着，等他尸变了，给他一枪，然后统一口径，回去说没找到刘明，或已经变成了丧尸。随着时间的流逝，刘明手臂上的丧尸病毒开始扩散开来，刘明的神智也逐渐开始有些模糊了。不知过了多久，刘明脸上原本满是的黑色纹路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正常人的红润。这刘明运气真好。队长，你什么意思？难道
是进阶变异丧尸，大家小心。首领，那边还有2只巨型丧尸，在距离铁栏杆前20米便停了下来，开始抓起一只丧尸往小区内扔去。一只丧尸落到李小咪面前，双腿粉碎性骨折，但依然在往前方移动，瞬间就被他爆了头。下一刻，天上开始下起了丧尸雨，但逍遥依旧在一旁观战。作为首领，虽然也时不时的露两手，但一开始没让他们感受到危机，那就无法感受到自己的强大。而此时的众人开始用手枪扫丧尸。林小咪躲过一只飞来的丧尸后，拿出了第2把狙击枪，按照逍遥说的方法，开始尝试对小区外的巨型丧尸回击。一声沉闷的声音传出，一只巨型丧尸的肩膀被打出一个碗大的伤口，血肉横飞，但对于他那庞大的身躯来说，却又显得微不足道。反而还激怒了对方，开始疯狂往枪声发出的地方扔起了丧尸。邱志虎、李霞见状，也朝巨型丧尸打光了手枪。居然一枪头都没打中，不过40多米的距离，估计手枪打中了也不足以射穿这巨型丧尸的脑骨。还是我来吧。溜了！这演员丧尸怎么回事？全跑了怎么杀？我打个电话叫回来。首领就是牛掰。现在大家穿好伪装服，注意控制音量。等清理完这些丧尸，就开始攫取尸囊和结晶。是。在丧尸数量完全对众人造不成威胁的时候，逍遥来到栏杆前，伸出双手，将栏杆掰出了一个足够人自由进出的缝隙。加上刚刚击杀的4只巨型丧尸，今天就收获了13枚能量结晶，看来明天就可以进化到2阶了。莱茵小镇楼顶，带回刘明等人已在武装直升机旁等待了2个多小时。第5小队成功营救目标，现处在非状态，请求指示。原地待命。收到。戴队长，2架飞机还不行吗？不行，没有5架飞机的火焰发射器，很难抵御飞行进化生物。其实不出意外的话，4架飞机的火力就能安全回到基地。但若据实相告，这刘明绝对不会等待最后一个小队。好吧，毕竟才死过1次，能不冒险还是苟一点好了。第3小队营救失败，现已返回飞机，请求指示。为何失败？报告队长，营救目标已经变成了丧尸，已拍照取证了。好的，原地待命。我是第2小队李国伟，第2小队除了我全部战死，营救目标死亡。什么情况？我们遭遇了一个名叫堕落天使的组织袭击，这个组织有枪，还有2名进化者，现在只剩我一个被困在车库里。带队，我不奢望你们来营救，只求你们以后能为我们小队报仇。他们首领叫吴天。可恶，堕落天使吴天。这一等又过了1个小时，天色已经渐渐变黑了，却迟迟没有收到第4小队的消息。众人决定再等一晚。若是第4小队再出什么意外，明日可就真不好说了。4日，曙光一众同人依旧救清理丧尸，逍遥依旧跟在众人身后，看起来波澜不惊。但每出现一只1阶丧尸，他的心里就是一阵火热，恨不得钻出围栏，当场取了结晶。但这样就会暴露丧尸不攻击他的秘密，所以也只能作罢。另一边，戴辉他们也准备出发了。昨夜2点，他们终于等到了第4小队的信息，他们成功营救了目标。至于为何会用这么长的时间，这不重要。反正最后也是有惊无险的回到了基地。哥，还差几个？够了。那怎么不先收集结晶？看他们那么热情，我也不好让他们停手啊。爸爸，我终于见到你们了。小明，爷爷。麻烦诸位了，杨少校带他们去休息吧，嘉奖事宜就交给你了。是啊。小明啊，现在你也是进化者了吗？当然了，您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儿子，谁的孙子？哈哈，走，回去爷爷给你个惊喜。小区外，曙光众人在收集尸囊结晶的时候，远处突然出现了一群信众。所有成员马上返回小区！快！妈蛋的，让我先进去！为啥子不是你让我进去？不是你俩搞什么飞机呀？
呸呸呸！准备战斗。他们咋不逃？还以为可以凭借小区栏杆无伤击杀丧尸，估计被这么多丧尸吓到了吧。随后，曙光这边但是被这波幸存者吸引来的丧尸已经算小规模尸群了，而且在刚刚闻着血腥味后，已经处于暴走状态，尸体越垒越高，已经开始有丧尸越过栏杆，直接翻进来了。不过或许是知道有逍遥在防压阵，所以众人也没有太过慌乱。龙卷风摧毁停车场！我勒个骚刚，他们啷个这么猛啊？就是丧尸都快被他们杀光了，看来我们安全了。就在曙光一众成员发现不再有丧尸向上爬的时候，一声惨叫声传来。什么情况？现在基地有幸存者14000多名，300多军人被编为4个营，你爷爷我掌握了其中2个，另外2个营分别是你吴伯伯和曹叔叔掌控着。我们拥有进化者23名，当然可能还有些不愿意暴露的。爷爷，那些进化者肯听咱的吗？嗨，你爷爷我可掌握着武器库，目前的进化者再强也无法与先进枪械抗衡。爷爷，他们那是在干啥？我们要修筑一道高大宽厚的城墙，用来抵挡可能出现的尸潮。根据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2个月以来，丧尸在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变强，或许只需要一个临点就会进化为异界丧尸。而我们基地的北方正是 LZ 市，那里有数百万丧尸，万一他们挥师南下，我们就只能靠城墙阻挡他们了。对了，小明，你这2个月是怎么过的呀？爷爷，他们逼我吃屎啊！小明啊，这就是爷爷给你的惊喜。爷爷，这是元神晶核，能量结晶啊，足足有200多枚，估计能直接让你到达2阶实力了。谢谢爷爷。小明，等你到2阶后就去军队吧。为什么啊，爷爷？我能不能不去啊？爷爷有种预感，以后会是你们进化者的天下。我现在还能用武器威望去压制，但以后基地里出现许多2、3级甚至更高等级的进化者，你觉得爷爷还能压得住吗？就算我也成了进化者，但年龄及地位的限制意味着我并不能和普通进化者一样去拼命，这样就算等级高了，遇到厉害一点的进化者也还是不堪一击。小明啊，爷爷和你爸爸庇护了你20年，以后我们就要靠你庇护了。小明，你马上就要成为2级进化者，放眼整个世界，爸爸敢说2级进化者也绝对寥寥无几。你已经走在了前列，怎么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呢？经过2人漫长的洗脑，刘明也算是勉强答应了。镜子里出现一个帅哥，他取下人造面皮，变成了一个丑逼。我勒个骚刚，他们啷个这么猛啊？就是丧尸都快被他们杀光了，看来我们安全了。救命！救命！完了，我被丧尸咬了，我要变成丧尸了。我有个办法，有可能让你不会变成丧尸，甚至可能成为进化者。什么是进化者？你确定让我给你解释吗？或许等我解释清楚，你已经变成丧尸了。那还是以后再说吧。快，有什么办法？尽管往我身上试。刚好哥和王教授想要观察服用尸囊进化的过程，眼下这不就是送上门来的试验品？所有人返回超市，明日再来取尸囊。是。没想到出了这档子事，但无论如何，今夜都必须试试100枚金核能否进阶了。王教授，试验品有了，快来看看。丽霞，拿10个尸囊给他吞下。对。这是啥？你确定要我解释？这可就说来话长了。那还是算了。Later，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浑身疼，大脑发胀发昏，意识有些模糊，感觉好像看见我太奶来接我了。尸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坚持住，你就能活。逍遥摇摇头，看来这人的运气不好，意志力也不佳，因为他已经从他身上闻到了一股同类的味道。1阶丧尸。就在逍遥想说小心的时候，就听见噗噗的声响传来，瞬间就有3把消防斧招呼在了这只丧尸身上。王教授，你怎么看？阿巴。听不懂，但是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其实就像凤凰涅槃一样，成功了就突破人类极限，成为进化者；涅槃失败就变成丧尸。啊，那我这算是涅槃成功还是失败啊？
入夜后，逍遥在吸收了今日收集的几枚晶核后，感觉自己体内的能量快要达到饱和，就连刚尸变那名幸存者的结晶也被他利用了，却依旧没有突破。他总感觉就差那么2、3枚结晶就能进阶了，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今日击杀丧尸的地方，花了1个小时才将记忆中的一阶丧尸全部搜索了出来。一共8枚结晶，也来不及回去了，就在附近随便找个房间吧。逍遥再次盘腿坐在沙发上，在吸收完第5枚能量结晶时，身体的每个细胞都仿佛在震颤一般。如果用显微镜去观察逍遥，就会发现此刻他的 DNA 在进行着一场变异重组。他忍着疼痛来到卫生间，镜子里出现一个帅哥，他取下人造面皮，变成了一个丑逼。看到他原本干燥的皮肤，貌似在流脓，湿漉漉的，散发着恶臭。谁敢闻？逍遥不知道这是否正常，但也无其他办法。随着基因重组程度越来越深，他的意识逐渐模糊起来，随后晕倒在地。二当家，首领呢？首领有事出去一下。那我们今天还去杀丧尸吗？难道首领不在我们就不活了吗？还是说你想偷懒？今天我们小心一点。逍遥不再说实话，出发。他的心里也没底，感觉还空落落的。林巧妮也很疑惑，逍遥跑去哪里了？一切准备就绪，众人再次来到了昨日击杀丧尸的地方。首先，他们将昨日击杀的丧尸尸囊取出来，整个过程异常安静，每个人的脸上都透着凝重。林巧妮知道这是逍遥不再带来的后果，因此众人保持着绝对的安静，生怕引来一些无法解决的危机，也比平时的效率低了很多。但好在每个小队之间的配合也默契了很多，只需要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其他人就会明白并付出行动。LZ 基地，满身血水的刘明从房间里跑了出来，大声叫唤：“爷爷大，快给我找点吃的来！我饿得死我了！”身体鲜红的他惊动了楼道里警戒的一众战士，他们纷纷举起了枪。刘明见状也是大吃一惊，当下双眼微眯，继而又瞪得贼圆，一股精神力从双眼迸发而出，瞬间攻击了几个警卫的大脑。他们只觉脑袋剧烈刺痛后便瘫软在地。发生什么事了？小明，是你吗？爷爷，是我，快给我找点吃的来，我饿。小明，这些你先垫垫肚子，正餐马上就来。不够，还饿。小明，你觉得怎么样啊？怎么会流血呀？刘明刚想回答，腹中却是一阵绞痛，当下又匆忙的站起来，只留下刘志军2人在风中凌乱，因为他们已经听到了刘明裤裆里噼里啪啦的声音。他蹲在卫生间里，一阵的声音，看来他这辈子注定要和史结下不解之缘了。哇，金色光头！大脑作为丧尸最重要的中枢，肯定是最先完成变异重组的部位，所以逍遥此刻只能思考而不能动。接着便是距离大脑最近的视力、听力、嗅觉系统等。看来以后进阶的时候要找个更安全的地方来闭关了，最好还得找人来护法。这时候要是随便来个人拿着武器，估计就能杀死自己。我干，怕什么来什么。就在听觉恢复不久后，瘫倒在地的逍遥便听到了地面轻微的脚步声，杂乱无章，一听就是好几个人。怎么径直往这儿来啊？难道他们发现了我，特意寻来的？想着他银白色的眼珠滴溜溜的转着，此刻他的瞳孔已经变成了2阶特有的银白色。别看了，他们把这里都清理完了，肯定没有危险。死手，快点重组啊！这样我就可以拿起身后的散弹枪，凭着卫生间的门一夫当关了。至于装死，那肯定不行了。我旁边这么多武器，说不定他们还会联想到钓鱼，然后直接给我脑袋补上一下。我们就先在这里安顿下来。你们一举一动都要格外小心，绝不能让他们发现小区潜入了外人。等掌握他们的行动规律，然后设计陷阱，先弄死那几个男的，还有那个傻大个和少女必须死。只要他俩死了，其他人都不足畏惧。估计因为我平时都是个混子，所以他们都没注意到我。老大，您不想尝尝那少女的滋味吗？我看你小子是膨胀了，平常的女人怎么样都可以，但那个女人肯定跟我一样是个变异人。你确定你敢玩？哎，可惜了。行了，先吃点东西，等会还有正事呢。到时候解决了那几个人，剩下的随你怎么玩。你们该吃，该喝，吃完了赶紧上路，别来烦恼了。等我恢复了，也放你们一马，就算做礼尚往来。逍遥胡乱想着，此时他的左手已经可以动了，但还不够。随着手臂的修复，他的大脑开始散发出一个信息：他饿了。自从成为丧尸后，就没感觉到过饿，估计就像王教授说的一样吧。只不过现在晋级2阶消耗能量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丧尸吸收暗物质能量的速度了。你们先吃，我去上个厕所。
怎么了？见鬼了你！没事没事，一只死丧尸吓我一跳，我上厕所先。哈哈，这小子真没出息，这都末日2个月了，还被丧尸吓到，真是怂包。枪啊！居然有枪，而且还装了消音器。很快，他又拿起了步枪，轻轻抚摸着，神色虔诚。至于脚下的丧尸尸体，早就被他选择性的遗忘了。难道自己这是装死成功了？想想也是，丧尸就算死了，眼睛也是睁着的。而且在人的认知中，丧尸一见到活人都会不要命的扑上来。哎，哈维泰，你在厕所过年呢？快点，我们要干活了。马上，马上。卧槽，这个味道！幸亏老子已经吃完了，老大，赶紧走吧，这里已经被污染了。你吃的是屎吗？怎么这么臭？抱歉，抱歉。终于走了，看来以后还是得小心点。最近没怎么遇到危险，别说曙光其他人，就连自己都有些膨胀了。老大，我找到了一瓶可乐，特意来献给你。哦，算你有心了。他们都就位了。是的，老大，能够全方位的俯瞰小区。呵呵。你说我们是逐一击破好，还是一网打尽啊？啊，我说啊，你给我死！报仇的这一幕在他脑海里演练过无数遍，他极力克制想要诉说一番的冲动，果断扣动了扳机。有家哥，老大喊你过去呢。哦，什么事你知道吗？送你下地狱。哈维泰便将他们一行7人解决。现在就剩他和李全才了，大仇报了90%，但他心里还是很难受。他明白这是憋的。李哥，我发现了一些枪械，如果李哥有枪了，在队伍里的地位就能上升几分。到时候麻烦李哥照拂一二。枪在哪？就在1楼厕所里，要不我们现在去取？走，快去快回。咦，丧尸尸体呢？小子，到底有没有枪啊？要是骗我，看我怎么弄死你！有，当然有枪了，这不就是吗？你小子耍我，你说的步枪呢？你干嘛？嘿，你问我为什么？你们还记得1个月前的小芳吗？小芳？哪个小芳？村里的小芳嘛。嘿，也对，你们只知道发现，怎么会关注她叫什么呢？当时我外出寻找食物，回来时却看到你们一群人在我家，我还看到了小芳被你们折磨致死的惨状。那个时候我就发誓要杀光你们这些奇兽，所以我装作路人混进了你们当中。我是让，我装沙比，我分析你们每个人的性格，我每日都在思索怎么杀光你们。小芳，你看到了吗？我马上就能为你报仇了，你可以忍不住了，老子实在太饿了。你究竟是人是鬼？怎么不继续了？梅子大佬。虽然我并不想杀人，但你知道了我的身份，所以你必须死。能说话、有智慧的丧尸，的确，站在你的角度，我也会这样觉得。哈维泰还想说什么，地上的尸体却是一阵迷惑，他直接尸变成了一截丧尸。逍遥惊喜地发现，与这只丧尸之间有一种莫名的联系，他立刻将自己的精神力渗透过去。难道这就是晋级2阶后的新能力吗？师兄，你这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要死也给我个痛快好吗？虽然我也没打算放过你，不过这样我更能心安理得地解决掉你了。你不是看破了生死吗？怎么装的呀？我求生有错吗？没错，但我保护生死秘密也没错。看来我携带的病毒活性非常高呢。痛苦袭来的太突然，哈维泰咬牙坚持着，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逍遥。痛苦让他咬紧了牙关，却依旧没有发出一点呻吟。但在完全变异前的最后一刻，他居然成为了进化者。该说你运气好还是不好呢？这是怎么回事？巧合吗？如果真是我一个念头就能让他七窍流血而死，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多了个控制进化者的能力？看来被我感染尸变的丧尸都可以运用精神连接的能力。随后，逍遥控制2只尸位驱往不同的方向，发现进入2阶后，他控制普通丧尸范围达到了200米左右，而精神连接的极限距离竟然有1公里。他将2只尸位分别放在了小区外交通要道的一辆车上，这样他就相当于有2个监控来观测小区周围的情况。所有人，超市集合。是首领回来了。首领，您有什么指示吗？首先清理丧尸的任务不变，其次就是按照王教授的要求，为其寻找试验设备、工具，还有试验品。谢谢首领，这样才能体现我的价值。
还有就是最近你们的表现不错，这里面有10多把消音手枪，足够人手1把了。几位队长拿去分了吧。首领万岁！国义，下一批营救目标就放在一些科研人员身上吧。对了，你确定那个全国著名的生物学教授在咱 LC 市？没错，末日爆发后，他第一时间发出了求救信息。若这2个月没死，应该就可以救出来。这个我已经落实到第1小队了，到时候小明也去。小明，你明天就去找那个戴队长报道，跟他们磨合磨合。去了，你可要听他的指挥。什么？我一个2级进化者还要去听一个1级进化者的命令？小明，你现在虽然是2级进化者，但人家本身就有实力，用身经百战来形容也不足为过。你必须听他的。就是要论泡妞惹事，没人比得上你，但你的这套本事可用不到现在了。可是我怎么现在你是2级进化者了，就不听爷爷和你爸的话了？貌似以前我也没怎么听过你们的话吧？行吧，行吧。国义，接下来的几天，你去盯盯芯片炸弹的研究进度。一旦王教授营救成功，就启动造神行动。是。造神行动就是批量制造进化者。爷爷，你们是想植入芯片炸弹来控制他们？今日他们可以为了些许利益服从我们，他日也会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出卖我们。所以我觉得还是将他们的命掌握在我们手里最保险。对了，这次出去你们留意一下，哪里有大量的幸存者。干嘛？基地的人都是熟面孔了，消失多了会引起怀疑的。单搞研究造福人类，推动社会进步是要做出牺牲的。不就是活体试验吗？爷爷，我明白的，没事我就先走。等等，还有一件事，你这次出去遇见幸存者，绝对不要和他们起冲突。这又是为什么？能在末日里存活2个月，就没一个简单的，我怕你玩不过他们。入夜后，逍遥在洗澡，林巧妮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了房间。咦，哥在洗澡？一只丧尸居然在洗澡？他不知道以前的逍遥根本不想看到自己的身体，更害怕一淋水，血水就哗哗往下掉。但现在除了皮肤颜色和上面的血管纹路外，就和普通人类无疑了。哥，你好帅啊！那当然，你以为我当初在学校靠的仅仅是钞票吗？哥，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你了。是吗？现在呢？刚刚是没准备好，现在看来也并不可怕吗？休息吧。接下来的几天，曙光成员依旧很忙碌，清理丧尸、练枪法、搬家，为王教授搜寻试验工具。而逍遥寻来的进化者尸体也被王教授解剖研究。第2日，正当逍遥他们在谈论下午是否要洗劫小区外500米的中型超市时，在天台值守的人发出了预警：队长，有情况。什么情况？二当家，您看。众人顺着视线望过去，发现有2男4女在一边磕头，一边缓慢跪行。首领二当家，这是啥情况啊？可能这2天看到了我们搬运物资，所以想来投诚，并且表明他们没有敌意吧。那我们该怎么办？当然是吸纳他们了。首领不是说了要扩大势力吗？让他们派个代表上来吧。众人在楼下等待了许久，才终于有个女人来到楼梯通道门外。对于一个饿着肚子、体力本就不支的幸存者来说，这复式楼10层足以要其半条命。大门刚，众人就看到了女子跪坐下来，抱住了邱志虎的大腿。别拉拉扯扯的，整理一下情绪，我们领导有话要问你。是。你叫什么？这个女人居然是这个组织的老大。发什么了？我们领导问你话呢。我叫陈欣。你们有几个人？以前有15个。领导，我要举报，他们已经潜伏在这个小区里了，欲对你们不利。你说那些人啊，他们已经去见阎王了。看到林巧妮如此的惬意和意气风发，跟自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边叹着气，一边流着泪。我们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准确来说，我们只是他们的俘虏、玩物。你们知道每天只有半根火腿肠和1小杯水，只为不让我们饿死，又不让我们有力气反抗的滋味吗？既然你们想加入我们，这是我们组织暂定的章程，你可以翻阅一下，当然也可以拿下去和他们商议。不过我想应该没有这个必要。我代表他们同意加入，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我要赶紧下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那个可以先给我们点吃的吗？我怕我下去了就再也上不来了。王处长，去取6盒牛奶。随后2男4女来到会议室，喝完一些粥后，众人便开始盘问各种信息。他俩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有2男的？那帮人里面有2是重庆的。
等会你们自行在楼下选择房间休息，我们还有正事要办。这几天多学习学习组织章程，待身体恢复一些就随我们外出杀丧尸。啊，杀丧尸？不杀丧尸，你当这些吃的是西北风刮来的？告诉你们，我们这里每人击杀的丧尸都在3位数以上，上百只。出发吧。相信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这里确实有食物物资，但我还是奉劝你们不要动什么歪心思。放心，二当家，他们虚弱成这样，别说我有香，就算用铁锅也能一拍拍死一个。咦，这位大哥怎么不去和他们一起杀丧尸啊？那边看书的老爷爷年纪忒大了些，不去倒是能理解。啊，不是我，他可是。我是首领的男人，用得着出去吗？啊，原来末世也能吃软饭啊，还是得谢谢你们的收留。逍遥坐在沙发上，饶有兴趣地望着眼前几个幸存者。原本他并不打算留下的，但他从眼前这人身上嗅到了进化者独有的气血旺盛的味道。能吃饱真好啊！啊！别动哦，不然我就开枪了。你们要干什么？一顿饱和顿顿饱都不明白吗？杀了我们，他们回来会生撕了你。干什么？我要杀光这世上所有的男人。好家伙，又来个脑子有泡的，看来他们这个组织真是人才济济啊！那你怎么还要带上他们2个？若队伍中一个男的都没有，不会让你们怀疑吗？再说了，他们还算男人吗？那些经历又不是我随意编的。吃软饭，你也不是男人。靠！你这个软饭男，你是怎么做到的？这是我们二当家男人没错，但他更是我们的首领。我真是不明白，你们哪来的勇气敢打我们的主意？王大厨去找几根绳子来，把他们绑上。是。王教授，做准备吧，你的试验品来了。是，首领已经准备好了，就连显微镜他们都给我找来了。你们要干什么？这个陈星跟那个女人我要了，剩下的就交给你了。不是，谁教你们这样绑的？活体试验肯定会很痛苦，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你们要面临什么，但如果你们想要自行了断的话，我也给你们这个机会，你们自己考虑吧。我们知道错了，求求你放过我们。林巧妮，你们那边怎么样？报告首领，一切正常。行。我的2个侍卫从昨夜开始就隐隐有些狂暴的状态，只有精神连接后安抚一番才能正常。而且最近2天一只进阶丧尸都没遇到过，总感觉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傍晚时分，众人扛着各种物资回到了10楼，每个人脸上洋溢着疲惫的笑容。这怎么回事？哼！若不是你们还有点用，我现在就一巴掌扇死你们！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么做残忍。若是找到了增加进化概率的方法，那受益的还是我们。首领教授放心，我们都懂的。把他们关在隔壁，3小队分别派个人，24小时看管。跟你说个事。怎么了？我的身份你是知道的，丧尸不会攻击我，所以我不适合一直待在组织里，这样会拖慢我进化的步伐。而我们又需要一个势力来作为后盾，所以我打算退居幕后。以后曙光这个组织明面上的首领就是你。哥，你是在开玩笑吗？还是你在试探我？要是你不愿意，那我就不做这个2当家了，就在你身后当个跟屁虫好了。我认真的呀，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以后除了现有的15人知道我的身份外，对外就称你为首领。那你呢？我呀，我当然是大首领了。好家伙，你俩隔着给自己升职玩是吧？去你丫的！以后只宣称我们组织有位大首领，但不公布身份。你掌控曙光组织，我掌控你。细说掌控。好吧，好吧，我的大首领，既然您这么信任我，那我就却之不恭了。还有个事，今天下午我又和王教授讨论了一番，大致就是进化的方向总是朝着生物最需求的那一方面进行。比如现在，我每天都在想我要说话，说不定我体内的基因就会朝着这一方面突变。有道理。所以呢？所以需要你帮点小忙，就是可能会让你有些难受，不过忍忍就过去了。什么忙啊？如果我的大脑每天都在发出那方面的渴求，会不会在某天重振雄风呢？那哥你想就是了，难道我还能帮你想吗？哼，想占我便宜还说的那么冠冕堂皇，最可恶的是居然还想要我自己说出来。平常那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现在犯起了糊涂？哎呀，巧妮你就帮帮我嘛！啊，等等，哥，我去冲个澡，等下。问君能有几多愁？让我们来助力逍遥重振男人雄风，为我发声。看来又是一夜的。看把我们2当家都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用手谁不会？我自己也能弄一碗。好了，安静。现在我宣布个事情，然后安排今天的任务。就在林巧妮带着一众曙光成员在小区周围搜寻物资后，逍遥也离开了小区。真是奇怪，按照概率来说，这里这么多丧尸，那一阶丧尸也应该很多才对啊。莫非这个城市里有什么东西在召唤一阶丧尸？为了验证他的猜想，逍遥来到了附近的一家医院寻找一阶丧尸。一栋门诊大楼紧闭着，或许是当时有人发现外面的情况后将门关了起来。逍遥进入大楼后，看到一只一阶丧尸，立刻将其控制了起来。5分钟后，当逍遥再次出现在大门时，身后已经跟着3只一阶丧尸了。这几只丧尸并不像其他普通丧尸一样在原地徘徊，而是纷纷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看来跟我猜测的一样，绝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们，但是又不知道这些丧尸的目的地究竟在哪里，也不好贸然跟上去，毕竟跟好奇心比起来，还是小命最要紧。随后，逍遥在回去的路上发现了一只美女丧尸，将她带回了小区，并藏在了一处房间里。嘿嘿，我的第一个丧尸同伴就是你了，怎么还有种金屋藏尸的感觉？大首领，我来领个人。你叫什么名字？杨毛玉。哪有叫这死人名字的？我们大首领问你话，你最好老实点。没事，杨毛月是吧？就你了。看好他们，我走了。是大首领。你要干什么？我的同伴饿了。饿了？什么意思？在这之前，他还天真的以为这个大首领喜欢好，还想着尽力去服侍，万一他舒服了，会饶了自己也说不定。但此刻他才突然明白了那句饿了的含义。别急嘛。他怎么会听你的？因为我也是丧尸啊。吃吧，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你有没有听到尖叫的声音？没事，刚刚大首领带走了个女人，估计在做什么实验吧？不是说等几天让他们恢复体力吗？谁知道呢？或许是造人实验也说不定呢。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你吗？因为你说的没错，丧尸的身体使我失去了某些男人的能力。原来是祸从口出啊！想着他闭上了眼睛，迎接着死亡的来临。下一刻，他的身体剧烈的颤抖起来，变成了一只丧尸。逍遥拔出手枪，额头开了一枪，同时美女丧尸的皮肤也变得皲裂，典型的一阶丧尸特征。光头！我靠，怎么忘了这茬？没想到这丧尸仅仅吃了一个人就进化了。本来还想着今夜换这个美女丧尸来聊聊，总不能我不睡觉就让林巧妮也不睡觉了。先关在这儿吧，看以后能否晋级2阶。LZ 基地会议室中，杨少校已经准备好了发电机和大屏幕。现在由我为你们介绍一下此次营救的目标。首先是第1小队，你们此次的目标是2个人，但这2人应该在同一个小区。此人名叫王祥之，著名生物学、医药学教授。有了他，我们就可以组建生物实验室，研究丧尸，研究病毒。还有个嘛，其实这个人是我外甥女，在这个世上我可能就剩这个亲人了，所以我恳求你们救她回来，拜托各位了。杨少校，你这外甥女叫啥名？你放心，只要她还活着，我们一定救她回来，说不定还能上演一出英雄救美的桥段呢。她叫林巧妮。行，我记住了。报告，我有话要说。你讲。我们对上次遇到的危机和第2小队的覆灭，都是那些幸存者造成的。杨少校，你也知道，人一旦陷入绝望中，就离疯狂不远了。这对我们的威胁很大，所以我们要做出相应的措施。这样不太好吧？虽然我们暂时还没有能力营救他们，但也没有必要杀了他们吧。就按你说的去做。对此我要说的是，你们的生命高于一切，在外可以采用各种手段来保证你们的安全。又要下雨了，可以休息1天了。随后2人走出房间，看到一众曙光成员兴高采烈，打扮得光鲜亮丽，几个女生甚至化了淡妆，喷了香水。哥，你怎么了？香水味道太大，受不了。对哦，哥是丧尸，嗅觉强大，估计受不了香水的浓烈味道。丽霞、吴梦娇、宗怀玉，你们3人过来。你们3个好啊，居然还喷了香水，不清楚我们现在的处境吗？首领，今天不用出去，爱打扮是女人的天性，一下子没忍住就……还有你，一个男的居然也喷香水，把你这个马甲给我拿掉！你是见不得人吗？首领，我们错了。今天你们3人去天台值守，什么时候吹没了香水味道，什么时候下来。是。霞姐，我刚偷听到了，他们中午要吃火锅呢。哼，他们绝对是故意的。队长，
灰蒙蒙的，连个鬼影都没有。你们别说，首领还是很有想法的。这么个天气，要是有危险，发现的时候估计都晚了。而且下雨会掩盖大部分声音，所以我觉得首领是早就这么安排的，只是我们运气不好，撞到枪口了。小姐，我来看看你们。哎，这是3个雨衣，首领让我给你们送上来。替我谢谢首领。我会转达的。哦，对了，中午我们吃火锅哦。滚啊 ！LV 5架武装直升机在天气，若是放在平时，这种雨雪天气一般都会取消飞行任务，但现在雨声会很大程度的掩盖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更会淋湿飞行生物的翅膀，让它们飞行极为困难。所以基地还有望借助下雨，毫无阻拦的到达市区。但也正因为能见度非常低，他们根本无法探清，也无法看清密密麻麻的丧尸纷纷朝着同一个地方挤，其中还有半数以上的是一阶丧尸。小宗，你过来躲躲，我替你会儿。不用队长，有我在，这种活哪轮得上你们女人啊？这是命令。等下队长，有情况。怎么了？队长，你听着像不像直升机的声音？好像还真是。我记得王教授之前说可能会有军方的人来营救他，你说有没有可能是真的？还真有可能。队长，若真是军方来营救，我们怎么办？有情况，我们在天台听到了直升机飞行的声音。队长，你决定了？我不知道，但我们能听到声音，大首领肯定也能听到，再不汇报就是我们的失职。按理说遇到军方的营救队伍，我们应该高兴才是，但我怎么有种抵触的感觉？你呢？我觉得我们首领是个女人，这一点很不错。我运气差，当初差点死掉，还被逼食人肉，但在这里，包括大首领在内的男人都没有再逼过我。总之，我不想再过那种日子了。李霞低头陷入了沉思，与此同时，楼下也炸锅了。教授，您下他们在天台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您说会不会是军方派来营救您呢？太好了，教授，我们有救了！终于有军队来营救我们了。王教授心里一愣，藏在腿边的手抖了一抖，眼角瞥过，他发现逍遥的头微微转了转，疑似在打量着众人。自己这个学生还是太嫩了，虽然看不清大首领的神情，但首领的脸可都已经发黑了。佳明啊，你想去军队吗？难道教授您不带我？是啊，教授，当初您可是说好的，一旦军方前来营救，肯定会带上我的。不，你们误会我了，我哪也不去，就跟着2位首领。教授，你想想，军方那么多人，以您的身份去了以后，肯定身居高位。你们别说了，我意已决。妈的，你们想死，为什么要把我点出来？去把所有人都叫过来。片刻后，所有曙光成员再次齐聚一堂，在下面看守幸存者的几人还云里雾里，一个劲地朝自己附近的人挤眉弄眼，希望可以得到些信息。你们没有猜错，那就是直升机的声音，听起来就降落在隔壁的小区里。那么我想说的是，你们有谁想跟着军方离去，我绝对不会拦着，毕竟你们有选择的权利。有军方的飞机来救援。怎么？你想跟他们走啊？队长别开玩笑了，他们会救我，他们是来救王教授的好吧？我再重申一遍，我不会跟他们走，我警告你们，别再拿我说事了。接着，逍遥朝王教授点了点头，望向了邱志虎。大首领，我当然是紧跟你们的步伐了。大首领，我刚才已经说明我的选择了。大首领，我觉得那个陈鑫说的没错，这里就是天堂。逍遥再望向下一个人，他的神情有些慌乱，并没有说话。李阳，你，哎。随后，逍遥直接无视了张家明二人，将目光游离在曙光第2小队的李策远和刘雷身上。你们瞧瞧我这身板，估计去了军方不是吃低保当炮灰，就是做苦力。大首领，我们队一下走了2，还没了队长。要是以后有新人了，我能不能当队长？众人纷纷望着刘雷，又看了看张家明黑着的脸，惊叹他这波异常犀利的操作，还替大首领出了口气。可以，现在开始你就是第2小队队长。为了一个还没见到影子的军方，居然刹那间脱离了组织。随即，第3小队的宋英林和童建峰下意识地瞟了眼李霞。别想了，你们俩没机会的。那优，我们可是一直很听队长您的话。到我了吗？我哪也不去，就要抱着2位首领的大腿了。哎，你们别都盯着我啊！我这个月都胖了10斤了。给张家民、李阳、刘小荣3人准备3天的食物，拿回我们的手枪，等雨停后逐出大牢。是。坐在废弃小车里的2个侍卫同时钻了出来，朝着旁边的小区迈开了步伐。很快，前方50多米的大楼里持续传来消音的枪声。他们走了。哥，你心情不好？不至于，
正好趁这次筛选一下。是呀，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留下的。先前还挺担心他们若是都叫嚣着要离开，那可真会伤了哥的心啊。他可是一只丧尸啊，没有吃了他们，反而还带着众人求生。天底下哪还有这么好的事？对了哥，你先前貌似没有问我呢。我相信你。其实我舅舅是 LC 军区的军官，病毒爆发时我们曾联系过，所以外面的飞机也有可能是来找我的。别说了，我知道，若是我要离开，你会杀了我。放心吧，我还没那么傻。你知道就好。哥，如果以后有可能，能把我舅也拉到我们船上来吗？你就舍得放弃军官身份？切，就是个小官，有什么舍不得的？若是上了我们的船，以后他可就是国舅级别的人物。还国舅？你是看书把脑子看坏掉了是吧？嘿嘿，这不是打个比方吗？队长，现在怎么办？我特么怎么知道？他们不是说飞机降落在隔壁小区吗？我们可以去找啊。那就等雨停了再出去吧。不行，直升机的载客量就那么几个，若是让他们进了小区，知道王教授还活着，那还轮得上我们吗？那我们先去搜把趁手的武器，然后再对下口径，不然怕引起他们的怀疑。另一边，逍遥不得不切断了和尸位的联系，因为他发现跟尸位链接越久，体内的能量消耗也就越大，而现在又令他感受到了饥饿。虽然还可以克制，但不禁让他想起了那活人鲜血的美味。刚才大楼里的枪声貌似已经停了，等我补点能量再去看一看。小区外，一只尸位不着痕迹的转了过去，看到了远处被他驱逐的张家明三人朝这里走。这女的居然还有心情洗澡。就在距离两只尸位3、4米的时候，三人直接跪了下来。随后，张家明从身后掏出一块白布来。准备的很充分吗？是跟那6个幸存者学的吗？一段时间后，几个身着迷彩军装的人来到他们身前。你们从哪里来的？对面小区，杀到一品。那里面还有幸存者吗？有的。看看这2人，你们见过吗？这个我认识，是个教授。你认识？那他现在在哪？死了。死了。就在1个月前清理丧尸的时候，不小心被丧尸咬到了，然后我们害怕尸变，就把他杀了。哎，当时王教授说有军方的人要来营救他，还说要带我一起走，可惜。另一个人呢？这不是首领吗？没有印象。咦，这不是林国栋的女儿吗？叫什么妮来着？那他现在在哪？老早就跳楼死了，具体几号我忘了，但我记得那是一个早晨。我跑到窗前向下一看，就看到他已经摔在地上，脑浆都流了一地，然后被丧尸们分尸了。队长，现在怎么办？既然目标都死亡了，那我们这次任务就算失败了，回去等其他小队的信息吧。这就放弃了？这不符合队长的风格吧？老戴啊，老戴，虽然我得听你的命令，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确认一下，毕竟凭这3人的一面之词就放弃了，回去怎么和领导们交代？逍遥看到这个被称为老戴的士兵，一副迟疑的表情，但双眼始终都没离开过张家明3人。不过他并没有在3人眼中看出一点点慌张，反倒是有些兴奋，就像巴不得自己去瞧瞧一样。我们可以带路，把里面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你们，只希望到时候你们能带上我们。没错，我们在里面待过一阵子，知道里面的情况。那说说吧。里面有个组织名为曙光，还有战斗人员12名，5名俘虏，每人都配有1把手枪。有这么多枪？没错，里面有2个人战力很强，不只有手枪，还有步枪、散弹枪、狙击枪，而且还是进化者。尤其是那个大首领，我们猜测他估计已经是2阶进化者了。2阶进化者。带队，你拿主意吧。要不去接触一番，看能不能招揽过来，毕竟这也是基地领导们的意思。那这个曙光组织平日行事风格如何？成员倒没什么，就是2个首领特别残暴，这1个月逼着我们清理了小区内外所有的丧尸，搞得我们死了好多人。前几日有一伙快饿死的幸存者来投靠，结果大首领2话不说就杀了那里面最有威胁的人，留下3个女的和2个娘娘腔做活体试验。所以接触的时候要小心一些，说不定他们这会儿已经在想着怎么对付你们了。老戴，既然都确定了目标已经死亡了，要不……是啊，队长，人都死了，还营救啥？那就上去等其他小队吧。就在3人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只听那个队长再次问道：“对了，我很好奇他们怎么没杀了你们3个？或许是我们毕竟也曾属那个组织，怕干掉我们会让其他成员胆寒吧，所以……卧槽，猜的还挺准。你们3的命确实不重要，就怕让其他人产生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好了，我没问题了，我们走吧。哎，求求你带上我们吧！若是你们不管我们，我们可就真没活路了。
对不起，我们有任务在身，平民不在我们营救范围内。这位队长，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知道那伙人做人体试验的大概情况。是什么？等你们将我们带回基地，我们一定如实相告。算了，领导也没有下这个命令。老戴，咱兄弟们多久没有尝过荤腥了？这一天天的训练完了就干些脑袋别哭腰带上的事，指不定哪天就挂了。要不让兄弟们乐呵乐呵。对了，我们飞机只有2个空位了。你大哥，现在只有2个人了，就带上我们吧。哼哼，完美，带队走吧。愣着干嘛？走啊！如果让他们2人离开，那曙光的一切都会暴露在基地的视野中。还有那个人，笑起来居然比我这个丧尸还邪恶。随后，李阳、刘小荣一前一后进入了2只尸位的攻击道。这2只进阶丧尸是哪来的？射击，快射击！2只尸位并没有直接进食，而是低头将脑袋埋身间，将后背入这些尸。这只尸位的杀手锏没使用。这2人死了，快趁热！快看看周围还有没有这样的丧尸！操了，丧尸还能装死，见他娘的鬼了！刘明、王宝明，你们去看看这2只丧尸死了没？突袭！好快，这人的速度看起来像是2级进化者。小心！刘明，你没事吧？还好老子这次穿了防弹衣。麻蛋，外面果然很危险，以后老子再也不出来了。队长，我被咬了。小王，你还有机会的，在感染后还有可能会成进化者，现在只能看你自己了。我们等你。队长，不可能，我不相信我有那么好的运气。不行，他说的没错，那群幸存者里有2阶进化者，此人非常危险，说不定这2只丧尸就是他控制的。他还能控制丧尸？进化者一旦到2阶就会出现一些能力，说不定此人就像小说里的失语者一样，可以控制丧尸，不然怎么解释他们会装死，还能用枪？失语者。对不起，小王，我们不能等你了，我们能做的就是离开。我们会给你留下信号收发器，如果你成了进化者，就想办法联系我。片刻后，就只剩王宝明一人了。他抬头望着天，半晌后，他扔掉了手里的武器，躺在地上等死了。哥，那3个人死了，是你做的吗？叫上王教授，我们去救人。救人？您是说那个受伤的士兵？他虽为军人，但却无半点求生意志，不过身体素质极佳。我们去救他，一来是看看我们的理论是否正确，二来看能不能吸纳他进来。走了吗？刘明猜的没错，若不是他们跑得快，恐怕此刻已经交手了。心存死志的王宝明慢慢的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枪声和死亡的来临。喂，你想活着吗？第一，我不叫喂；第二，你在说什么废话？能活着谁愿意死？怎么，你能让老子活着？你若是能让老子活，就算让老子吃你拉的和你撒的，老子都不带皱眉头的。王教授，一定不要让他死了，我倒要看看他吃喝的样子。嘿嘿，我尽力。王教授，他们不是说你死了吗？麻烦你们帮我摁住他。你要干什么？不想脑袋开花就不要反抗。在一个平常的下午，我被几个人按着，之后他们便将我的裤子扒开，将他那又硬又小的恶心东西粗暴地插进了我的身体里。完事之后，还在我身体里留下了恶心的液体，痛得我双腿打颤，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不就是打个针吗？别讲些让人误会的话。你们给我打的啥？放开他吧，看看效果。随后，王宝明坐了下来，双眼开始迷离。我个人认为，这个意大利面就应该拌42号混凝土，因为这个螺丝钉的长度，它很容易会直接影响到挖掘机的扭曲。看来是冰糖的致幻作用发作了。随后，那感染后特有的黑色纹路依旧在他身上扩散，即使有着冰糖和镇痛剂的双重作用，他也咬着牙，痛苦的嘶叫着。喂，死了没？
第一，我不叫魏。你还来？虽然过程还是很丰富，但统统却始终是正统的。领导，别提了。可以加入我们曙光组织，你就可以活着。万一这是个黑组织可怎么办？那岂不是上了贼船？愣个毛啊！这是我们大首领。大首领，你是个聪明人。死过一次才发现活着如此的美妙，而且现在还成了进化者，我当然聪明。王教授，回去让他吐出 LZ 基地的一切情报。林小妮，你不是想找你舅舅吗？他估计就知道。尽快熟悉。那个楼上可能有他们给我留的无线电信号收发器，我们或许能用得着。你说的无线电呢？说好要给自己留的，终究还是没有吗？或许在他们的心里，没有当场爆了自己的头就是个外开恩了吧？回去吧。哇，你们的伙食可真好。我们在基地的时候，只有第2天出任务才能吃到米饭和肉，这都几个月了，我就吃过3顿肉，还都是几个薄薄的肉片。你在那当侦察兵，那一定很牛吧？一般，等闲3、5个人不能近身。这么牛，有空我们练练。不行。我靠，走，出去比划比划。等我吃完行吗？好，也别说我欺负你饿着肚子。以后你就是我们曙光第2小队的成员了。虽然你是进化者，但我是队长，你必须得听我的，不然的话，哼哼，我就让你履行诺言。听话，绝对听话，就是能不能不要在吃饭的时候说。其实当时就是觉得死定了，想恶心一下你这个说风凉话的人。嘿嘿。晚饭后，邱志虎2人来到天台，拉开了架势。捞球这速度不行啊！有种你别躲。如你所愿。你赢了。要知道我可是当了5年的兵，更何况我现在还是进化者。如果放在今天之前，我的权力估计还不如你呢。我会继续努力的，总有一天我要把你打趴下。我来试试。你会打拳吗？不会啊，不过我学过一段时间跆拳道。那好吧。首领好棒！首领，踢爆他！还好和首领拒绝了他的影响，不然还真难搞呢。不打了。呵呵，还有谁？糟了，习惯性的喊出来了。以前在部队每次切磋获胜的时候都会这般昂着头吼一声。靠，太嚣张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真想上去揍了他，连他妈都不认识。那你上去啊，我支持你。算了，他是进化者。哥，你看他。大首领，我们一致请求您出手，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不然以后这货的尾巴还不得翘上天去。就是大首领，给他点颜色。呵呵，那好吧。别，我只是开始吧。好吧，对方能够成为大首领，肯定是有2把刷子的，必须先下手为强。感谢大首领手下留情。都散了吧，该干嘛干嘛。这就完了？邱大哥，我都已经臣服了，还要怎样？虽然刚刚的攻击在我看来还没有夸张到慢镜头的程度，但也足够我做出很多反应了。小王啊，你在军队里有没有听到过现在的局势啊？政府到底……没有政府了，现在信息闭塞，交通瘫痪，就像原始社会一样。随后，林巧妮询问了他舅舅的情况，得知他还活着后，也放下心来。操，平常说起来都是兄弟，一看我要挂了，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不然说不定我们现在还能联系到杨少校呢。随后，王宝明又一一讲述了基地武装人员和战斗装备的大致情况。同时 ，LZ 基地大楼内，以刘志军为首的一众大佬们正围坐在长条会议桌前。最近几天派出去的搜索队没有一个回来的，谁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基地近2万的幸存者，每天的食物消耗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司令，营救小队不是今天回来吗？要不让他们探查一下？不行啊，这次营救行动损失了2个队伍，已经没法再执行飞行任务了。那就没有办法了，搜索队都回不来，其他人估计也一样。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会议室的大门被人一脚踹开。小明，你这么慌张，是发生什么事了吗？爷爷，不好了，基地北方聚集了好多丧尸，放出来！很快，会议室的大屏幕上就出现了让众人无比胆寒的一幕，画面里密密麻麻的都是黄色。随着镜头的转动，却依旧望不到头。按我们看到的保守估计都有近10万只，按丧尸移动的速度来看，明天中午或者晚上就能到达这里。我靠！就凭我们这次500个士兵，能守住基地吗？而且这只是我们恰好看到基地北方的情况，其他方向呢？闻言，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我们需要更多的枪支弹药，还有范围杀伤性武器。老刘，你那个坦克营也该活动活动了。麻蛋，当初恢复电力后，居然第一时间修改了权限，连我都无法打开各个军械室的电子门。就是首长您的坦克营可以守在缺口处，直接远远的给他娘来几轮齐射。那是自然，这些武器不就是用来杀丧尸的吗？随后，众人开始敲定防守基地的计划，并且将杨少校选为了此次作战的总指挥。不过，因为基地就在城市附近，所以基本没有炮兵和火箭兵种，只有些供参观的地炮。次日清晨，逍遥带着王教授等人来到了关押俘虏的房间，而几名俘虏在被注射了王教授的净化药剂后，竟然都成功净化了。王教授，你各种物质的用量和数据记住了吗？我就这点特长了，对于数据还是很敏感的。那就行。这东西能让老爹在水蓝星彼岸快速站稳脚跟，趁着卫星电话还能用，要尽快将信息传递过去。随后，逍遥便将几名小孩全部喂给美女上司，就与林巧妮来到了房间。儿子，最近你那边怎么样？爸，我们这边很好，您那说话方便吗？就我和你妈，你说。爸，我们今天做了5组试验，5个试验品全部都进化了，5个都成功了。如果不是逆天的运气，那就是你们找到了进化的方法。所以我是想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你们。爸，你可以找个纸笔来记一下。你说。Later， 哈哈哈！如果这是真的，那可真是天助我也。对了，臭小子，你那边发展的怎么样了？你爹我现在可是掌握了100多号人了。当然比你差一点，10多个了。哈哈，也不错了，总比以前做个纨绔好得多。通完话后，众人来到了会议室。想必这次的会议内容大家都知道了吧？如今算上王宝明，已经有5次都成功了。我估摸着你们也可以尝试进化了。我看行，他们那种素质都能成功进化，咱们想必也没什么问题。那我报名，我这么壮没道理还进化不了，你们还是等我进化完了再瞧瞧吧。我也报名，若是拜这么小的几率被我赶上了，那也是天意。既然2位队长都报名了，那我也报个名吧。OK， 那就暂定你们3人。王教授，做准备吧。就在邱志虎等人准备接受T病毒注射时，一阵轻微的枪炮声打断了众人的计划。随后，众人纷纷来到楼顶，枪炮声也更加清晰了一些。大首领，这枪炮声来自基地。基地的方向。最近所有的无界丧尸都朝着南方集结，莫非是丧尸围城？其他人倒是无所谓，围就围了。但林巧妮却已得知舅舅还在基地里。对于仅剩的这么一个亲人，她的脸上写满了担忧。或许自己是该出去看看，若是有可能，将他就带回来。看不把这妮子感动到哭，而且这次丧尸大规模南移，背后肯定有个精神力特别强大的丧尸。若是能够取了他的结晶，看能不能增强我的精神力。逍遥将这一想法说出来后，众人纷纷张大了嘴巴。大首领，不是我多嘴，实在是，还是别去了吧。是啊，大首领，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其实你不用这样的。我意已决，我不在的时候就由林巧妮做主，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能看到你们都成为进化者。回到房中，逍遥交代了林巧妮一些注意事项和遇到危险的退路后，又了解了小舅的详细信息。期间，林巧妮也给逍遥准备了一大包物品。好了，你知道的，我在外面只要小心一些，基本没什么危险。那你一定要小心一些，遇到危险能躲就躲，躲不了就跑。如果势不可为，你可以……我知道了，我会尽力的。在逍遥行至楼下的时候，楼上还传来了邱志虎的声音：“哈哈哈，老子现在也是进化者了。王宝明呢？咱们重新再来比过，看这次老子不把你屎都打出来。”如果我没有变成丧尸，在成为了进化者之后，也会发出如此开心的笑容吧。随后，逍遥来到美女丧尸所在的楼层，将升到了2阶，基本恢复容貌的美女丧尸也一起带走了。没想到丧尸吃人竟然能快速进化，我当初升到2阶可用了100多枚结晶呢。就算我没有用控制技能，这美女丧尸居然还是会安静的跟在我身后。莫非是因为我的喂食让她本能产生了依赖性，觉得跟着我就有肉吃？在距离小区远一些后，游荡的丧尸也多了起来。放眼望去，非常萧条，偶尔还能看到两边的大楼窗户上大字写着
救命！又过了一段时间，逍遥渐渐发现身边的普通丧尸也被枪炮声吸引，缓缓向南移动。LZ 基地，杨少军的嗓子都喊哑了。他站在一段修建完毕的望着下面黑压压的尸群。最要命的是，高达5米的城墙已经被丧尸填了3米左右，而且还都是一个个活着的丧尸。照这个速度下去，丧尸迟早能够爬到城墙上。因此，他索性将大部分士兵都安排在那还没来得及修建的缺口处，而缺口处的丧尸数量就像是行军一样，就算是炸碎了双头，也依旧往基地的方向去。或许从一开始就不该死守基地，那些基地大佬居然一个都不在现场，还有那些基地培养的进化者，现在也不知所踪。杨少校，情况不容乐观啊！先前我见刘明和戴辉他们几个营救队长去了办公大楼，或许他们已经在商议撤退了。事实仿佛就在回答他们的猜测一般。基地中7架直升机腾空而起，发动机的轰鸣甚至一时间盖过了枪炮的声音。从昨日被任命为总指挥那刻，我就感觉自己可能被抛弃了。少校，我们怎么办？能怎么办？只有死守了。若是守不住，那也唯有一死了。诸位连长、班长、队长，他们可以坐飞机离开，但你们呢？你们只有2条腿，没有了基地城墙的阻挡，瞬间就会被尸群撕碎。拼命死守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但溃逃的话，只有死路一条。希望你们将利害关系告知手下的人。对讲机里经过短暂的沉默后，收到声此起彼伏。兄弟们，抓紧你们手中的枪！一旦被丧尸攻破缺口，我们必死。还有身后那群将食物让给我们的幸存者。杨少校说了，子弹管够，枪管红了就换把枪，干他娘的左右都是死。此刻的基地中也是乱作了一团，幸存者们有人发抖，有人仰天祈祷，也有人蜷缩在帐篷里流着眼泪。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手搬运武器和弹药，有人愿意去吗？算我一个。我也去。还能走得动、搬得起东西的男人，我们都去。我来！一时间，幸存者们士气高涨，士兵也来不及挑选，只要能跟得上他们的，都带上了。而逍遥这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心里升起了一股奇怪的感觉。奇怪，我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之前这美女丧尸都是跟在我身后的，我慢她也慢，莫非她也感受到了那股召唤？哎呀，烦死了！让我来看看你这个爸爸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一段时间后，逍遥来到了一处距离 LZ 基地4、5公里的厂房内，这里密密麻麻，全是各种各样的异阶丧尸。跟随着精神指引，逍遥和美女丧尸继续往里走。逍遥来到一间厂房内，这里80%的都是2阶丧尸，看起来非常具有压迫感。而在小道尽头空出了一片场地，中央坐着一只特殊的巨型丧尸，而这只巨型丧尸没有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形的上半身，而这个人形上居然长着2个脑袋，在他旁边躺着几具尸体，尸体的脑袋都被敲碎了，里面的脑组织不翼而飞。或许是因为逍遥2人的到来，让一个幸存者产生了波澜，哈呀的尖叫了一声，下一刻又紧紧捂住了嘴，眼神中的恐惧更甚。逍遥看这只丧尸的一个头动了动，低头望向刚刚发出声的进化者，下一刻他的手在幸存者头上轻轻一划。眼前这个怪异的丧尸必然达到3阶实力了，不然也不会拥有如此庞大的精神力。或许再给他些成长时间，他便会成为小说里那般号令群尸的尸王存在。逍遥试着去控制了一下距离不远的一只普通丧尸转头，再去看了眼双头丧尸，发现并没有什么反应，还在继续享受着美食。吃啥补啥，说不定时间久了你还真能产生智慧。可惜你现在遇到了我，就是不知道这颗手雷在双头丧尸的脑袋附近爆炸，能不能给它炸到。不好意思，拿错了，应该是这个手雷。随后，逍遥将一把步枪给了那只普通丧尸，然后控制其往外走去，接着又观察了一阵。这双头丧尸每过一段时间就会闭眼5秒左右，应该是在用精神力感受着基地内的情况吧。操，怎么自从决定要弄死双头丧尸的那一刻开始，就有一种要弑父的感觉。1、2、3。精神力异常庞大的双头丧尸对周围空间的感知力非常高。逍遥扔出手雷的那一刻，他就已经睁开了眼，但他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去躲避，只看见一个黑点在他的视线中无限放大。或许他还在想这是什么东东，就听见一声巨响，手雷爆炸产生的气浪直接将附近丧尸冲击的后退了2步。成了！就在双头丧尸倒地的那一刻，厂房内掀起1股声音。理解，毕竟就连我的脑海中都泛起了一股悲伤，感觉就像死了爹一样。下一刻，逍遥控制着厂房外的后退
厂房内，前一刻还显得异常彷徨的丧尸，瞬间就转过头，争先恐后的往厂房外挤去。而这时，逍遥已经蹲在那血肉模糊的脑袋边掏结晶。这另一个脑袋里居然没有能量结晶，反而和人类的有些相似。掏出能量结晶后，逍遥却犹豫了。万一吞了，自己也长出2个脑袋怎么办？算了，反正也没有比变成丧尸更糟糕的事情。你去凑什么热闹？随后，逍遥带着美女丧尸进了一个房间，关上门后，将能量结晶放入了嘴里，一股庞大的能量席卷了全身。我只想加强精神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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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力。逍遥就这么祈祷着，整整1个多小时，一动不动，一点点消化着结晶的能量。突然，逍遥睁开了眼睛。虽然没有让我直接升到3阶，但还是让我在进化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最重要的是，还让我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双头丧尸异常强悍的精神能力。虽然还无法和它相提并论，但也比之前强悍了不知多少。一阵喜悦后，他又重新闭上了眼睛，去感受这个新能力。现在我至少应该能控制10几只尸位，而且可以确定，我可以有选择性的攫取其他丧尸的能力。不过现在只有2阶实力，我也只能感知到6、7公里外丧尸围攻基地的情况，而无法控制尸群，估计要靠近一些才行。这精神力真是个好东西啊，感觉就像修仙小说中的神识一样，可以通过精神力附着在丧尸身上，以丧尸为媒介来获取视野。随后逍遥基地焦灼的转化，人侠互动或许再过1次，丧尸进入基地。曙光人太少了，想要轻易收服他们恐怕很难，最好还是让他们经历一次深刻的绝望。雪中送炭永远比锦上添花要强得多，而且自己必须升到3阶，达到双头丧尸的那种程度，才能影响整个尸群。以前为了找这1阶丧尸都煞费脑筋，但是现在嘛，这里貌似已经聚集了方圆30多里内的大部分2阶丧尸了吧？估计得有200多只。那么就用你们的结晶来为我的3阶之路铺垫吧。房间外，一只 T 型丧尸歪着脑袋，或许是在疑惑父亲怎么消失了，声音怎么没有了。下一刻，一只硕大的铁链直接砸烂了他的脑袋，黑褐色的西瓜汁喷溅到天花板上。与此同时，另一只丧尸也举起了手，朝着旁边一个2阶丧尸的脑袋砸下。在逍遥精神力的干预下，厂房中的丧尸们厮杀带来的动静让外面的丧尸这场厮杀是血汗鲜血横飞，残骸断地，堆满一整个场。此刻厂房里，除了躲在房间里的逍遥和美女丧尸外，就只有一只丧尸还活着。接下来就是收获的时候。厂房里的丧尸很多，尸体一个压着一个，要不是逍遥力量大了许多，单单搬弄丧尸都足够他受的。一段时间后，太阳已然落山了。此刻的逍遥已经收获了190多枚2阶能量结晶。刚刚1个小时才吸收了30多枚，平均1枚结晶要2分钟才能被身体细胞所吸收。天知道进化到3阶要多少能量结晶，希望基地那边能坚持得久一点吧。杨少军结束，小山的丧尸距离不足3米了，缺口处的丧尸也越来越多。妈的，这丧尸怎么就没有减少的意思呢？坦克旅警注意你们的11点钟方向，那里的排洪沟被填起来了，你们要消灭从那爬上来的丧尸。少校，基地里出现了骚乱。骚乱？什么骚乱能比这还乱？随他们骚去！各队注意，安排枪法精准的人，注意突进你们100米内的丧尸，一定不能让他们进到50米。就这次又是4人。不行，守不住了，采用第2套方案。第2套方案？少校，开会的时候没说过第2套方案啊。因为是我才想出来的，可能最终也就晚死一点而已。你现在带着你的手下去缺口后方，动员防守的幸存者们将食物和水全部搬进城墙内部。是，那基地里的其他幸存者呢？抗着物资来前线的，满打满算也就1000人，这就意味着基地内部还有超18000名幸存者。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的进驻时间，他们已经赶不上了。是。吴小天当年犯错，差点被部队清退，好在杨少军为其活动了一番，因此一直心怀感激。末日后幸运地成为了进化者，便主动到杨少军身边保护他。各单位注意，再坚持20分钟，20分钟后同时号门撤入城墙内部，坦克营预定10发炮弹的发射频率，3分钟后撤离。走，我们下去。在城墙修建的时候，便有人提出了中空的方案，这样可以节省大量材料和人力。后来决定将内部改造成庇护场所，现在倒是可以躲藏一段时间。至于后面怎么办，此刻没人去想，只觉得能活久一些便好。基地一顶帐篷里，2男子喘着粗气，不断耕耘着。咦，张可怎么没有枪声了？
张哥不语，只是一味耕耘。不知道，管那么多干嘛？再不多来几发，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他们不知道，此刻第一只丧尸已经越过了城墙，而这里连一个防土的士兵都没有了。3分钟后，几个好奇的幸存者前来探查，借着月光看到了那人头发的丧尸。快跑！丧尸破城了！破城了，快跑！城墙庇护所内，杨少军和一众负责人正在其中一个特殊的房间里，通过一个屏幕看到了外面所发生的一切。都死了。此群太可怕了。杨指挥，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可以等，说不定等1-2个月，丧尸就散尽了。幸存者们搬来的物资，保守计算也只够这里的人坚持4-5天。外面有那么多幸存者，我们可以挖地道，2个方向，要么往基地仓库挖，那里还有大量食物，足够坚持一阵子；要么就往外挖，挖出丧尸包围圈。脚下2米多都是用混凝土浇筑的，怎么凿穿？或许此次丧尸围城就是因为修建城墙，没日没夜的施工造成的。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控制局面，将幸存者搬进来的物资收起来，然后将他们分散在我们各自的队伍中，避免出现骚乱。那样总指挥，我们先去了。少校，您先前让那1000幸存者进入这里，是不是？那时候我真没想这么多。或许我让他们进来是害了他们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少校，您别自责了。小天，最近你收集些手雷。我的本意不是制造恶魔，但若真到了那么一天，就让我们一起下地狱吧。清晨，逍遥从尸堆中悠悠转醒，下意识地释放出了精神力，去探查周围的情况。糟了！我操！我能说话了！哈哈哈，老子能说话了！你干嘛？基地已然沦陷，现在就算赶过去也无济于事了。没想到晋级3阶会花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连意识都沉睡了，整个进化过程都没什么感受。不过照日常来看，我的猜想应该是正确的。平时最多还是听人说话，然后自己尝试，所以现在晋级之后也能说话了。想到这里，他转头望望房间，通过精神力感知，发现美女丧尸依旧彷徨地站在房间里。嘿嘿。紧接着，逍遥来到了房间，便开始对美女丧尸上下其手。一番验证之后，逍遥又一脸死样的走出了房间。看来平时还是想得太多，以后要加倍努力了。其次就是现在要熟悉一下进阶后的速度和力量。不过通过此次还知道，晋级3阶需要的能量也是100枚左右，而1枚3阶晶核大概相当于30多枚2阶的，所以我这包里还躺着100多枚2阶晶核。还是算了，丧尸最好的进阶方式还是吃人，最好还是进化者，以后就拿不长眼的人为他好了。这些就留给潜一吧，毕竟作为曙光首领，他也必须保持超前的进化程度，当自己不在的时候才能震慑众人。况且这次出来没能救下个小舅，就用这些结晶来补偿他吧。随后，逍遥发现此次进阶后，他已经可以通过精神力对1阶及以下丧尸发出令其不可抗拒的指令。至于2阶丧尸，在100米范围内还是可以控制他们，在远点就只能像双头丧尸那般塑造出父亲的形象来影响他们。赶紧撤退吧，还待在那儿干毛啊？人被吃了，但武器弹药肯定还在。现在进入3阶后，我就敢大规模的给曙光成员们装备枪械武器了，还可以组建一支2阶尸位的小队，全部装配上枪械后，都不用自己出头，就能解决大部分危机了。5-6公里的距离很快就到了。此刻，逍遥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类的伟大。能够在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修建出如此规模的城墙，也只有人类才能做到这样了。原本以为基地已经全军覆没，没想到这城墙内部还有大量幸存者的气息。不过该怎么样才能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跟他们取得联系？今日一早，城墙内部的杨少军等人通过监控发现基地内的丧尸隐隐有撤退的迹象，这一情况让他们喜出望外。但这份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们发现原本全部退到城外的丧尸又去而复返，重新填满了整个基地。来到他们在撤退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们，这太扯淡了吧？有可能，毕竟这次尸潮，我们并没有见到任何一只进阶过的丧尸。之前他们就怀疑，这当中甚至有3阶尸王般的存在，在统领这一切。以2、3阶丧尸的嗅觉，发现我们也并不意外。啥子？还有高手？那怎么办？普通丧尸都对付不了，现在还有高阶丧尸加入，怎么办？我直接就死。
我操，牛逼！众人顺着吴小天所指的方向，看到了屏幕上那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丧尸举了一阵后便消失了。他这是要干嘛？快去大门那里！快把胶条撕掉！在杨少军的吩咐下，众人撕掉了铁门上之前为了避免声音和气味外泄的胶条。很快，门缝里便出现了那张硬纸板。谁有笔？第一，我们想活；第二，你是谁？第三，有什么要求？第四，为什么救我们？第五，你是怎么做到的？一口气写完几个问题后，杨少军将硬纸片塞了出去。走，回监控室。众人纷纷回到监控室，然后就看到那只丧尸在众目睽睽之下书写了起来。不用奇怪，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世界了。刘明进入2阶后就可以用精神力发出攻击，还有刘司令手下那个2阶进化者，居然能控火，说不定这人就是个失语者。杨子辉，失语者是啥意思啊？就是能够控制丧尸。上次带回他们小队就遇到一个，不但当着他们的面杀了2个幸存者，还损失了1个队员。他们甚至连那个失语者的面都没有见到。杨总，他写好了。走。众人再次来到了铁门处，值守的士兵将硬纸片递给了杨少军。我来自于曙光组织，是一名失语者，能够控制丧尸。如果想活着的话，就要加入我们。你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考虑。曙光组织？什么组织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不要加入。你还有的选吗？只是我很好奇，他要怎么救我们？随后，杨少军在上面写到加入后，便又塞了出去。几分钟后，他再次念道：3天之后，我们曙光会迎走丧尸大军，你们只需等待就好。还有最后一个私人问题，你们里面有名叫杨少军的军官吗？林巧妮在找你。杨少校是巧妮妹妹，我就是杨少军，小妮她还活着。是的，3天后你们就可以见到了。虽然可以直接将他们救出来，但自己控制这么庞大的尸群，那样未免会表现得太过惊世骇俗了。接下来一段时间，逍遥又做了2件事情，其一是挑选了5个看起来稍微正常点的2阶丧尸，换上了统一的服装，来作为他失语者所控制的尸位；其二就是继续收割1阶丧尸和他们的精华，而此刻的逍遥就是他们的主宰，所以这都是赛人唯一的麻烦。1天下来，逍遥已经数不清他究竟击杀了多少丧尸，反正每只尸位身上都背着1个背包，而每个背包里都至少有100多枚1阶晶核。在临近傍晚的时候，逍遥补充了一些能量后，便踏上了返回的路程。不出意外的话，3天后曙光就能获得大量人口，而自己也会成为人口破千的大势力首领。这样每次跟爸通话的时候就不会被鄙视了，而且现在能正常说话，以后终于不用那老鼠子传声器了。需要人家的时候叫人家汽车，不需要的时候叫人家老狮子传声器。一段时间后，逍遥再次回到了熟悉的小区，而如今他可是以失语者自居，因此也不避嫌了，直接将美女丧尸和5个2阶丧尸带上门。谁？是我大首领。屁，声音怎么不像？大家抄家伙，准备战斗。我擦，变了个声音就认不出来了吗？首领，有状况，有人冒充大首领。是不是傻？除了我们几个，还有谁知道大首领这个称呼吗？对哦。随后一行人来到了逍遥面前。哥，你回来啦？走吧，回去再说。大首领，他们是我的侍卫，让他们待在这里吧。你们3个都进化了。大首领，到目前为止成功率还是100%呢。现在李霞、刘磊、吴梦娇也成功了，王教授他们还在加班呢。按照计划，明日一早，我们曙光都会成为进化者。这时，突然楼上传来一阵欢呼声。大首领，肯定又有人进化成功了。小李，你们先守着。大首领，您的尸位不会吃人吧？你们别下来就行。哦，好吧。若是这2人知道这些都是2阶丧尸，恐怕就不会这么淡定了吧。来到王教授的实验室，宗怀玉、齐明楼、宋英林3人欢呼着。这进化药剂有这个变猴子的副作用吗？怎么之前还没有？王教授，现在貌似就剩您和王处长喽。我再等等吧，我还没有勇气给自己注射药剂呢。哈，王教授，你怕什么？我可以为你代劳。滚啊！我怕你炸死我。大首领您回来了。你们真的给了我一个惊喜，明天我也给你们一个惊喜，但得是进化者。或许是因为受到逍遥的诱惑，王教授和王处长终究还是选择注射了进化药剂。半个小时后，2人成功进化。此刻所有人心里都非常激动，在经历了3个月的末日洗礼后，他们终于有了在末日中生存下去的能力，而这一切都是逍遥带给他们的。
说实话，我们能活到今天都是大首领和首领的功劳，他们从来都没有要求过什么。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了。没错，没有大首领和首领，我们早就饿死了，更不用说现在还成了进化者。都是他的功劳，你们别带上我，我也得感谢他。嘿嘿，一样的，一样的。大首领，首领，还请一步。去哪？我也不知道，今天一天他们都神神秘秘的，还不让我跟着。大首领去了，您就知道了。接着，逍遥和林巧妮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天台。只见天台中央的位置摆放着2个单人沙发，沙发后是一条被拉起的横幅，红布白字，写着曙光宣誓大会。天台的角落里摆放着一些桌椅，上面放着各种食物和美酒。大首领，首领，请上座。在众人的簇拥下，逍遥2人被按在了沙发上。列队。曙光宣誓大会现在开始。我等在此时誓死效忠大首领，效忠组织，服从首领的领导，维护组织的利益，永不背叛。搞这一出虽然好大，但真心挺爽的。本来我还犹豫，为了接手 LZ 基地，一下子将他们升到2阶，是不是太快？但现在看来还算值得，也不枉他们这一跪。起来吧，太夸张了！谢大首领和首领的再造之恩。我可以再透露一下，明日你们中有好些人会再获得一次进阶的机会，成为2阶进化者。感谢大首领。今日是里程碑式的一天，我看你们都准备好了酒肉，那我们便狂欢一夜吧。一夜疯狂，众人散去，林巧妮和逍遥也回到了房间。哥，谢谢你。若是我告诉你，你就还活着，那你该怎么谢我？真的？我去冲一下。回来。哥，没必要这么猴急吧？我又不会跑。这个事先放一放，最近我们有大动作，所以必须提高你们的实力，尤其是你可是首领，怎么能和他们一个级别？这个背包里的晶核足够你进到2阶了。哥，你从哪弄来的这么多晶核啊？你不会觉醒了什么系统吧？觉醒个屁！杀这些丧尸取结晶，差点都给我整散架了。随即，林巧妮拿着背包就准备到沙发上开始吸收，连谢谢都不说了。好吧，感谢公子的重塑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只能下辈子当牛做马来报答公子了。净是些不爱听的，抓紧吸你的结晶吧。随后，林巧妮继续吸收结晶，逍遥便径直坐到了她对面。大约过了2个小时后，逍遥便听到一声惨叫，只见林巧妮倒进了沙发里，显然已经不省人事了，而且皮肤中还慢慢的渗出血来，逐渐浸湿了衣衫。不会出问题吧？应该先让其他人试一试，只希望这个世界多一些真诚，少一些诡异吧。时间1分1秒的流逝，天空已经有些发白了。要不是林巧妮呼吸还算均匀，逍遥甚至都认为她已经挂掉。又过了一阵子，林巧妮突然从沙发上蹦了起来，暴增的力量让她一时间还没来得及适应，竟直接撞上了天花板。哥，我好的，我感觉我要饿死了，我先去找点吃的。这速度！谁？早上点外卖，傻大个，你这是想要造反啊？你是首领？你是还没有睡醒吗？连我都不认识了。首领，您早上还没照过镜子吧？怎么样，能洗干净吗？首领，你完了，这些洗不干净了。什么？这可怎么办？首领，您别听他瞎说，已经洗干净了。哼，还想逃？叫你骗我！首领，您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啊？连我都看不清你的动作。嘿嘿，在大首领的培养下，我已经晋级到2阶了，而且看起来还觉醒了速度异能。怪不得求之虎没有一点反抗力呢。看，传说中的香肠嘴。大家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半个小时后咱来个集体晋级。来几个人清点一下数量。我这边有242枚，222枚，这里292枚。今天只能有7个人成为进化者，首先是3个队长，其次是王教授，剩余3个名额你们各自在队伍中挑1个人吧。今天没有进化的人也不要气馁，相信你们进化到2阶的时间不会太长的。随后，众人挑选出齐明谋、李策远和王宝明获得2次进阶的机会。感谢组织，感谢队长，感谢3位好兄弟能够把这么宝贵的机会让给我，我今后一定不会忘记组织还有诸位的大恩大德。那么开始吧，我会全程看着你们的。还有其他事情，值守就交给剩下的人吧。等晚上所有人都成了2阶，你就没有优势了。所以，
哥，您是说？还说你没有觉醒系统？觉醒个屁！抓紧吸收你的吧。整整一天，大楼里都非常安静。从傍晚开始，便有人陆续进阶了。因为有林巧妮的经验，因此所有人都有所准备，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晋级3阶的过程也很平和。有什么感觉？我感觉我一拳就能打死一只老虎。速度呢？有没有很直观的感受？怎么样？快吧。哥，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能不能破解你的速度优势。那有办法吗？当然，而且还不止一种。来，你再试试。哎，怎么可能？我刚刚明明抓住了。我的极限速度确实差你不少，但我只要躲开你抓结晶的那一瞬便可以了。眼睛看不清，不代表就没有其他感知系统了。其他感知系统？难道是精神力？对呀，不要因为速度快就大意。你现在是强，但你连这小区都没有出去过，谁知道外面还有没有比我更变态的存在？我知道了，哥，我会很小心的。来到会议室，曙光众人纷纷打手里，任谁都能听得出语气里带着难以压制的兴奋。很好，看来诸位心情都很不错嘛。嘿嘿，这不人逢喜事精神爽吗？好，下面我宣布一件事情，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儿了。我知道我们大部分的家在这里，离开总有些不舍，但人总得往前看。而且我可以给大家透个底，我们这次是要去接手 LZ 基地哦，或许以后你们管的人可就多了。真的？上千人让我们管？当然，大首领说了，你们可是曙光的元老，不让你们管，难道还让他们新来的管？不过你们也得加快成长的速度了，不然到时候压不住那群士兵可就糗大了。首领，我们听你们的安排。好，那么我便开始安排任务了。首先，我们需要一些铲车开道。逍遥带上林巧妮及邱志虎3人，以及控制的5只丧尸来到了别墅。这次逍遥不再私藏，直接取出了所有的武器弹药。大首领，您家以前是贩卖军火的吗？来到院中，5只丧尸各自拿了一把步枪，对着一棵大树。2阶丧尸就已经够恐怖了，现在还能使用枪械。要知道，丧尸只要没被伤到脑袋，哪怕受再重的伤也能开枪。回去的路上，几人再次感叹施予者的种种好处。这可真是优质的苦力啊，还没有怨言。还能弄个美女丧尸暖床呢。首领，我能申请一把狙击枪吗？当然。其实我当初是想当狙击手的，但奈何成了侦察兵。大首领，我进击2阶后眼睛好像变异了，能看得好远，而且好像还能预测事物的运动轨迹。好远？有多远？比他还远。我擦，千里眼啊！找个时间，我要和你再比一次。嘿嘿，怕你不成？好了，都休息吧，这2天有我们忙的。次日清晨，逍遥带着几人穿梭在街道中，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去4公里外的一处新建工地寻找铲车。毕竟要接收 LZ 基地，得要搞点排场吧。总不能10几个人风尘仆仆，跟个要饭的一样出现在那些幸存者面前吧？必须得营造出一个曙光人不多，但足够强的印象。第二就是给 LZ 市里幸存的人们一条能够逃离城市的活路，让他们驾驶车辆就能轻松离开，也方便我们后续接收幸存者。咦，傻大个，这不对吧？今天出来怎么没有带上你那把消防斧？减刃了，而且消防斧已经不能适应我的战力了，我怕一个不小心就给它折断了。那你包里装的是啥？你用什么杀丧尸？嘿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一路上，逍遥并没有刻意驱散周围的丧尸，因此出了小区不久后，就开始有丧尸靠近了。而林巧妮的武器早已换成了2把3棱军刺，只见一道弹影6、7只丧尸中闪过，每只丧尸的口袋都被穿了。傻大个，你右边。嘿嘿，瞧我的！小姐，还愣着干嘛？让我们看看你的能力啊！咋还闭上眼睛啊？其实我跟大首领一样，也是名师语者。那你可真能装！昨天晚上还一副羡慕大首领的样子。唉，我一次最多只能控制3只1阶丧尸，当然羡慕了。真的有施予者啊？那这下我的身份看来是坐实了。清理完靠近的丧尸，众人继续前行。等再次遇到丧尸的时候，邱志虎按住了跃跃欲试的齐明楼。刘队长，你是不是也该露2手？如你所愿。你这又是要搞哪样？以后请称呼我为冰霜法师刘雷。你该不会以后出门都要带几瓶矿泉水吧？
总有一天我能盗用这天地间的水元素。给你个建议，以后别用矿泉水了，直接吐口唾沫好了。哦，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恶心死了！还真的可以哎。哎，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你没有。哎，我还有个点子，既然你是个冰霜法师，那怎么能少了咒语？以后你攻击之前，就先用手捂着念一段咒语，然后悄悄的在掌心吐唾沫，这样不就没人发现你恶心的举动了吗？邱队长，平时没看出来你居然这么睿智啊！他在嘲讽你，听不出来吗？但是真的很有道理呢。上吧，该你表演了。我去，金刚狼啊！难道你以后每次战斗都要先流血啊？当然不是，佳姐您是过来人，肯定知道第一次流血都是正常的，这次痛过之后，以后就可以爽了。滚啊！众人继续。就在快要到达目的地时，5只面容可怖的爬行者瞪着铜铃般大小的眼睛盯上了一行人，而其中一只为首的爬行者已然达到了3阶。小心了，这是爬行者，而且中间那只已经达到了3阶。开火！随着爬行者不断在房屋间因此一人齐射，众人发现毫无建树。分散吧，准备近身搏斗。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果然，这家伙不只是增加了些力量那么简单。好铁的头根本扎不进去。丑东西，吃你爷一招！你们专心战斗，我倒要看看你们几人合力能不能弄死这只3阶爬行者。听到逍遥的话后，几人再无后顾之忧，开始专心和3阶爬行者搏斗。滑铲，滑铲，滑铲！首领，我们一起！死了吗？我们成功了。首领，他死了。量得好重，差点给我压死。不错，这还是一只很特殊的爬行者，你们能够解决它，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说着，逍遥便拿起了狙击步枪，朝着被其控制的4只2阶爬行者连开4击。休息一下，取了结晶，我们再继续。你还行吗？没事的，区区致命伤。傻大个，要不要姐去给你8套衣裤啊？不用，你只要把你那种眼神收一收就好了。随即，邱志虎开始在周围找他丢掉的背包，从里取出了一套崭新的衣裤换上。怪不得我自不穿他的脑袋，这头骨居然有这么厚。你很不错，看来组织下一个晋级3阶的人，非你莫属了。谢谢大首领，属下一定誓死效忠。你感觉恢复到行动自如需要多久？大概2个小时吧。好，我们等你恢复。大首领，怎么了？众人纷纷顺着逍遥的视线望去，看到了一只身躯更大一圈的3阶爬行者。操，失算了，刚刚应该转移远一点的。哥，行了，这次就交给我吧。既然有大首领出手，那我们就可以好好休息了。就是不知道大首领会如何解决这只更加头铁的3阶爬行者。滑铲！这样，大首领就是大首领，太牛了！取结晶的活还是交给你们了。一段时间后，逍遥等人便开着2辆装载机和1辆加油车开始返程，而回去的路上，只要有丧尸靠近，就会被逍遥驱逐，因此挡在他们面前的就只有各种废弃的车辆。回到小区，楼下还停放着3辆皮卡车。看来王宝民他们今天的任务也完成了。大首领，物资我们已经装好了，还有剩余的尸囊，我都已经制作成了净化药剂，一共22支。
我给你的样品你看没？有没有什么异常？回大首领，您交给我的那些组织拥有比其他细胞更强的活性、更久的存活时间。至于其他遗传物质之类的，就不是现在能够观察到的了。本来还想看看我身体的组织有什么异常的。行吧，那以后有条件了再说。今晚大家好好休息吧。这一晚异常安静，或许是因为过了今夜，他们将踏上新的征程。次日清晨，几辆皮卡装载机整齐地排列着，车辆前方是同样列队整齐的曙光众人。爸妈，我要离开这里了。您放心，我活得很好，而且以后会活得更好。老婆，儿子，若是你们还在，此后我就能保护你们娘俩了。爸妈，以前你们老逼着我结婚，我听不进去，但你们放心，以后我会找个好女人，跟她结婚生子，为咱老刘家传承香火的。总有一天，我会征服这片天地，相信分别的日子会迎来结局，我们终会重逢。出发。所有车辆发动，沿着昨日打通了一段的道路。按照既定的策略，我们会南下一段路，继而辗转到基地西方，在黑夜中放把大火，再弄一场大爆炸出来。做足样子后，我再驱赶狮群离开，然后接手基地幸存者。毕竟没有哪个失语者能够控制如此规模的狮群，这样也不会有人能够怀疑我吧。不要出声，姐姐会带你们离开这里的。曙光打通道路的一辆公交车旁，一个声音很甜的女人悄声说道：“谁发出声音，就会被丧尸吃掉。”琪琪，你确定他们还会来吗？试试吧，我相信他们还会来的。男子左右望了望，一边是他爱慕的女人，一边是5个幼儿园大班的孩子。看到这些孩子，他心里就是一阵烦躁。妈的，几个月里找来的食物都被这几个孩子吃了，自己整天累死累活，难道就是为了这群小屁孩？而这李梦琪也不知哪来的好运，被丧尸咬了一口后居然还变厉害了，搞得自己还用不了强的，真是操蛋。就算他们会经过，也不会带着这几个拖油瓶吧？琪琪，听我的，别管他们了，我们2个成年人，他们肯定会收留的。黄玉君，你别说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一定不会放弃他们的。你若想走，我绝不拦着。好吧，那你等着瞧吧，看谁会管他们。怎么了？报告首领，有幸存者拦路，没有武器。走吧，我们下去看看。拦我们车队所为何事？有意思。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带上我们一起走可以吗？这里不是就你一个人吗？黄玉君，带他们出来吧。居然有这么多小孩子！你是说让我带着他们？开玩笑吧，他们能干啥？端得起枪？看吧，琪琪，我就知道会是这样，你偏不听，非要带着这些拖油瓶。各位大哥别听他的，我只求你们能带上我们俩，我们有用的，我们俩都能杀丧尸。我求你们救救这些孩子，只要你肯救他们，我愿意做任何事。你说的任何事是指？一切你能想到的事情。他们是你的亲人？不，他们是我的学生，我是名小学老师。大首领，我想起来了，他还是名网红，末世前很有名的，还常在网络上发布一些跟学生的互动视频。以前还以为是在网络上炒作的人设，但是现在看来吗？不是亲人孩子，却还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情。如果说是用你的命来换他们的命呢？琪琪不要答应，不值得。怎么不值得？一命换6命，这么说都是我这边吃亏了。现在我改主意了，要你们2个来换这6个孩子。琪琪，我们不求救了，我们这3个月来不是活得很好吗？不行了，现在越来越难找到可用的食物，最重要的是，一只被困的丧尸没有任何食物。在1个月后，我重新见到它时，它却还进化了，力量变得更大，速度还变快了。大佬，您别误会，我没有要救这些孩子的意思。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些孩子是不配活着的。大哥，我答应你，不过你得保证这些孩子不会比你先死。抱歉，保证不了，我只能说尽力。若是遇到连我都要死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跑路。可以，尽力就行。孩子们，以后老师就不能再陪你们了，你们要听他们的话，记住老师教给你们的东西。开枪吧。好。曙光众人见到这一幕，皆是眼神交集，但却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哎，等等啊！怎么后悔了？黄玉君，小兰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怎么可能？他是自己受到了惊吓，不小心坠楼的。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急这个干嘛？是吗？可为何我给他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下体有撕裂？只有我们2个成年人，不是你难道还是我？呵呵，你开枪吧。不过这种禽兽，我建议你顺手给他也一起带走。那简单，我先杀了他。别杀我！
大首领，我去追他。不用了，他跑不了的。哎，不躲不避，你可真是个大圣母啊！林巧妮，给他们找一辆能开的汽车。救命！救命！是大首领的侍卫。原来传闻大首领拿活人喂丧尸是真的，还好刚刚没有去忤逆大首领。孩子们，捂上眼睛，不要看。一会过后，几只丧尸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中，只留下了一地模糊的血肉。好了，该干活了。逍遥带着林巧妮来到李梦琪和6个孩子身前。不得不说，你们能活到现在，还真是个奇迹。谁说不是呢？随后，李梦琪将他们这几个月的遭遇大概讲述了一番。而且一直以来我都会听到这边传来的枪声，所以我就想着带孩子们来这边了。但也是最近几天发现附近的丧尸少了很多，才敢外出。那个孩子真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炸他一下，没想到。我去给你们取几袋牛奶来，虽然过期了，但还能喝。我听他们叫你大首领。有问题吗？不是，我只是好奇，若是之前我没有答应你的要求，会怎么样？不怎么样啊，只是会拆穿你伪圣母的面具。那你真的愿意带上我吗？要知道，孩子在末日中代表着什么？他一口一个累赘，一口一个拖油瓶，虽然难听，但确实没错。代表什么？我认为是代表着希望。大首领，我突然明白你的意图了。哦，我什么意图？肉夹馍。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大势力，所以需要的是各种不同的人。另一方面就是想用他那圣母心来警醒我们内心那良善的一面，避免我们组织的道德底线因为在这秩序崩塌的末世中所经历的见闻而被同化。书没白看嘛，但是别以为我收留个圣母就认为我们要学他那样，以后你就让他喊得越厉害越好，至于采不采纳你就自己拿捏尺度。我明白的，不过哥，你确定你不是因为她长得美声音甜才收留她的吗？你说呢？一段时间后，行驶的速度骤然慢了。逍遥看似躺在后座上休息，但其实精神力已然外放，不断驱逐着被吸引的大部分丧尸。溜了！倒是几辆满载丧尸的公交车被秋叶使存在机推翻后，制造了些麻烦。这一个个丧尸简直就是行走的进化药剂啊！任由他们腐烂也太可惜了吧！大首领，我们请求下车攫取尸囊。可以，你们自己安排好警戒人员。老师，我怕。玉玲别怕，他们都死了，伤害不了你的。这50-60只丧尸在他们面前居然连半分钟都撑不到，这个组织的人也太强了吧！一个早上过后，众人才推进了5公里。不过逍遥也没有过多催促，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虽说给杨少军的时间是3天，但都末日了，就算耽搁2-3天，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吧。一天下来，他们已经推进了10几公里，又接纳了几波幸存者，而车队的规模已经扩大到了10辆。至于他们的过往，众人也没那功夫过问了，只是收缴了他们身上具有威胁的武器后，便任由他们跟在车队后方。而这些幸存者在看到曙光众人一身全副武装，皆是精神极佳的进化者后，哪怕有想法，也只能埋藏在心中了。夜幕降临，曙光众人来到了一处酒店，准备过夜事宜。大首领，里面已经清理完毕，您看要不要先进去？现在的曙光还是挺强的嘛，这么一会儿就清理完了。不过先不急，你看那个人，怎么了？是个2阶进化者。2阶？不可能吧？2阶会如此低调，不应该像那个人一样吗？我叫林晓峰，是个进化者。我身后这3人都是跟我混的兄弟。对不起，请排好队，一个个来。这好吧。此时，逍遥2人看到那名2阶进化者张开了嘴，一条诡异的舌头在空气中探了探后，又瞬间收回。哥，这是进化出蛇的能力了吗？或许吧。姓名是否是进化者？有无特殊本领？杜舍，普通幸存者，没有特殊本领。不好意思，最近感冒了，我还是戴上口罩吧，免得传染其他人。谢谢，你们可真是好人啊。哥，此人绝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要不直接弄死。等等吧，看看他究竟要做什么，你不用管了，该干嘛干嘛去。那行吧。我在这里声明下，任何人都不得靠近这3辆皮卡，但凡有人靠近，我们将认为是想窃取物资，直接就地击毙。入夜后，楼里逐渐安静了下来，而逍遥3人刚进入大厅，就闻到了一股剑拔弩张的气息。怎么回事？
哼，大首领还叫嚷着要人权，说我们把他们囚禁在这儿了。你是这支队伍的首领吧？你们这样拿枪指着我们算怎么回事？我们是人，不是那些怪物。什么怎么回事？就是不信任你们喽，想要自由。出了门就没人拿枪指着你们了，各位请吧。以后再有人质疑你们，直接扔出去，要么杀了都行。听到了没？再有人逼逼，老子直接毙了你们！逍遥环视大厅，发现那个毒蛇正独自靠在大厅一旁，仔细观察下，还能看到他口罩里一凸一凸的。你进去休息吧。打发林巧咪去休息后，逍遥坐在沙发上，闭上了双眼。而楼外几只二阶丧尸却在这时动了起来，他们围着大楼四散分开，有的打开了废弃车门钻了进去，有的索性趴在车底，如同死尸一般。就这样到了深夜，秋风瑟瑟，吹得街道上的花草树木飒飒作响。突然，入定的逍遥睁开了眼睛，继而又闭了起来，只因外面几只二阶丧尸同时闻到了活人气息，几番观察下却未看到任何人影。无奈他只得用丧尸的嗅觉去锁定这股气息，最终在几只丧尸的嗅觉交汇下，将这股气息锁定在了大厅正门的钢化玻璃前。果然有同伙，但为何有气味散发却看不到人影呢？而且这股气息到了大厅门外就不在，这是要干嘛？想着，逍遥便控制了附近一只普通丧尸，看似无章的徘徊，却走到了大门附近。而逍遥感觉到那股气息顺着丧尸移动的方向挪了好长一段距离，直到走过了钢化玻璃的范围。突然，一个巨爪凭空出现，瞬间就解决了丧尸。变色龙的能力，他们要干嘛？按理说达到了二阶实力，虽然不说能在城市中横着走，但想要些物资什么的也算是唾手可得了，总不可能是为了报仇吧？就这样过了一夜，在其取出几枚结晶来补充能量时，突然感受到了几只丧尸的悸动。先是那股气息移动了起来，待其远离一些后，便显出了人形，身体不少部分被鳞片覆盖着。而逍遥当然不会让其那么容易跑掉，精神力瞬间朝他逃离的方向散出，一时间附近的丧尸纷纷朝着这只变色龙围拢。起初，变色龙击杀一阵，但很快丧尸越来越多，其中还不乏一堆的丧尸。随后，他干脆直接一跃跳上了旁边的高楼，爬上墙的他更是纵身又是一跃，后又继续往上爬，逐渐逃离了丧尸的包围圈。至少13名进化者，具体实力未知。普通人有20名，其中还有几个仙货，枪械有步枪、狙击枪、散弹枪，数量不菲。点子扎手，不见一坑。仙货？什么仙货？想着，他起身出了大门，拿到了这张纸条，随后来到了杜舍面前。快醒醒！得，大佬，怎么了？我真的很好奇，仙货是什么意思？啊，您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哼哼，口罩取了说话。大佬，我感冒了，会传染的。快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少他妈逼逼。好吧，几位大佬，我真不知道您说的什么意思。大首领，他的舌头。哼，想逃？你是3阶进化者。说吧，什么是仙货？你费尽周折混进来是想要做什么？我看你们这里这么多进化者，难道你们不知道仙货是什么？这两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呵，那你们是怎么进化的？别说什么运气逆天了，队伍里全都成了进化者这种鬼话。你他娘的，在这当谜语人水对话！观众老爷们，等会儿就钻进来了。好，就算仙货你们不知道，但食人能进化，你们总该知道吧？什么？食人能进化？轰，真能装，吃了就吃了，有什么好遮掩的？现在这个世界，弱者不被我们吃掉，也会被外面的丧尸吃掉。这时，曙光的所有成员与幸存者都已经围了进来，在听到毒蛇的话后，也是惊讶不已。详细说，就从你们发现食人能进化开始。后面我就不说了，你们应该也知道。我知道你妹，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又是一个3阶，这么倒霉，猜拳输了来这打探情报，结果是个狼窝。从那时候起，我们几个就没饿过肚子了。大概过了半个月，我们老大率先进化了。起初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什么，以为就是他运气好而已。但又过了几天，大家都陆陆续续的进化了，直到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我们总结经验，发现老大最先进化是因为他吃的都是小孩、年轻女子，甚至是处女，所以我们称这类人为仙货。你们这帮畜生怎么下得去嘴？呵呵，当你就要饿死的时候，相信你也会跟我们一样的。你们连丧尸都不如，至少他们不会轻易的同类相残啊！所以你们这次来是想探查我们的实力，若是可以的话，就准备吃下我们是吧？
我愿意投靠你们，我至少还是个2阶进化者，有用的，只求你们能放我一马。那你先说说那边的情况。我们老大叫李有伟，他还给我们的组织起了个名字，叫堕落天使。堕落天使？难道他还会飞不成？就是他真会飞，他有一双巨大的黑色羽翼。那你们队伍里动物方向进化的多吗？貌似都是动物的能力。随后，他将堕落天使所有人的姓名、特征、能力及注意事项都交代了个一清二楚。求你们别杀我，我已经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了。好，不杀你。大首领，砍了他的4肢，敲碎他的毒牙，我要让他亲眼看着我们曙光是如何解决他们组织的。是。他们不会来的，我给了他们建议，不如给我一个痛快。他们不来，难道我们就不能过去了？那个变色龙跑的时候，我可是一直在用丧尸追踪路线，直到进入那片区域，没有了丧尸供我附着精神力，看来是被清理干净了吧？自己都还未动身，他们倒是先来了。通过街上的丧尸，逍遥看到了毒蛇口中所谓的堕落天使一行人，为首的是一个有着鹰钩鼻的男人，背后长有黑色羽翼，身后还有一群特征明显的进化者，分别是上一集出现过的变色龙、熊大、熊二、豹人、螳螂人、牛头人。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变异的部位能恢复正常吗？现在还不能，但我们猜想，随着进化等级的提高，一定可以的。哼哼，邱志虎，变个身给他们瞧瞧。齐明楼，把你的骨刃也给他看看。是。看到了吗？这才是正确的进化方式。如果我猜的没有错，你们随着等级的提升，返祖现象会越来越明显，最终会彻底变成一只进化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想毁我道心，我不会相信你，这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哥，你脑洞可真大，人还能进化成动物不成？谁知道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或许这就是对他们的惩罚吧。既然他们那么想当畜生，这不正好随了他们的愿？好了，大家准备一下，有场硬仗要打。硬仗？和谁？和一群即将成为畜生的食人魔，一直在杀丧尸，你们也该见见真正的鲜血了。众人听闻后，神色一凛，显然早已对这一天做过心理准备，随后便各自散去。而毒蛇望着天花板，面如死灰，因为他明白，今日不论谁输谁赢，他都会死。只是他不明白，自己明明做了提醒，为何他们还会拖大来攻击这里？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艺高人胆大？也是，堕落天使的2阶进化者，除了我都还有6个，1阶也有4个。放眼世界，论规模可能不入流，但若论实力，绝对名列前茅。只是，可笑之前自己还优越感十足，对于其他人都不屑一顾，现在想来，感情他俩的都不是普通人啊！你妹的，有那么强的能力，干嘛还用枪？搞得我还以为这些人只是枪法高超。就在他思绪这么飞速转动的时候，已经有人拿来了拇指粗细的钢丝绳，几人合力之下，就将他绑成了一个粽子。随后又开始了战前会议，叽里呱啦说了半天，决定去对面楼，趁其不备打波伏击，在将幸存者都转移后，便来到了预定位置。王宝明，有信心吗？包有的。好，你的目标就是大首领说的那个3阶进化鹰人，尽量做到1级毙命。若被他逃了，可就成我们的噩梦了。是。整个过程都被毒蛇看在眼里，跟堕落天使比起来，他们这些人更有纪律。对于安排的任务，没有一个人脸上表现出一丝不满来，而他们出任务居然靠猜拳。另一边，堕落天使一路大杀四方，之所以不用枪，是因为按照他们的策略，此番是来偷袭的，所以不能发出太大的声音。在清理一些丧尸后，身上挂满武器的几个1阶进化者也跟了上来。如果王宝明在的话，肯定会认出这里部分枪械和他们营救小队是一个制式的。老大，这次啃下他们，能不能赏我一个鲜货？好，只要情报没问题，到时候就给你留一个鲜货。嘿嘿，感谢老大。毒蛇他还有没有说什么，或者是建议？拿到纸条后，我就只扫了一眼，注意力全被有鲜货这几个字吸引了，根本没看完，想着回去再看也不迟。谁知道半路被丧尸围攻，爬楼的时候掉出来了。毒蛇还说要跟我们里应外合，他会在这群人的早餐里下毒，就算他们全是2阶，也会在一段时间里失去战斗力。老大，你看，他们现在还没出来开路，说不定就是被毒蛇毒晕了。李有伟沉思着，变色龙又继续说道。老大，你看，咱队伍里全是进化者，放眼整个世界，又有多少能和我们媲美的？更何况我们还有枪有手雷，党会先扔他一个手雷炸掉大门，然后再扔几个进去震慑一番，最后冲进去一举拿下他们。有道理。众人就来到了酒店大门处，观察了一阵后，却没有任何动静。在他们身后的大楼里，曙光众人已经万事俱备。此次他们动用了所有的狙击枪，力求能够一击击杀足够多的敌人。这群半兽人坏得很，
偷偷摸摸躲在门口想扔手雷，却没想到背后已经被4把大狙给架住了。下一秒，手雷滚到了玻璃钢化门前，手雷响了，直击他人。只不过一边炸的是空气，一边瞄准的却是货真价实的脑袋。在子弹冲出枪膛的那一刻，鹰人李有伟从一块碎裂的玻璃中看到了映照出来的子弹，他极力移动身体，期望能够避开要害。刚好接着，就像踹死路边的一条野狗。没办法，谁让狙杀他的是王宝明呢？其他半兽人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他们大张着嘴，甚至高声尖叫了起来。熊大，这里不能睡觉，太没素质了。熊二，快躲起来，有狙。哪呢？我看看。枪枪爆头，好运连连。我是狙击手王宝明。熊二，你个人妻，别人妻了，快跑吧。然而，接下来迎接他远处4个异阶进化者想也没有想，转身便想逃，但是下一刻，他们就看到了几个人影出现在他们面前。见鬼了！大首领，我们赢了。不要半场开香槟，谁知道有没有人装死，然后在你最大意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你们检查的时候，不论死活，先补上1枪。要知道，你们这次面对的可不是丧尸，而是有头脑的人。是。看到众人离开，逍遥转身来到了毒蛇面前。看吧，你们组织就这样覆灭了。你们真的没有吃过人？哼哼，我喝过人血算不算？我就说嘛，不吃人怎么进化？看来我们也只是50步笑100步，你也别一副忧郁的样子。不，我们不一样。你是丧尸？怎么可能？为什么一个丧尸还会有人类的思维？就像你们无意中打开了一条进化的道路，而我却打开了另一条。现在这个世界充满太多未知和意外了。是啊，很好奇千百年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很可惜，你看不到了。此时，林巧妮来到了李有伟身旁，虽然确定已经死了，但她还是朝着脑袋补了1枪。其他人也有样学样。突然，一个人跳了起来，居然还真有装死的，我去追他。接下来便是打扫战场。一会过后，林巧妮便提着爆人的尸体回来了。1个小时后，曙光众人再次整装出发，开始继续向前推进。在既定的路线上，他们又接收了一些幸存者，直到第3天下午才到达了第1个目的地。此刻，他们正处于 LZ 基地的西方30公里处。今晚，他们要在这里搞一些大动静出来，以此来作为逍遥撤离狮群的借口。随后，又要再次返回市区，从最近的路线上继续开路到达基地。一段时间后，夜幕降临，随着王宝明子弹击中了油罐车后，烈火，继而又发出了巨大的爆炸。说好的3天，这他妈都过了几天了，害得我们对食物根本没有节制。本来够我们坚持半个月的物资，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居然快要告罄了。也不知道那个人和外甥女是什么关系，这不是坑点？不对，这不是坑救吗？从前天开始，基地这些知情人就开始口头攻击他们来，连带着我也被他们攻击了。此时，原本失望至极的杨少军和一众士兵们脸上重新有了一些血色，在摄像头中填满基地的狮群突然攒动了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现外面的丧尸终于有离开的迹象了。养宗自回，你觉得是他们吗？现在稍微有点迹象了，又立刻凑了过来。他们是一个组织，叫曙光的组织，别忘了，若是真的救了我们，按照约定，我们可是要加入他们的，到时候别连救命恩人的名字都忘了。当然，若是真能救我们于水火，证明他们实力不俗，加入他们也无可厚非。次日，虽然基地中还有数量庞大的丧尸，不过比起先前的尸海来，规模小了不是一星半点。基地外，逍遥等人正在商议对策。毕竟接手1500多名幸存者，并不是一件事。逍遥也没有天真的认为自己救了他们，他们就一定会心悦诚服。他们要是集体反抗，单凭曙光这些人是绝技无法抵抗的，除非我调动庞大的狮群去镇压，但这又不是我想要的。拉斯傻子，屏幕中2辆重型豪车以极快的他们这是要干啥子？丧尸要包围他们了！几人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因为他们看到抬出车子纷纷跳了下去。开啥子玩笑？他们这是要和丧尸肉搏吗？但下一秒他们就被震撼到了，画面中的几人纷。你看那个女人，她身边是什么？
是丧尸，1阶丧尸，这人是个失语者。此时镜头拉近后，他们发现有个人正望着摄像头的方向朝着他们笑，仿佛闲庭信步般穿梭在狮群当中，身边还围着几个身影。这是2阶丧尸死语者，而且还是个异常强大的死语者，居然能控制这么多2阶丧尸。我感觉我的世界观要颠覆了。那边，快放大！我尬，这小娘们速度太快了，我跟不上。说谁小娘们呢？她是我外甥女，好厉害！也不知道这小丫头到底经历了什么，居然变得如此强大。此时咣当，仲卡的屁股和城墙来了个亲密接触，将铁门死死地堵住了。杨少校，有2个出口都被堵住了，他们要干啥子？等着吧，一会就知道了。一段时间后，靠近西门这边的丧尸已经很少了。逍遥将一部对讲机通过丧尸递给体内，随后便来到了城墙之上。请问是前几天联系我们的曙光组织吗？首先感谢你们相救。哥，是我舅舅的声音。既然是你救，那这次谈判就交给你了。没问题，我是曙光首领林巧妮，暂代曙光与你们交涉，请通报姓名及职务。巧妮，是我啊，你舅杨少军啊，你听不出我的声音了？知道，工作的时候请称职务。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曙光对你们的收编问题。杨少军，曾领少校衔。我们现在有普通幸存者1080人，军人478人。按照你们和大首领的约定，我们救你们于水火，你们臣服我们曙光，没错吧？没错，我们应该怎么做？首先上缴武器，归顺我们曙光。可以。不得行。谁在说话？我李毅，军衔啥子的就不提了，只是手下有100多号兄弟受我领导，武器是士兵的生命，除非死了，否则绝不可能放下。李组长，前几天你答应加入曙光，现在是要出尔反尔吗？非也，我也没说不加入啊，当然要加入了，合作才能共赢嘛。合作？哼哼，礼仪是吧？杨少校，请你转告在场的所有人，只要参与捉拿礼仪，将获得我们曙光一支进化药剂，可以100%成为进化者。不许动！你们咋子？不要听他们打胡乱说，还100%进化，怕是得日本哦。那你怎么解释他们都是进化者？李组长，认清现实吧。先不说守信的问题，你也看到了，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强大的实力。你有跟他们合作的本钱吗？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你没有。说得好，上红烧稀饭1碗，皮肤1套。怎么练你也？小天，安排人去找个绳子，把他绑起来。是。巧妮，局面已经控制了，你只是……接下来一段时间，杨少军等人便开始整编幸存者，而曙光众人开始继续清理基地内部的丧尸，继而控制了基地武器库及存放大量物资的仓储大楼。4日清晨，曙光正式开始接收基地的幸存者，而所有士兵们也都将武器统一留在了城墙中。在完成了前期工作后，林巧妮又经过一番演讲，便说道：“我们是个文明的组织，所以现在我给你们一个选择，不愿加入的可以去那边。我希望你们慎重考虑，加入我们的机会仅有一次，毕竟我们曙光也不是谁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的。”这时候，人群中便开始3两成群的小声交流了起来。老李，你怎么想？还怎么想？当然加入了，背靠大树好乘凉啊！离开了又能去哪？我看这曙光的大佬们有点担当，不像以前的，居然放弃了我们2万多人。若不是我们来前线，估计现在也……就是跟我想的一样。那些士兵说，这些人非常厉害，我也想变强，只有跟着强者，才能摸到变强的门槛。很好。没有人选择离开，相信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庆幸今天的决定。稍后会有人给你们划定区域，就在你们原来住的那些帐篷区里，也会有人从你们当中挑选一些人，为你们烹饪一些热食。想必你们已经很久没有喝过一口热气腾腾的肉汤了吧？听到有肉汤，这群面黄肌瘦的幸存者们发出了一阵欢呼：“曙光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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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们都加入了组织，那么就必须服从组织领导，遵守组织的章程。都记住了吗？没有记住也不要紧，后面我们会将章程打印成册分发下去。我想要你们知道的是，曙光是一个有纪律的组织，违反章程必严惩，明白了吗？明白。人群中的女人、老人眼神中纷纷流露出一丝感动。以前的基地根本就没有这些章程条例，其中妇女孩子深受荼毒，老人饱受欺凌。虽然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遭到欺辱，但至少在这里，组织提出来了，而且组织的首领还是个女人，应该会给那些人一点警示吧。舅舅，一个悦耳的声音传来，杨少军转过身，扬怒道：“小妮，你还真沉得住气啊！眼见老舅这么长时间了才来看我。”舅，其实我也很想您的，只是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正事要紧啊，老舅您可千万不要生气啊。
哎嘿，老舅怎么会生气呢？能再见到你，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说实话，小尼，你的变化可真大，搞得老舅都有些怀疑，你是不是被什么穿越者夺舍了？当然不是了。对了，老舅，我给你介绍下，他是我男人，都那样了，应该算吧。同时也是曙光的大首领，我也要听他的话呢。当然，我的命也是他救的。先前看到面前这名颜值堪比屏幕前观众老爷们的男人和自己外甥女一起过来，就知道此人不简单。毕竟小妮是自己看着长大的，若没人帮助，哪能成长到如此地步？还没等林巧妮再度开口介绍，他就自己上前一步。杨少君，巧妮的舅舅。舅舅你好，我是毒液。我们去办公楼吧。巧妮，你叫王处长，等会挑完人先送一桌餐来，让舅舅跟他几个战友们先饱餐一顿。好。停，你们的工作先放一放，让我先挑些人。老王，赶紧的吧，咱中午的饭还指望你呢。我需要一些人负责组织以后的伙食，现在愿意跟着我的请举手。接着唰的一声，这片区域里的大部分人都举起了手。很好，看来大家对厨师这个职业还是蛮喜欢的嘛。以前是厨师的，或者对自己厨艺有信心的，那就举起你另一只手。这时又有好些人都举起了双手。对了，如果说谁敢骗我，实则根本对厨艺一窍不通的还举起了手，那等我发现后可有你好受的。闻言，便有好多抱有侥幸心理准备滥竽充数的人放下了双手。很好，我要那个。随后，王大福带着一行几十人浩浩荡荡的来到食堂，转身说道：“这里暂时就是我们以后工作的地方了，别的我不敢说，但是跟着我，你们吃的至少要比其他人好。有亲人要照顾的，这几天都给我说说，每人每天都有半人份的余量照顾。”除了王处长这边挑选了一些人外，邱志虎那边也在忙着安置幸存者和士兵。而逍遥在回到了办公大楼后，他便借口离开，将时间给了林巧妮和杨少军二人叙旧。在接到了王大福的通知后，众人便来到了食堂包厢里，而参与的人员就是袁曙光老人及昨日参与控制礼仪的人。这些人将会作为新的骨干力量补充到邱志虎他们下面，以解决曙光人员不足的问题。在享受完这一顿美食过后，便开始了今日的议题。文件都看完了吧？看完了我们就一条条过。首先是第一条，取消当前军衔，这就意味着曙光以后只有职务的高低，下级为上级负责，所有人为组织负责，避免军衔和职务出现混乱的情况。就这条决议，有不同意的可以举手。OK， 既然没人反对，那第二项将现有士兵重新编制，10人为一班社班长，3班为一排，社排长、副排长，3排为一连，社连长、副连长。第三项，成立曙光作战指挥部，负责部署组织今后的军事行动。顾名思义，新组建编制后的士兵，包括那些排长、连长乃至以后更高的职位，都归作战指挥部管辖。第四项，成立曙光管理委员会，负责曙光今后的行政事务。第五项，现在在座的各位，无论是以前的老人还是现在的新人，不出意外，你们将会是曙光未来的骨干。我们不会强迫你们今后往哪方面发展，是选择去战斗还是进管理岗位，现在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当然，下面的士兵也是一样，等这边完成任命后，你们就着手这件事。愿意继续当兵的我们欢迎，不愿意的也可以做普通人参与组织建设，工作不分贵贱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选择去战斗。你们知道的，我这能力不战斗就可惜了，连我都打不过，还可惜了。哼，你那是凭借外物，不然看我不分分钟削掉你一层皮。杀丧尸这么久，不活动手会痒的。只有战斗，我才能发掘冰霜法师的奥义。我干，这些人好会装逼。事实证明，跟着大首领和首领才能变强。虽然我还很弱，但我也想和大家一起战斗。除了当兵，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了。装逼会传染是不？一个个的能不能好好说话？这你不是营救小队的那个谁来着？呵呵，诸位领导别来无恙啊！我就是营救小队的那个谁。随后，除了王教授和王大福外，包括杨少军等人都选择留在了战斗岗位。林巧妮便开始宣布任命，目前暂定3个连：邱志虎任1连连长，冯安宁、齐明楼任副连长，刘雷任2连连长，管志云、李策远任副连长，李霞任3连连长，尚爱国、王宝明任副连长。你们有自主选择手下排长、班长的权利。果然，首领心里还是想着咱这些老人的。你们这边没问题吧？没问题。不管怎么样，现在至少是进核心圈了。还有，我记得你们3个曾经说过，等以后有机会了，想组建一个佣兵团是吧？首领，那不是随口一说的吗？现在就如你们的愿，你们脱离军事系统去搞个佣兵协会出来，就由你来担任会长，童建峰、宋英林2人担任副会长，你们说怎么样？首领，
你这是要抛弃我们吗？是不是傻？你们从一个队员一下成了会长，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吗？冯安宁等人不由得望了眼逍遥二人。若这个想法真是他们二人想出来的，那可真不简单啊！毕竟不可能所有人都编入士兵当中吧？那普通人若想出去就得组团，那么民间佣兵团就应运而生了，而自己组建佣兵协会，就能间接控制这些民间佣兵团。宗怀玉三人沉思了片刻，便恍然大悟。首领，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会优先将你们的实力提升上去的，放手去做吧。下一项，石小田任治安大队队长，然后吴梦娇任首领机要秘书，就是我本人的秘书。杨少军、林巧妮任作战指挥部副部长，连长、副连长级别为作战指挥部成员。王教授、林巧妮任管理委员会委员、治安队长，佣兵协会会长、副会长为管理委员会成员。王大福任后勤部长。说到这里，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作战指挥部部长、管理委员会长就由我们大首领兼任了。现在正式向大家介绍下，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曙光的大首领，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曙光，没有曙光，想必在座各位的下场都不会怎么好吧。下面我们有请大首领讲几句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5支进化药剂，如不出意外，会让你们成为进化者。那如果出意外了呢？不知道，我猜可能会变成丧尸吧，反正现在还没出过意外。怕个榔头，人死鸟朝天，或死万万年，干就完了。要真出了意外，那只能证明你们点太背了。就目前来看，曙光1号进化药剂十分成功，没有人出现意外。虽然还未对外宣称进化药剂的存在，但因为冯安宁等人都成为了进化者，已经有人隐隐猜到，在完成各方任命后，基地里就变得忙碌起来，各种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倒是基地的建设完全停了下来，因为曙光早就放弃了在这里建立基地的打算。毕竟以长期发展目标来看，就必须得恢复生产。但这基地方圆10公里内的土地根本无法种植植物，再加上诸多原因，曙光便将迁移建立基地的事情提上了日程。基地一角，赵泽华结束了上午的工作，回到了自己帐篷所在的区域。泽华，怎么了？我怎么看着你这2天有心事啊？能和我说说吗？方静婷，我们分手吧。为什么？傻丫头，我逗你的，谁知道你反应这么大。真的吗？你可吓死我了，我还真以为你不要我了。呵呵，怎么可能？给，今天外面搬东西的时候找到的，给你吃。真甜，以后我每天吃1粒，来感受我们的甜蜜。哈哈。期间，逍遥又联系了几次父亲，那个国家枪支冰糖泛滥，所以他们也成功配置出了进化药剂。母亲安兰也成为了进化者，只是他们无法像逍遥一样大批量击杀2阶丧尸，所以除了萧大力外，他们的势力还无人达到2阶。而在逍遥问起父亲的能力时，他却死活不肯透露，只说等将来见面的时候给他一个惊喜。哥，快来，我带你看个好东西。什么东西让你这么兴奋？你们导播出来了？你听，这里是曙光，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幸存者，请不要放弃活着的希望。我们在 LZ 市打通了一条连接我们曙光的生命通道，曙光将会是你们最好的归宿，我们会在这里等待你们到来。走，哥，我再带你去看看我们的移动广播站。首领您好，刘公，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大首领。大首领，这是负责广播通讯的刘胜杰博士。啊，大首领好。刘博士你好，现在广播信号覆盖范围怎么样？目前只有这一个发射装置，60度角范围大概能达到150公里。150公里也很不错了。那刘博士，按理说现在天上的卫星还是在正常运行吧？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与卫星相连啊？大首领，我听说过段时间我们就要迁移了，目的地正是新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那里有机场，设备肯定非常齐全，只要有电力供应，那就能与之前匹配的卫星连接了。不过每颗卫星都有其特定的通讯编码，还有极其强大的防火墙，这就需要这方面特别精通的人才了。人嘛，总会有的，只要有可能就好，以后就多留意一下。估计费事，顶尖黑客哪能在 LC 市混啊？不是在南方，就是进了牢房。就算有，估计也很难活下来吧。在逍遥又询问了一些问题后，便回到了住处，听着林巧妮汇报基地近几日的情况。入夜后，基地是实行的半宵禁，能够活动的范围非常有限。此时，女区其中一个帐篷内，一人说道：“哎，你们知道吗？今天有个连长朝我暗送秋波了，你们说他是不是看上我了？”你可拉倒吧，那是你挡人家的路了，你也不照照镜子，人家可是连长，2阶进化者，能看得上咱们？哼，怎么看不上？想当年，就算现在，捯饬也是个大美女。没有美颜滤镜，你是个鬼啊！静婷，你怎么不说话啊？哈，
原来在偷吃啊！最后一个糖已经被我吃了，要不要我咬一半给你啊？那要，当然要了。多久没吃过糖了？好姐妹，好东西当然要分享了，我可不嫌弃你的口水。别闹了，赶紧睡吧。亲，没意思。快睡吧，明天还要干活呢。很快，帐篷中便安静了下来。10多分钟后，方静婷睁开了眼，开始痛苦地呻吟起来。为了不打扰到别人休息，她努力地克制着，颤抖着，嘴唇咬破了，也不自知。但很快，她就再也克制不住了。方静婷，你鬼叫什么啊？你咬我干嘛？不就是和你开了个玩笑吗？谁稀罕你吃过的糖啊？静婷，小丽，你们在搞什么飞机啊？有丧尸，真的有丧尸！干嘛？我听到了有人喊丧尸。你幻听了吧？基地怎么会有丧尸？不是都被他们清理干净了吗？快跑，着火了！队长，那边好像有火光。走，去看看。快跑！有丧尸！哪有丧尸？那边着火的那里。数量有多少？我不知道，我只听到他们帐篷在喊。所有人不要出帐篷，在帐篷外的原地趴下，3秒钟之后无差别射击。3、2。一人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人或者丧尸了。帐篷里的人不要出来，帐篷外的看看你们附近有没有状况，有异样立刻汇报。长官，他被咬伤了。你放屁！我哪有被咬伤？不好意思，你被感染了。现在你有2个选择：一是被我们绑起来，还有那么一点机会成为进化者；二是反抗被我击毙。唉，你们把我绑起来吧。没有其他异常了，只是死了2个正常人。丧尸呢？有几个？我们来的还挺及时，就3个。他们帐篷内应该还有1个人，我已经派人去找了。还好我们就在这附近，不然那伤亡可能就更大了。此时，林巧妮、邱志虎等一众曙光高层也来到了现场。南区已经有很多人好奇地走出了帐篷，在远处观望。孙老板，你女儿和静婷是一个帐篷，你看看是不是那个方位？我靠，好像还真是。操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去看看啊。可是晚上他们不让串门啊。哎，都啥时候了？一个是你女儿，一个是我女朋友。哎，等等，我也去。静婷，你怎么回事？你快醒醒啊！你等着，我马上看个广告复活你。咦，又换手机了？没换。完了，没触发连招。静婷，对不起。行了，赶紧。学长。小姨。哇，真的是你呀！对了，你应该早就看到我了，怎么没来找我啊？她是我女朋友，曾经还救过我。唉，你节哀吧，等你平复了心情后，记得来找我啊。此时，旁边一声枪响传来，是刚才感染那人已然尸变。到底怎么回事？回首领，我也不知道，感觉莫名其妙的。睡觉之前还好好的，突然就尸变了。谁先尸变的？好像是方静婷，因为我听见马小丽在骂人，说什么糖。什么糖？在又询问了几个问题，林巧妮只得作罢。老邱、丽霞，看来的辛苦你们一晚了，现在人心惶惶，指不定还会出什么乱子。没问题，首领，放心交给我们吧。都散了，赶紧回自己帐篷，别在外面晃了。学长，节哀顺变，这尸体他们要统一处理的，你先回去吧。明天能让我亲手安葬他吗？对不起，T 病毒对于普通人来说是致命的，所以……回到办公大楼，逍遥正在研究地图，他便将发生的事情给他详细的讲述了一番。哥，我今天还遇到了个熟人。什么男人？其实也没啥，就是高中的时候会向他请教些问题，后来他去外地上大学了，就偶尔给我聊些趣闻什么的。杀！哥，你相信我，在遇到你之前，我可是冰清玉洁，连男人手都没拉过呢。你意思是我玷污你了？我乐意。想做什么就去做，我相信你。哥，你不会再试探我吧？我可没那么无聊。当然，你如果觉得无聊的话，我们可以做些不无聊的事。又过了几天，曙光迁移前的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各种车辆都用钢筋焊接加固了起来。而这几天，赵泽华却并没有来找过林巧妮，这让他有些疑惑。小赵，你怎么还没去找首领啊？既然你和他认识，就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进个管理层，这样也不用每天干这体力活了，以后发达了也好照拂你孙哥。最近基地里在传着一个信息，你听说了吧？什么？
就是蜀光拥有进化的秘密。那些兵头头们一夜之间全都成了进化者，打死我都不信这是什么狗运。或许吧。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你和首领熟识，只要去找他，想成个进化者还是很容易的，到时候可就鱼跃龙门了。是你女朋友死了，心情不好，我这不还死了归你呢？我们不还得好好活着啊？你就犟吧，过几天估计就要转移了，到时候遇到危险，希望你死的时候也能这么坦然。首领，我想跟他单独谈谈。喂，你说啥？你等一下，这信号不好。哼，你哪能明白我这欲擒故纵之计？真要去了，那还不成跪着要饭的了？就算能得到林巧妮的帮助，再者得到曙光的重用，但却无法得到林巧妮了。学长，这几天你怎么没来找我？巧妮，能再见到你，我非常高兴。但你知道，我这人一直很要强，我不想被人看不起。我知道，所以我只会帮你一点点。这支药剂能够让你成为进化者，之后不管你是加入曙光军队，还是做个普通幸存者，都凭你愿。作为旧时，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赵泽华愣了片刻，他有些不明白，为何前几日林巧妮见到他时是那般激动，今日语气却这般生硬。尽管心里很火热，但他却没有去接净化药剂。巧妮，这么久没有聊天，你变化好大。此刻他多么希望林巧妮能够说一句我没有变。是啊，人总是在变。赵泽华还想说些什么，林巧妮却已将药剂塞到了他怀中。还有，以后见了我，麻烦叫我首领。说完后，他便离开了，走得很是潇洒。望着林巧妮的背影，举着那支净化药剂，赵泽华有些茫然。算计了这么多，却还是这个结果。哥，刚刚我给了赵泽华一支净化药剂，然后跟他说了以后再无瓜葛。哦，我还以为你会利用资源将他提升到2阶实力，然后再给他一个曙光植物呢。啊，哼，我就知道，哥你还是在考验我。哪有？哥，你从昨天开始就在研究地图，是在找什么吗？你看这里 ，Y 地线炮兵旅68305部队，距离新区60多公里。还有这里核工业504厂。新的基地肯定要有防御体系，丧尸我们不怕，但其他变异的物种呢？所以如果有可能，将收编这个部队纳入日程当中，在修建基地的同时，战略方向稍向 Y 地线倾斜一些。随后二人继续讨论曙光后续的战略发展方向。大首领，有个人毛遂自荐，说要献策。献策？哪方面的？他自称是个金融家，拽得跟258万似的。走吧，我们去看看。几人来到会议室，跟这个人巴巴了半天后，发现确实有点本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没向原基地负责人提出这些理论？以前的基地2万张嘴，每天的消耗都是个天文数字，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做支撑，就算发行货币也会崩塌。那还有个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免费给幸存者发放物资了，何必要搞个货币出来啊？直接垄断，搞个无偿劳动不就行了？我相信等后面完成招聘后，这些工作的人吃的肯定要比以前好吧？那是肯定的啊！既让马儿跑，当然要让马儿吃饱了。这不是相当于支付给他们报酬一样了吗？为何不换成货币呢？重要的是，现在推出这个体系，以后咱曙光就可以在很多领域收税了，不然让他们养成了以物易物的习惯，咱还怎么收税？那你说说，该怎么发行这货币？总不能拿以前的来用吧？现在铸币之类的可能不太现实，咱就简单一点，一张 A4 纸裁剪得当后，用特殊的油墨印上面纸和咱曙光的 logo。恰好我就掌握了一个油墨配方，能够防伪，而且配方复杂，哪怕动一点点比例就能发现不同。你以前真是搞金融的，我怎么觉得你更像个研究假钞的？嘿嘿，都搞。几天后，曙光币问世。当有几个普通幸存者拿到2张1块钱的曙光币时，几人内心是凌乱的。但当给他们发钱的长官说，用这样的1块钱可以在基地换上半斤粮食，他们将信将疑，决定去试试。几人战战兢兢来到商店前，里面站着一个士兵，其中一人壮着胆子扬了扬手中的钱，弱弱问道：那个长官说用这可以换1斤大米。1块钱半斤，您这刚好可以换1斤。真的可以换？那劳驾给我换1斤米来。不多时，几人就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帐篷区，其中3人商议了一下，各拿出一部分来煮了一锅米饭，香味在帐篷区飘散起来，惹得众人内心蠢蠢欲动。若不是远处那巡逻队，他们估计能动手去抢。不过也因此，曙光币可以买到大米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基地，曙光即将要招聘各种人才，会以曙光币发放报酬的消息也不胫而走，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每天获得额外的食物了。大首领，目前物资收集已经完成，各种工程车、货车、装甲车等都已经准备完毕，只等将他们简单做一培训，我们便能出发了。好。逍遥站在办公楼窗前，目视着广场上的一切。广场上停放着各种车辆，基本都进行了改装，车窗部分都用钢筋焊了起来，再往后便是那10几辆坦克了。
虽然弹药已经不多，但逍遥觉得还是要带上。这玩意目前来看，绝对是个大杀器。哥，我带你看个东西。什么呀？去了你就知道了。二人来到广场，逍遥看到了一辆被帆布覆盖的汽车。这是什么？去揭开帆布吧。几个护卫队员应声上前拉掉了覆盖的布，一辆房车出现在众人眼中。哥，你知道这款房车吗？车展上见过 ，Action Mobile Globe Cruiser 越野房车，产自奥地利，售价70多万欧，拥有极强的越野性能。和车展上所见不同的是，除了车窗同样用钢筋加强之外，车顶上也加装了天窗和2架重机枪，能够做到360度火力覆盖。刚来的第3天，我们就发现了这辆房车，电量耗尽，前脸也被撞了。不过幸存者里面还真有修车的好手，现在完全看不到被撞过的样子了。然后内部储藏室全部改成了备用油箱，加装了无线电对讲系统，连接各个车辆的对讲收发器和摄像头。坐在里面哥，你就能看到车队前后的情况，继而发号施令了。怎么样哥？这就是前些天我给你说的惊喜，你喜欢吗？乔尼，谢谢你。在做了半个月的准备后，曙光今日终于开始迁徙了。车队依旧是由卡车开，后面是一皆是1、2人的士兵。装甲车后，一辆霸气的越野房车是逍遥和林巧妮的座驾，紧接着2辆装甲车，上面是逍遥的6只尸位，再往后便是分2排排列的客车。没有任务的幸存者将汽车辆，客车后便是各种物资车辆，中间还分散有各种工程车，担任加油或维修任务。再往后就是10几辆卡车，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最后便是担任殿后任务的3人。经过了半个月的准备，曙光终于在今日开卡，出发前往新区。昨日曙光开仓放，所有幸存者都吃了个饱，各种食物敞开了供应，反正带不走，干脆收拢一波人心。尽管他们知道这样的日子只有这一次，但已非常满足。而在行进的途中，因为有逍遥的存在，丧尸便不是主要的敌人，并且他觉得以目前的能量状态，也不大可能产生4阶丧尸。因此，目前主要的矛盾便是和曙光争夺资源的人类势力和无法控制的进化兽。第一天，曙光便行进了20公里，收获了1000多个尸囊，并且进化药剂的信息也已经在曙光军中传开了。听说了没？那个消息已经被证实了。对呀，而且说的只要立功就有机会成为进化者呢。不但如此，而且就连普通幸存者都有机会。以后我要努力帮我妹也弄个进化药剂了。就这样，第2日，曙光继续前进，直到下午再次行进了10多公里后，终于发现了一大片没有被破坏的田地，里面一个个玉米棒子还安安静静地挂在金杆上。在将准备好的10辆重卡都装满后，天色也黑了下来。此时面前摆放着一张 LZ 新区的地图。各位长官，那我就开始了。开始吧。新区人口不多，常住人口大约在15万，其中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就是在机场及周边。你觉得明日我们该从哪个地方开始清理？直接从机场开始吧。机场处于新区最西边，清理完成后，4个方向便会出现人口真空地带，我们再接着向周围辐射。待占领的机场里面可是有先进的通讯设备，我很好奇，这世界各地目前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此时，水蓝星上空350公里处，联合国国际太空空间站，杰克是一名出色的航天工程师，他的老师曾经全程参加了空间站的设计与建设，而杰克花了4年的时间，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空间站的一切，在1年前接替老师来到了太空做首席技术顾问。半年前，这里共计还有8个国家的16名工作人员，但现在却只剩他1个人。这里是联合国际空间站，有人能收到信息吗？这里是联合国际空间站，有人能收到信息吗？上帝呀，我要疯了！一会儿过后，他又颓然地坐了下来，陷入了深深的懊悔和自责当中。因为在末日爆发时，空间站的工作人员就在第一时间发现了，而在那半个月，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空间站里每个工作人员的心理变化，从一开始的震惊转变为担心，之后又是绝望。他不敢想象，如果任由这种情绪继续下去，后面会发生什么？再加上空间站没有了1年1次的食物补给，若是只剩他1个人，这些食物便至少能让他坚持10年以上。所以他做了一个当时觉得十分明智，但现在看来却糟糕透了的决定。1个月后，他稍稍有些后悔起来，他想起了那一头金发的外国妹子，还有他那惹火的身材。Oh fuck！ 早知道就不杀着拉了，我居然担心一个女人可能会威胁到我。唉，就算2个人也能坚持10年吧。杰克，当时你他娘的到底是怎么想的？直到第3个月，他越发的感觉孤独。每日醒来，他多么希望这里还有人能够和他说说话。再不济，那个叫佩奇的小死狗也行啊！几次想要自我了断，却依旧没有那个勇气，只能回到座位上继续呼叫起来。这里是国际空间站，收到请回复。
收到，请回复。此时的曙光已经到达了机场外围，在王小强的介绍下，众人都知道了机场的大致情况。作业，你们各自的连长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吧？今日之战，非必要情况下不许开枪，用你们最拿手的武器。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很好，各个连队的连长、副连长，你们要担负起指挥及保护各自连队战士的任务。这次行动优胜的连队会发放5支进化药剂。一连的战士听好了，这5支进化药剂我们志在必得。你们等会谁给老子掉链子，就别怪我以后给你穿死小鞋。一个领导能将穿小鞋说得如此理直气壮，也是没谁了。2连的战士们，有了这几支进化药剂，足够让我们多出5个进化者。只要我们一步领先，以后便可以步步领先。大家打起精神来，拿下，拿下！诸位，1、2连长说的也正是我想说的，成为进化者的机会现在就在你们面前了。随时准备着。在测试完对讲系统后，众人便开始了清扫工作。此时，逍遥正坐在房车上，精神力瞬间朝着机场方向散发出去。巧妮告诉邱志虎，他们2排区域有只2阶丧尸。是。通过丧尸的视野，逍遥老远就看见了一座独栋的洗浴城。那地下室竟然还有幸存者，居然能活到现在。若是食人魔的话，就只能解决掉了。曙光完成迁移，在收割了沿途的庄稼粮食后，成功抵达新区，开始清理丧尸。此时，张亮带着鸟一般的共21人先后进入了洗浴城，从容解决掉大厅中的丧尸后，便开始攫取尸囊，清理建筑周围的丧尸。孟睡出了孟卡，孟肥睡出了孟肥卡，大地瓜那么烤地瓜，1块钱能买仨。而3连这边在李霞的带领下清理起来倒是格外轻松。我在身后，你们放手厮杀便是。但凡对3连让其引颈就戮。这3连运气真好，这次3个连的进攻路线是怎么分配的？抽签决定了，怎么了？机场南面是跑道尽头，中间隔离一道钢丝网墙。末世爆发那天，至少有10多架客机被迫降落至那里。你说他们运气好不好？哥，你怎么能这么清楚的知道那边的情况啊？你以为攻击 LZ 基地的狮群真是你们引走的呀？啊！提醒2连，机场方向有只2阶丧尸靠近。我好。另一边，邱志虎和齐明楼加上身边还有2个1阶进化者，还是比较轻松的解决了遭遇的2阶丧尸。连长，京城迟点疑似发现幸存者。咦，连长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我就发现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那用了2年多的 iPhone 13 Pro 还卖了4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平常用不到的平板笔记本也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那下次我也去试试。什么叫疑似发现？这地下室门口聚集了大量丧尸，但我们敲门也表明了身份，却没有反应。走吧，我们去看看。你们都退后一些，让我来。邱志虎一脚踹开门后，他看到了门后4个身着暴露、身材面容较好的女人，一个个双手举着手里的武器，惊恐地望着他。只是他瞧了瞧这些人的武器，便笑了出来。而这4个女人皆是一脸震惊和凌乱。面前这道门挡住了那么多次丧尸的进攻，庇护我们活到了现在，居然被这人一脚就给踹碎了。你呢？我们是曙光的人，汇报你们的情况。曙光是什么？这个问题你们以后就知道了。现在请说你们的情况。大哥，这很明显的好吗？我们以前就在这里上班。我叫小梅，这是小兰，她叫小竹。小梅、小兰、小竹，那她肯定叫李狗蛋吧？我叫王刚。这里除了你们4个，还有其他人吗？没了，就只有我们几个。那你们这几个月里吃什么喝什么？洗浴城吗？肯定有庞大的储水量，而这地下室里存放了各种洗浴城超市要出售的物资，足够我们4人撑过几个月了。目前看来还没什么问题。现在放下武器，手举起来。张排长，你带几个人去里面检查一下。是。张亮应了声后，带着几个士兵端着枪便冲了进去。梅兰竹局4人见状对视了一眼，纷纷露出了些许担忧的神色。一会过后，张亮等人去而复返。回连长，这里倒是还有水源和一些所剩不多的物资，他们没有撒谎，但是什么？但是其中一间房内有3具高度腐烂的尸体，打开后差点没把我们熏死。怎么回事？就是那么回事喽，叽里呱啦，米西米西，阿巴阿巴。所以你们就杀了他们？不然呢？物资就那么点，加上变质因素，根本不能坚持太久。反正等物资消耗殆尽，他们肯定也会杀我们。与其忍受他们折磨，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那你们有没有吃过他们的肉？应该没有，那3具尸体还是很完整的。有食物干嘛还要去吃人？看着他们。你确定他们不是食人魔？可以确定，他们身体没有明显变化，而且地下室的尸体也十分完整。那就接纳吧。这年头为了活命，嘎个人也不算什么。我这边安排人去接。是。老舅，安排人去京城指点接收幸存者吧。还有你那个新成立的洗脑队伍，是不是也该拉出来溜溜了？说了几次了，人家不是洗脑组织，是宣传部。好，宣传部。反正这些人凭借一张嘴，能将男的说成女的，坏的说成好的，直的掰成弯的。也不知道你跟王教授是从哪把他们挖出来的。邱连长，我奉杨部长之命来接受他们。杨部长可是说了，我们这个所谓的宣传部能否正式成立，完全要看表现了。若是体现出了我们的作用，那就意味着以后不用再干体力活，也不用再冒生命危险去工作了。那他们就交给你们了。我们也得加快清理丧尸的步伐了，不然肯定会被其他2个连领先了。谢谢邱连长，你们可真是辛苦啊！若是没有你们，我们恐怕天天忍受丧尸怪物的威胁。在经过宣传部长长时间的嘴遁和了解了曙光的现状后，几人十分迫切的想要加入，毕竟他们也没有更好的选择。真的吗？我不信，除非让我加进去看看。谁在说话？不过要加入组织，就得拿出你们的诚意来。诚意就是在这2天里完整背诵《曙光章程》，半个月内写1篇关于加入咱曙光组织后的心得体会，半个月后交给我，让我看看你们的诚意。要用心去感受，用心去写，这将决定你们的去留，明白了吗？明白了。曙光清理机场，周围丧尸，解救出一群幸存者。3个，只是不用枪械，速度着实有些慢。不过逍遥也不着急，事情总得一件一件去做。只是跟林场妮坐在房车里，偶尔吃一顿净化瘦肉，喝一杯由红酒和兽血勾兑而成的美酒，再时不时的去提醒一下各个连队，颇有种运筹帷幄的感觉。快在2天下来，曙光已经彻底清理了机场范围内的丧尸，曙光中也流出了一个传言。还有，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几天好多时候，我们几个连都还没搞清楚状况，指挥部就发出了预警。就是，我觉得那传说中的大首领跟首领肯定有什么神机妙算的异能。什么异能？时间法则是吧？时间为尊，空间为王。你以为这是在拍电影吗？王姐归来吗？哼，不跟你说了，休息。期间，3个连队遇到了好几波幸存者，都在曙光宣传部的诱导下，发誓要好好感悟组织的温暖和光芒。曙光普通幸存者花了些时间清理了航站楼中的丧尸尸体，才轻舒了一口气。终于搞完了，现在只要将门缝封住，就能隔绝大多数声音气味了。就是在外面过夜总是提心吊胆的，现在终于能睡个好觉了。傍晚，逍遥在一顿大晚宴入住了机场，首先便来到了机场信息指挥中心。你们说这时候我们用飞机能够飞到 M 国吗？应该不能吧？那么远，不知道会遭受多少飞行进化生物攻击。飞高点不行吗？都成进化生物了，你就不能大胆想象一下？除非你能飞到外太空去。你以为我不知道吗？这不是看大首领迫切的想知道，又不好主动提出来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知道吗？这不是配合你阻止大首领危险的想法吗？不然光凭我这聪慧的科研头脑，你以为就能爬到院士这个地位吗？上万米高空，没有地面指挥系统，很容易迷失航线的。好吧，刘博士，你找的人才怎么样了？没有进展，走访了所有的幸存者都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倒是电工组已经成立，明天一早就可以去地下发电机室恢复机场供电。你们安排吧。哥，你最近干啥呢？老是见不到你人。最近不是刚来这边吗？想找个安全性高的房子给咱俩住，但是一直没看到合适的。那你上58同城就成了啊！严选公寓，房东直租，好房应有尽有。我来看看，这安全性高的个人房东房源有这么多啊，还能用视频找房呢，真房实景都能直接看。对呀，现在开年抢租节，快去领限时特惠，而且在58上搜试试可成，还能抢金条，简直太香了。4日，曙光一众高层早早便在信息指挥中心等候了。地下发电室随着整个地下庞大的排油发电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信息指挥中心的屏幕也亮了起来，控制台上的一个个耳麦中发出了咔咔的声音。邱志虎好奇地抓起摆放在旁边的耳麦，身边的李霞、刘雷等人也是有样学样，但却没有任何声息。就在他们即将要摘下耳机的时候，刘雷的耳麦中突然发出了一道声音。This is the United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Has anyone receiving this message? 咦，你见鬼了啊！刚刚这里好像收到了一些信息。
如果刚刚刘连长没有听错的话，应该就是接收到了外来的信号。大首领，我觉得可以尝试去联系一下对方。既然向我们发了信息，肯定没有设置拦截系统或者防火墙。对了，刘连长，你刚听的信息说的是哪种语言啊？应该、大概、也许、可能是外语吧。那就用外语试试看吧。我来吧。接着，赵琳便按了下耳麦，开始弱弱的喊道 ：“Hello Hello， 联合国际空间站。”杰克颓废的趴在控制台上，旁边就是几个红酒的空瓶，证明他已经喝了许多酒了。他双眼迷离，在他喝醉倒下之前，又机械性的重复了一句，然后便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控制台上冒出了一句 ：“Hello Hello Hello Hello。”但他已经喝醉了，依稀只觉得卓拉在朝着他招手。没反应啊。杨部长，等会你安排人24小时不间断呼叫，也可以尝试一下其他信息源。当然，以这个终端为主。作战指挥部继续制定清剿计划，清理新区一切威胁。是。刘博士，这里就暂时为你们的办公室，尽最大努力去联系外界。还有你们那个广播站，也要尽快改进扩大后投入使用。是，大首领。等会取一支进化药剂给刘博士。好。属下一定尽力工作，以此来报答大首领。首领对我的再造之恩。来到会议室，首先表彰了之前行动中获胜的连队。毫无意外，是3连。当5支进化药剂放在李霞面前时，李霞心里已经兴奋的不行了。有了这5支药剂，3连将一举成为曙光最强的连队。正所谓一时领先一时爽，一直领先一直爽。随后，众人制定完新区清剿方案后，便开始了今天的第3项议题。我这里有份清单，劳驾几个连队帮我注意一下，一旦有发现可以联系我，我安排工人们去搬运。没问题，交给我们吧。接着，王教授对着身旁的士兵吩咐了一声，这名士兵便从会议桌下里面皆是一阶能量结晶。会场中的邱志虎等人倒是没有什么反应，毕竟他们已经是2阶进化者了。可在场的所有1阶进化者都将目光放在了箱子上，一个个喘着粗气。不好意思，这个是吴秘书的，今天他没有参会，小刚等会给吴秘书送去。是。此次4个晋级名额是宗怀玉、童建峰、宋英林、石小天。嘿嘿，谢谢汪教授。别谢我，谢2位首领。那是肯定的，2位首领的恩德岂是几句感谢就能表达的？肝脑涂地都在所不惜。几个老人都成了2阶，新人变老人，应该很快就会轮到我们了吧？国际空间站，杰克正打着呼，口水流了一控制台。突然，他猛地坐起身来。刚才貌似隐约听到有人在呼叫。他神色恍然地望了望四周，没有丝毫变化。良久，他抓住了还有少半瓶的酒，就要往嘴里灌。有人收到吗？收到请回复。有人。哦，上帝，求你怜悯，这次可千万别再是幻觉了。哦，上帝。都1个下午了，还是没有人回答我，会不会是他们听错了啊？有人收到吗？收到请回复。有的兄弟，有的。刘教授，有人回答了。你先和他保持联系，我叫2位首领过来。你好，这里是曙光，请问你那边是哪里？哦，上帝呀，哦，上帝。你好，听得到吗？这里是曙光，请问你那边是哪里？抱歉，我太兴奋了，我居然能再次听到有人说话。请问你那边是在哪里？这里是联合国际空间站。稍等一下，我得喝杯酒庆祝一下。现在什么情况？2位首领，对方说他那是联合国际空间站。国际空间站。对方又说话了，他央求我们不要切断通讯，他想和我们保持长久的通话。咦，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那用了2年多的 iPhone 13 Pro 还卖了4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平常用不到的平板笔记本也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那我下次也去看看。你听听对面还有说什么吗？他说他太寂寞了，空间站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他还说那的物资氧气足够他坚持10年以上，但如果没人说话，他感觉他的精神用不了多久就要崩溃了。哼，那你问他，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保持联络？他说他能做的事情可多了，比如他能监控整个水蓝星上发生的大事，比如半个月前尔果福岛核电站再次发生了泄漏，10天前飘扬在太平洋中的罗斯福号航母被巨型生物攻击后沉没。他还拥有世界最权威的太空领域的知识。哥，貌似很牛叉啊。告诉他，如果他能帮我们曙光做事，我们可以考虑安排人和他聊天。如果10年内我们的科技可以发展到那个地步的话，也可以尽力接他回来。这能行吗？
对啊，大首领，要知道那可是集8国联合之力造出的空间站，说是集全人类的科技成果也毫不夸张。就这么几个简单的条件，就妄图想让人家为我们所用，怕是谈判嘛，就在于一个谈字喽，按我说的做。哦，是。OK， 我愿意，非常愿意。啊，这你问他我们组织叫什么？他说他非常抱歉，刚刚没有记住组织的名字，并请求我们原谅，让我们相信他绝对不是有意的。若是能够再说一次的话，他一定会记在心里的。若是对方别有用心的话，肯定会记住曙光这个名字。但若只是因为无尽孤寂的折磨，迫切想要投靠一个组织的话，那么这些细节没有注意到，应该才是正常的反应。大首领，他请求和我们视频通话，这能做到？他说让我们关闭防火墙，他就可以入侵我们的计算机，并植入视频软件。国际空间站，杰克一脸兴奋地敲击键盘。半个多小时后，视频软件的编写已经完成，便转身去操作另一台电脑了。右上方的电脑屏幕开始在水蓝星上定位到亚洲板块，接着是妈妈省的 LZ 市，最后在 LZ 新区市。哦，上帝，第一个回复我的居然是帝国人。好吧，这果然是个神奇的民族。这时，空间站和曙光的其中一台电脑屏幕上同时出现了传输和接收的进度条。这绝对是顶尖级别的程序员啊！当进度条达到100%时便消失了，然后开始自动解压安装，自动打开连接。整个过程，曙光这边完全在屏幕上找不到任何操作或者关闭的按钮。紧接着一阵黑屏后，控制中心的所有屏幕中都显示出了同一个画面，那是一个典型外国人特征的身影。你好，这是我们曙光大首领，这是我们首领，这是我们信息中心的主任。大首领好，首领好，主任你也好。你会汉语？我曾到你们中科院交流学习过2年。好了，先聊正事吧。是，大首领，请相信我投诚的决心。我本以为如今能做的可能就只有在孤独中等死了，但在今天，我居然可以再次和人交流，甚至于还有未来能够重返水蓝星的可能性。这是我活下去的希望。我今年才39岁，我还向往着故土，向往着故乡上的姑娘，所以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可以，我答应你的。至于10年之内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这就要看你的表现跟我们曙光所有人的努力了。那大首领说的安排个人和我聊天的事情，没问题。那能安排个漂亮点的姑娘吗？这个嘛，可以考虑考虑，不过得看你的表现了。那大首领想让我怎么样表现呢？限你明天之前换个视频软件，你直接入侵控制我们的电脑是想怎么样？希望下次通话时我能看到一个全新的视频软件。至于如何做，你应该知道的。是，保证完成任务。那大首领，我先去工作了。随后，所有屏幕短暂黑屏，几秒钟后便重新启动。着手寻找陪聊吧，外国人都比较变态，以后说不定还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找的时候说清楚，免得后面大家难堪。大首领，您看我可以吗？算了吧，再怎么说咱也是同胞，让你去迎合外国人也不太好。我记得咱幸存者里面就有几个外国人吧，那个2国女人就挺合适的，他们的日子应该很不好过，提高点物资待遇，他应该很愿意的。是，我现在就去办。刘胜杰带着几个士兵直接来到了暂时安置普通幸存者的候机大厅中，因为或多或少受到了些排挤，所以这些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外国人抱成了团，躲在了角落中。但东方女性的特征还是让刘胜杰一眼就看到了她，凌乱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庞，身上满是污渍。几个外国人看到刘胜杰等人向他们走来，但却避无可避，只得稍微往边上挪了挪。别动，你弟叫什么名字的干活？松岛菜菜子。长官，怎么了？现在有一项工作需要你去做，没有性命之忧，吃喝管够，还能偶尔洗个热水澡，你去不去？真的，我可以吗？带菜菜子小姐去沐浴更衣，顺便给她讲解一下工作内容。是，你跟我来吧。次日，刘胜杰带着焕然一新的松岛菜菜子来到了信息控制中心。大首领，他叫松岛菜菜子。条件还不错，这下也完全没有负罪感了。今后你的任务便是和视频中的人聊天，现在接通视频吧。大首领，能再次见到你们，我真是太高兴了。杰克站长，现在坐在你面前的便是我们精心为你挑选的东方美女，你可还满意？满意，非常满意。你好，美女。你好，菜菜子小姐，以后有劳你了。丹恩，请多关照。好了，私事解决了，赵林带菜菜子小姐先出去吧。看来今天必须得拿出点诚意来了。随后，杰克非常识趣的传出了一组图片。这才对嘛！看来这节课昨夜还是用了一番功夫。
传输完毕后，屏幕中显示出了一张照片，漆黑的夜空中散发出幽幽蓝光。这张照片拍摄于福岛核电站上空的夜晚，蓝光正是核泄漏的最好证明。不仅福岛，世界上还有好几个核电站都出现了核泄漏。第二张是 M 国恩市的幽兰核电站泄漏的照片。接着第3张照片是一只巨型变异乌贼正在攻击航母。果然连海洋生物都进化了啊！若是连航母都翻船的话，那海洋更成禁区了。不只是海洋，你们接着看下一张。继续往下翻，接着映入众人眼帘的是，沙滩上一群密密麻麻的帝王蟹正在晒太阳，遍布了整个海滩。我去，这还是螃蟹吗？那2把巨钳估计能一下将人腰斩吧。珍爱生命，远离海岸啊！晚上别忘了提醒下我爸爸。好了，今天就先到这里吧。以后你注意点世界各地的动向，特别关注我们这片区域及 M 国内达华州的动态。是，保证完成任务。那个菜子，等着吧，一会就来了。刘博士，安排个办公室给菜子，叫赵林看着些。是，大首领。哥，他们一个在天，一个在地，能做什么吗？还专门安排个人盯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小心点总是好的。毕竟那个杰克，我们现在还真拿他没办法。接下来3个连队一直在清剿新区范围内的丧尸及进化生物。王教授这边由他牵头成立了曙光生物研究所，刘博士负责的广播站规模也扩大了起来，能够向4周发射广播信号，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播放关于曙光基地的信息。逍遥也开始构思曙光基地的修建规划，为了解决能源问题，便来和几人商议丧尸末世最经典的套路——丧尸发电。没错，王教授，你那边先做小事，若真的可行，就纳入曙光基地建设规划中。然后我觉得最好建在深点的地下，既不会影响到地面的幸存者，也不会影响到丧尸。是，我会尽快完成试验的。大首领还有件事，就是我们基地势必要有足够高大结实的城墙，以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危机。所以我建议我们在修建的时候最好分为内外2城，有能力者居住内城，普通幸存者居于外城，让所有人都知道，有能者才能拥有更多。既然要分，就多分几层，曙光中心城、内城、外城，外城之外再建立一片缓冲区域，拿来种植作物。新区至 BY 市高速，距离机场约30公里的一处隧道口叠满了汽车，将隧道口堵了起来。目测根本没有一点可供进出的通道，隧道中一片漆黑，偶尔发出一点光亮，便可以看到其中停放着各种整齐的车辆。此时，一道黑影悄悄钻到了一辆车旁。小肖，你下午说的可是真的？五爷爷，我确定，但是只要距离隧道口超过10米，就收不到信号了。但新区真的有人建立了幸存者基地，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肯定不会同意的。可是外面的食物好多都坏了，再这么下去，我们肯定会饿死。而且我的身份迟早会露馅，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的。那你想怎么做？明天就轮到我外出了。若是有机会，我会逃出去；若是您，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也好，与其这样挣扎，倒不如去拼一拼。要不是我老了，跑不动了，不然我也会做和你一样的选择。五爷爷，感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你放心，若有一丝可能，我都会回来救你们的。那些暴徒们一定不得好死。哈哈，其实我也没有照顾你多少，都是你自己机灵，这么久都没有被他们发现。嘿嘿，多亏我以前学过配音。五爷爷，这是啥？这是我藏的一袋巧克力，给你路上补充能量吧。我现在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谢谢五爷爷了。又开始折腾了。求求你们给口吃的再来好吗？再这样下去我会死的。今天没有了，那帮废物找来的食物越来越少，你不用动，躺着就好。入夜后，几个男子聚在一辆大巴中，为首的男人脸上还有道长长的疤痕。说说吧，我们后面怎么办？大哥，要不我们将范围再扩大一些，总会有食物的。反正我们留到现在的人都是有牵绊的，也不怕他们跑了，除非他们想抛弃自己的亲人。大哥，我以前那个提议你考虑一下。再等等吧，若实在扛不下去，就只能如此了。只是时间久了，我们就没人可用了，到时候还得自己出去冒险。咱能滋润的活一天算一天呗，先别想那么远。次日清晨，隧道中一阵铁棍敲击车身的声音传来，将一众人从睡梦中唤醒。集合了，集合了！肖小玲轻车熟路来到了聚集地点，2辆车灯照亮了隧道中央。他想起几个月前这里还有超过40人，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死的死，跑的跑。嗨，今天轮到哪几个外出了？我们现在的情况你们都知道吧？如果今天带回来的物资还和前几日一样，那么不好意思了，你们的亲人都得死。
闻言，萧小林不自觉地转过头望了眼武德高，后者亦是望着他，眼神中好似充满鼓励的神色。萧小林很纠结，武爷爷曾帮助过自己，他害怕因为自己是使武德高受到他们的迫害，但他更不想再过这种战战兢兢的日子。怀揣着不安的心情，萧小林与其他6人钻出了隧道，拿着出发时才分发的武器，7人小队谨慎地朝目的地前进。这隧道口附近5、6公里应该都被搜刮的差不多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目标是7公里外的一个村庄。在走了大约4、5公里后，队伍中有人举起了手指了指前方。队长，前面有4只丧尸。别怕，就4只，应该只是游荡到这边来的。接着，其中一人弄出了点动静，被惊动的丧尸立刻朝着他们奔来。机会来了！众人迎上几只丧尸，车辆将几人和丧尸都分流开。萧小林望往后，正好挡住了其他人的视线。在丧尸聚集前，举起武器一刀砍去，接着他伸出左手，把一口咬在手臂上。萧天，你在干嘛？赵哥，我被丧尸咬了，怎么办？赵哥，你先退后。你被感染绝对死定了，你赶紧离开这，鲜血会引来丧尸的，念在往日的情面上，我们就不杀你了，你快走。赵哥，我还不想死，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快走。好吧，你们保重。赵哥，麻烦你回去给我爷爷说一声，我不能再陪他了，希望他好好的活下去。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为难武爷爷了吧？在离开200多米后，萧小林停下来，将手臂包扎起来，然后钻进了一个车底，接着一刀捅进油箱，任由汽油滴在自己身上，并用双手在身体上涂抹起来。终于能离开那个鬼地方了。长时间的营养不良，加上女生较弱的体质，让萧小林感觉仿佛要虚脱了。在休息了一阵后，他从口袋中掏出了那袋巧克力，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动静。高阶丧尸是被我引过来的吗？1个月前有个小队就葬送在了一只高阶丧尸口中，最后只跑回来1个人，还好在身上浇了汽油，不然被他盯上可就死定了。片刻后，远处传来了惨叫和求救声。看来品管逃离了那个地方，但接下来的路才刚刚开始。哥，你要出去啊？带上我呗。你身上人味那么重，带上你我还怎么找3阶丧尸？再说了，基地不需要你管吗？那好吧。哥，你尽管出去搞外遇，家里的孩子有我带着呢，我会照顾好他们的。哎呦，说什么胡话，在你面前已经够丢人了，我可不想第2个人知道我的情况了。嘿，哥你明早再走吧，我去安排人给你准备点弹药物资什么的。也行。次日清晨，越野房车发出呼啸的轰鸣声，缓缓驶离机场。这是大首领的座驾。废话，我们都知道。大首领胆子可真大，1个人就敢迈出。这不正说明大首领的实力强大吗？房车上，6只2阶尸位安静地坐在房车中，每只丧尸都身着戴帽黑色风衣、黑色手套及口罩，基本掩盖了丧尸特征。不知道花几天绕曙光清剿后的外围线转上一圈，能不能找到些3阶生物，或者是拥有特殊能力的丧尸？整整1天，逍遥才堪堪到达了机场北方最后一条被清理出来的道路上。待夜色浓些后，他便在路边停了车。之前王小强介绍过，新区北方有一个小镇，大约拥有2万人口。让我精神力延伸过去，能够附着精神力的丧尸载体居然寥寥无几。难道那边也出了个什么牛人吗？算了，先休整1夜再去看看吧。次日清晨，萧小林也从一辆废弃的车里悠悠醒来，他拿出半瓶矿泉水，喝了一大口，又从旁边取出了一块如石头般硬的半块面包，一口下去，要在嘴里用口水浸泡很久才嚼得动。半块面包他足足吃了20分钟。吃饱喝足后，他左右打量起周围，在确认没有任何动静后，才轻轻地将车门打开，随后继续重复昨日做过的事情，将汽油浸湿全身，并准备好1天的用量。再往前几百米就是我们曾经清理过的最远距离了，后面的路肯定会更加艰难，我得再小心一点。再往前行进一段距离后，丧尸开始增多，他咬着牙趴在地上慢慢往前爬，衣服都磨破了，手臂也钻心的疼，但还是以极慢的速度朝前方爬去，因为他知道如果那么轻易就能逃离的话，以前那些人就不会留在那，被几个暴徒压迫致死了。左边安全。大哥，连着2天，我们损失了9人。昨日逃回来的那人说附近有只高级丧尸，就算再派人出去，也是肉包子打狗啊。所以，我们是不是？看来只有这样了。半小时后，隧道中所有人再次聚集在一起。大家都知道隧道外边有只高阶丧尸，所以我们出不去了。
但我们还有这么多人要吃要喝，怎么办？有人能给个建议吗？众人一片沉默，因为他们知道这几个暴徒心里肯定有了想法。我倒是有个办法，能够让大家活得更久一些，说不定过段日子那只丧尸就离开了。这里面有17支签，你们每人抽1支，抽中了标记签的人就对不起了。我们需要你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什么？你们怎么能这样？就是你们有枪，只要你们出去，就有可能杀了那只丧尸。我跟你们拼了！好了，你们运气好，暂时不用抽签了。杀丧尸哪有解决你们来的能力？逍遥这边因为沿途吃了许多进化兽肉，所以6只2阶尸位就显得很安静。不过逍遥还是在他们脑海中下达了一个安静的命令。他将房车和路边凌乱的车辆停在了一起，这才下了车，背起一杆步枪，朝 QC 镇的方向走去。那是什么？一种酷刑吗？果然有人。下车。小霞，你去开吊车，东南你来拍摄，让镇上那些男人们看看，这就是逃跑的下场。是。求求你们不要杀我，求你们了，放我一马好不好？小霞，你搞什么鬼？不好意思，太久没跟普通人打过架，一下没收助力。不过没关系，还有你们3个，问清小镇的事情足够了。大哥，快杀了他们，他们是恶魔。和2个女人相比，这名男子望向逍遥的目光就友善得多了，而且非常带有讨好的意味。现在我问你们答，你们是什么人？逍遥从2个女人的表情看出他们很犹豫，倒是旁边的男子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行，那你来说吧。哎，好，我们不，他们是黑玫瑰的人，我们都称他们黑寡妇。仅是一群变了态的疯女人，被一个大变态领导着，在那里面，男人毫无尊严地位。你敢骂我们？哼，骂你们怎么了？等我向这位大哥说清楚你们的真面目后，看他怎么对你们，我就要骂，死了也要骂你们一群变态，一群千人万人。你继续说，他们怎么了？这位大哥，这是说起来都是泪啊！我觉得他们那个大姐可能以前受了什么刺激，特别憎恨男人，可偏偏她运气好，成了进化者新人类，然后就成立了黑玫瑰组织，居然坑杀了镇上的丧尸，将幸存者聚集了起来。不得不承认，在这点上，原本所有人都该感激他，但后来他就整合了镇上所有幸存下来的女人，将矛头对准了我们。然后呢？他们开始奴役你们。如果只是这样倒也还好，只要给我们一口吃的，干些重活之类的都不在话下。那个大哥，你应该也听过没有耕坏的田，只有累死的牛吧？哦，细说耕田。我怕说出来播不了。那你悄悄给我说。我跟你说。后来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资，他们就开始给男的吃药。仅仅1个星期，第一个被炸死的男人就出现了，而那个女人居然直接被那个大变态封为2阶。于是乎，后面的女人开始争相效仿，3阶、4阶、5阶陆续出现，直到现在排到了24阶。我靠，牛逼！大哥，你看看我，看看我这黑眼圈。1个月前我被人忽悠了进去，仅仅3天了，我就成这样了。我要是不逃，过不了几天也嘎了。真有那么生猛？放我粉丝进去看看。哼，你们男人不就好这口？你别说1个月前刚来那时对我们没有想法，有想法那也是正常的，谁知道你们那样变态啊？按理说原来男人们还挺多的，为什么不反抗呢？打不过，我听黑玫瑰的老人说，他们有反抗，但那些女人一个个都成了进化者，都有特殊能力。就比如那个女人后面长了一根有尖刺的尾巴，就跟蝎子的一样。掏出来让我看看。算了，我自己来。那些女人的身体是不是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你怎么知道？如果我猜的没错，那些被折磨致死的男人，最后都上了你们的餐桌吧？你怎么知道？你们那个所谓的大姐是什么动物？进化程度如何？我没见过，排名靠前的那几个大姐，我还没有资格去见呢。只是听说她有蛇的能力。哼，你们那个所谓的大姐，或许早就成了半人半蛇的存在，当然不会轻易见人了。
这里是曙光，我们诚邀广大幸存者加入。哦，你们还知道曙光？当然，我还听过曙光章程呢。和黑玫瑰相比，那简直就是圣地。不过他们之前还计划想找2个普通女人，专门去勾引曙光男的来着。是吗？我不得不杀了。别杀我！我加入还不久，我真的一个都没。感谢大哥的救命之恩。会开车吗？我会。走吧，这里很快就会有进化生物过来。大哥，那我们去哪？为54路，就是越野房车停放的那条路，要尽快通知曙光众人，商量出解决这群食人者方案。大哥，是这俩。大哥威武。大哥，咱去哪？莫非你也是去曙光的？那里面有些食物，你先补充能量，别等会晕了。大哥，你太好了，只要大哥不嫌弃，以后我安泽宇这条命就是你的。我又用不到食物，准备这些干嘛？哥，你想想，若是你真在外遇到了美女，拿出这些食物，那他还不得感激涕零？艳遇是没看到，倒是遇到个被女人摧残过的男人。大哥，我吃饱了，接下来咱干什么？您直接吩咐。等什么？等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某豆出品的游戏。在里面，玩家扮演的角色在一次意外中获得了射轮眼的能力，体验丰富的剧情发展，与不同的女生互动，并收入后宫。现在添加实体母愿望单打7折，看官号游玩。001呼叫光脑。光脑收到，请指示。联系首领杨部长、王教授他们开个会。是。大哥，你是曙光的人啊！大哥，曙光是不是真的像广播里说的那么好啊？逍遥依旧没有回答，他正在想那个黑玫瑰大姐的实力。如果不出意外，至少达到了3阶吧。不过3阶应该不至于躲起来不见人吧？大哥，你武器精良，身手又那么好，在曙光基地里地位一定很高吧？大哥，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救了我，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你话太多了，能不能安静些？一段时间后，逍遥将了解到的情报一一说明，曙光众人便开始商议作战计划。大家说说自己的想法吧，务必做到一击必杀。毕竟我们很难想象4阶进化者有多强大，一旦被他逃了，那将会成为我们曙光的噩梦。其实按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就贸然出击，实在太过草率了。但是，虽然封锁了消息，不过能来这的各位想必都知道食人的进化效率有多高，所以更不能放任不管，不然未来恐怕更加难以制衡。并且黑玫瑰成员在高阶进化者的数量方面或许要优于我们，也无法侦查，因此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直接将 QC 镇夷为平地。不过我们范围型攻击武器只有那10几辆坦克，无法做到全面覆盖，肯定会有漏网之鱼的。杨部长，您说这次要是立功了，有没有什么奖励啊？有个屁，本来是有的，但你这么一说，没了。有什么办法就快说。我们连在西山里发现了一批车载轻型导弹，应该是附近炮兵运载演练的。这2天我请教过上副连长，这批是地对地导弹，有效杀伤范围500米。你们说这算不算瞌睡了就送枕头？数量有多少？有7枚哦。我去，我就说你怎么突然问起导弹来了？原来是有发现啊！但是你们为何不上报呢？对哦，为何不上报？首领，那些个运载车辆还能发动的只有2、3辆，我当然要修好直接开进来了。那你修好了没？嘿嘿，修好了，修好了，早上刚修好最后1辆。那你怎么还没开进来？那个不是首领您叫着我们尽快返回商议大事吗？我就火速回来了。哼哼，我看你是害怕我没有大事，这时候开进来顾不上趋吉你的功劳吧？说不定还打了大首领回来再上报的决定呢。啊，首领你怎么？记下来，邱志虎罚薪1个月，2个副连长罚薪半个月。首领，不是吧？你再废话，我就改2个月。不说了，首领，我这就安排1连的人将所有导弹车开回来。哎，我都走了，你俩还不走？啊，我来了。连长，你这次可是出了个馊主意啊！可不是嘛。你俩当时不也举双手赞同了吗？还夸我明智呢。操啊！来新区后，首领暂定半月发1次薪水，明天刚好第1个发薪日啊。3人离开后，会议继续。尚爱国作为前炮兵的负责人，为众人讲解了这 M43 地对地导弹的详细情报。那这7枚导弹能否对 QC 镇做到全覆盖打击？有地图吗？我得看看。赵林连线杰克。是。
片刻后，屏幕上便出现了杰克的身影。Hello， 各位曙光的同僚们，大家好，我是杰克站长。废话少说，现在我们需要 LC 市新区 QC 镇的地图，你那边能投影吗？嘿嘿，首领，这不是小 K 斯吗？稍等片刻。说完后，屏幕中便出现了一张卫星视角的 QC 镇地图。众人就着地图又商议了整整1个小时。下午，林巧妮带着众人在机场西部看到了和坦克停放在一起的 M43型地对地导弹。7辆军绿色的卡车上搭载着充满金属质感及现代气息的导弹，而当初被分散编制的这些坦克和地炮营的人，现在又因为战事需要重新编在了一起，战友相逢显得格外亲切。呀，老张，你在一连还活着，我都以为你挂了。哼，你都没挂，我怎么可能挂你前面？哈哈，真好，又能一起并肩战斗了。上副连长，你们需要多久才能熟练掌握他们？不好说，先给我1-2天吧。行，这次就看你们的了。